柳玉生安静地躺着，他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要让他再次投胎为人，而且还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哎呀，柳娘子，你可别晕过去，快再加把劲儿，用力呀！看到头了，快再加把劲儿！哎呀，生了，是个女娃，恭喜柳家婶子母女平安。女娃，哎呀，好，这是我们柳家第一个女娃，哎呦，奶奶的乖孙女儿。老婆子，你别一个人在那儿嘚瑟，快把娃儿抱出来给我看看。急什么急呀？老婆子，我还没有抱够呢。娘，趁着我还有点力气，我先给孩子喂奶，一会儿麻烦娘给孩子洗澡，换上干净的小衣裳。哎，好，其他事情啊有娘在，还有家里老爷们，你呀就别操心了啊。将小婴儿小心翼翼放在儿媳妇旁边，老妇人急惊风似的出门，不忘吆喝：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头子，把准备好的利是给稳婆，再添5个铜板。知秋知夏过来帮奶奶摆盆，把奶奶床头放着的那些小衣服拿来，奶奶要给你们妹妹洗澡。知道了，利是就揣在我兜里呢，你快去兑热水去。奶奶，能帮忙一会儿能不能抱抱妹妹？我长大了有力气，我也不摔着她。我也有力气。吆喝声、叽叽喳喳的交谈声渐渐远去，整个家里欢快的气氛却弥漫在空中，久不消散。秀兰，玩得怎么样？在吃了吗？在吃呢，娃很乖。妇人语带笑意，低声应道，随后就听到妇人低呼：你进来干什么？快出去，不吉利，屋子里气味还没散干净呢。嘘，小声点儿，我就看一眼，我是玩爹，生出来一眼还没得看到呢，小小一团，真让人疼到心坎里。哎，玩儿，我是你爹，听到爹爹说话吗？哎呦，看这小嘴儿吃得真急，饿坏了吧？慢慢吃，吃饱了好好睡啊。哎，秀兰，你说楠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等她长大了，我带她去摘果子、捉兔子，给她买漂亮的头花。秀兰，我只想把世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楠楠。汉子窝在床边，嘴巴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的喜悦。是柳玉生满月，一大家子齐聚一堂，氛围有些压抑。爹娘，我想着楠楠的满月酒就不办了，一家人简单吃顿饭，能省下点银钱来，过后我就去镇上多打几份短工，等攒够了银子，我想带着楠楠去县城医馆治眼睛。好，我跟你娘也商量过这事儿，趁着咱家楠楠还小，要是眼睛真有什么问题，越早治越好，家里还有些银钱，一会儿让你娘拿给你，明儿你就带着楠楠去县城。这是这些年娘攒下来的，原是想着再攒2年，把家里2个小子都送去学堂认几个大字儿，不至于以后两眼一抹黑。但是楠楠这事儿不能拖，要是还不够啊，猪圈里那2头猪到时候拿去卖了，也能再凑点出来啊。抖着手，柳大林眼眶通红，声音哽咽。娘。陈秀兰更是已经泣不成声。老二家的，你们也别怪娘偏心，但是这些年也没亏待了你们，家里2个小子我都一样看待，要是你们心里不满呐，那也忍着，忍不了想要分家也行，这事儿啊没得商量。娘，您说的是什么话？我跟大哥是亲兄弟，楠楠也是我侄女，在您眼里我就那么小心眼儿？我手里也还有3两多银子，大哥急用都先拿去。大哥，回头把银子给你送来，你们也别那么担心，楠楠是个有福的，兴许去看过就好了。二弟，弟妹。柳大林声音哽咽沙哑，眼里的感激实实在在。柳玉生一直安安静静地躺在陈秀兰怀里，将屋里发生的一切听得清清楚楚。原来家人之间还有这样的情感吗？相互扶持，
守望相助。原来并不是所有的亲人都精于算计，恨不得将你啃得渣儿都不剩，并不是所有的亲人为了利益能轻易将你出卖，并不是所有亲人在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立即将你弃若敝履。他不是不会睁眼，也不是眼睛有问题，他是不敢。陈秀兰抹掉眼泪，眼底的愁苦散去几分，有家人的支持，那些苦就压不折她的脊骨。爹娘，明天我也回娘家一趟，跟娘家爹娘哥嫂筹借点银子，之下我就不带回去了，路上不方便，劳烦爹娘帮我照看一天。行，臭小子搁家里我看着，你呀就别操心了。娘你放心去，我很乖的。站在一旁年方5岁的柳之夏拍着小胸脯说道：以后我会努力赚大钱，孝敬爷奶跟二叔二婶。哟，你孝敬爷奶爹娘就行了，还孝敬二叔二婶啊？柳二林逗趣道：爷爷奶奶跟二叔二婶好，对妹妹好，我就要孝顺，这叫一报还一报。哎呦喂，还一报还一报，打哪儿听来的呀？我要赚大钱，一报还一报。柳二林家4岁的柳之秋也跳了出来，捂着小短手要还一报，童言稚语引得大人们开怀大笑，纯净的温情驱散了这个家的阴霾。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柳玉生闭着眼睛，嘴角轻轻弯起。用过晚饭就是柳玉生的洗澡时间。柳之夏拖木盆，柳之秋抱衣服，然后又一起在盆边上摆上3张小凳子，等刘老婆子添好热水，2小只就坐在盆边，眼光光的看。1个月来都是这样。对于被人旁观自己洗澡，柳玉生从最初的无力抗拒到现在的麻木，已经无力吐槽。反正他还小，反正他闭着眼睛，羞耻感什么的，羞愤什么的，眼不见为净。泡在热水中，沾着热水的毛巾轻轻抚在身上，很舒服。2小只眼里满是惊叹好奇。妹妹好滑，摸着好好玩。一只小猪手摸上他藕节似的手臂，接着是第2只手，第3只手，又有一只则是试探地戳戳他肉嘟嘟白嫩嫩的脸颊。好可爱，都是肉肉，好软。奶奶，妹妹什么时候才会对我们笑啊？等妹妹去县城回来，就能看见我们了吗？刘老婆子认真地说道：能，肯定能。我们奶奶这么乖，只要有的治，奶奶砸锅卖铁也治好妹妹。那以后我不要新衣裳了，也不吃肉包子，钱都留给妹妹治病。身上的4只把他当成新奇玩具的小猪手，柳玉生觉得一点也不讨厌。第2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柳玉生就被人抱起来了。柳大林抱着他出了房门。娘，县城远，我去早一点，免得晚上回不来。哎，我在锅里摊了几个饼子，还热着，你带在路上吃。还有囡囡要吃的奶水跟糊糊，够她1天吃的。晚上一定得回来，不然囡囡就没得吃了。你爹已经跟村里李大家说好了，你坐他家的牛车去，回来也坐车回来，这点钱呐，别省。娘，我也趁着这时间赶回娘家一趟，晚饭之前回来。之夏还在睡着，劳烦娘照看了。行，家里事情有我呢，你们甭操心了，赶紧着走吧。谢谢娘。我们囡囡要去县城，奶奶可1天见不着你喽，你要乖乖的，晚上回来，奶奶给你熬糖糊糊吃，乖啊。说罢，不舍得将丸递给柳大林。柳大林正要伸手接过来的时候，动作陡然僵在半空，眼睛慢慢的瞪大。娘，那么大声做什么？吓坏囡囡，我抽死你！娘，囡她刚才看我了，真的娘，囡刚才看我了，她睁开眼了的。刘老婆子忙低头，正对上一双如同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干净澄澈，天真无邪。
隔了点距离的陈秀兰也几步奔了过来。当看到女儿如同被水洗过般透亮的黑眼睛，陈秀兰一把捂住了嘴，喜极而泣。真的，我们囡囡，哎呦，真的睁开眼睛了。老婆子，我这心肝儿啊！哎呀！柳玉生努力控制藕结似的小短手，举起小手，轻轻触碰老夫人布满风霜的脸。哎呀，我们囡囡这是在叫奶奶呢。娘，给我抱抱。囡囡，我是你爹，我是爹爹呀。囡囡，赶紧去李大家把你爹叫回来，让他高兴高兴。娘，您抱了这么久也累了，囡囡给我抱会吧。不累，这才多大点儿呀，抱囡囡我能一整天不带喊累的。娘，囡囡好容易睁开眼睛了，你也让她跟我这个亲娘亲香亲香，不然她以后都不跟我亲了。哎呦，说到亲香，都说祖孙是隔代亲，这个你比不上娘我。我再抱会儿，趁着他们没回来，你去吃点东西垫垫肚子，这刚出月子呢，身体还是要注意的啊。柳玉生咧着没牙的嘴巴，不停地吐泡泡，小爪子一下一下抹撒在老婆子有了褶皱的脸上，心很暖很暖，很安很安，终于勇敢迈出了这一步。他想，他真的还可以再相信一次，这一世的家人是不同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婆子，老婆子，囡囡呢？快给我看看。囡囡，哎呦，我家囡囡在看着我呢，真的睁开眼睛了，真的开眼了。整天咋咋呼呼的，别吓着囡囡，我抱着你看看就行。粗手粗脚的，你抱囡囡我不放心。我说你这老婆子真是，我还能摔着咱囡囡？你看囡囡都跟我伸手了，想爷爷抱抱呢。净胡说，囡囡最喜欢的是奶奶。大玲啊，一会儿你还带着囡囡坐李大家的马车去镇上医馆看看。虽然囡囡能睁开眼睛了，是不是真的没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大夫看过了，总能放心些。镇上离得近点儿，这一来一回，中午就能到家。秀兰呐，你娘家那边暂时不用回去，等囡囡看过回来再说。对，是得去看看。要是没事当然最好，要是有什么问题，也能及时治疗。几个人一致点头。柳玉生是唯一持反对意见的，自己有事没事他最清楚。可惜不能说话，没有发言权。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柳玉生的眼睛经由大夫检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将这个家连日来的阴霾一下子驱散干净。1岁半，柳玉生已经走得稳稳当当。哎呦，我家乖囡囡又来等爷爷啦！爷爷，我家囡囡是不是想爷爷啦？爷爷带你骑马吗？柳玉生小嘴跟涂了蜜似的，放糖不要钱。还在门口磨蹭，快进来洗手，准备吃饭了。你个死老头子，说多少次了，干完活回来一身脏的，别抱囡囡，生病怎么办呢？囡囡下来，奶奶给你熬了糖糊糊，可好吃了。地里干农活哪有不脏的？这不是半天没见到囡囡，心里高兴吗？奶奶脏。哎呦，你瞧，咱囡囡都不嫌弃我，就你话多。说是这么说，还是将柳玉生放了下来，先去把手脚洗干净，顺便洗把脸。囡囡是心肝宝贝儿，这真要是生病了，那全家都得心疼。柳之夏一进门，奶奶，这是小红果，我特地摘的，给你吃，可甜了。我也摘了，我也是摘给囡囡吃的。柳之夏身为哥哥，觉得自己得做出哥哥的样子，疼爱妹妹，也让着弟弟，于是点头说道：是我们一起摘的，有好多人抢，我跟知秋好不容易找到这些，都给囡囡吃。柳知秋这才满意了，虎头虎脑的咧嘴笑。哥哥，这一幕再次让家里的大人们失笑，一天的劳累疲惫在孩子们的笑脸中全然消解，日子便在这样的简单温馨中每日重复。
柳家大门前那个坐在家门口等亲人回家的粉雕玉琢奶娃娃，成了村子里的一道风景。经过柳家门口的村民们总是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来，把娃娃逗一逗，再欢笑着回家。柳玉生看着天际美丽的夕阳，火红的晚霞，嘴角有甜甜的笑意。南陵国杏花村，他的家。这里偏远且贫穷，没有高楼大厦，没有五彩霓虹，也没有纸醉金迷，却简单质朴，宁静美好，如同世外桃源一般。最幸运的是，这一世在这里，他终于遇到了真心爱他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只是柳家的小囡囡，爷奶的心肝肉，爹娘的手中宝。一会儿你爷他们就回来了，不用等。奶等，好，你呀，心里就只有爷爷，把奶奶都丢一边了。奶。刘老婆子顿时心里跟灌了糖浆似的甜，笑骂一句小人精，回厨房忙活去了。陆陆续续的，不断有村民踏着夕阳余晖往家赶，就连在外头疯玩的两小子都回来了，却始终没有看见另外几道熟悉的身影。这死老头子，天黑了还不知道回来。往路口的方向引颈望去，一道黄级的身影就这样闯进他们的眼帘，踉踉跄跄，脸上全是泪痕。顿时柳玉生心里便咯噔一下，刘老婆子则快步迎上去。秀兰，咋了这是？你爹他们呢？啊！娘，爹他从山上摔下来了。村里郎中说恐怕不行了，大林二林用牛车拉着去镇上，我回来拿银子。娘，你说啥？娘，大嫂，请把银子带上，爹还等着咱们，这个时候不能慌。对，秀兰呐，杜鹃，你们看好家，我去送。爷爷摔下山了，要不行了。去救爷爷！娘，我要去救爷爷！娘，去，求你！去，娘带你去。您再给看看，求您再看看，我老头子还有气呢，怎么就说没救了呀？老天爷呀！我给您磕头了，大夫，求您救救我爹。哎呀，老爷子磕破了脑袋，摔伤了五脏六腑，伤势太重了。老夫已经尽力，你们赶紧带着人回去吧。陈秀兰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柳玉生立即扑到刘老爷子身边，看着老爷子手里的东西，柳玉生隐忍了一路的眼泪顷刻决堤。野梨子，午后出门前，爷爷说回来会给他带好吃的野梨子，他是为了摘这个梨子才上山的，这个梨子差点要了他的命。柳玉生指尖金光微闪，飞快地拍在刘老爷子胸口几大要穴，小手食指塞进他的嘴里。爷，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救，能救！这，快把人抬进医馆！一定是有救了，一定是，真是奇了怪了，还没有奇迹发生不成？那个小娃是个福娃娃，他一来人就有救了。对，这事玄乎，要不是人有救，胡大夫能重新把人接收进去，那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奇了，怎么会这样？他的医术自己知道，此前给老汉诊断五脏六腑已经移位，且出现了破裂，脉象弱得几乎探不出来。现在再诊，脉象竟然变强了不说，内伤也好似正在愈合。最奇特的是，这种好转的现象还在持续上升。一个明明已经药石无医的重伤患者，转眼成了轻伤，他都要以为自己之前是误诊了。这怎么可能？胡大夫如何？我家老头子怎么样啊？现在老夫
倒是有几分把握了，病人能救回来。老夫再开几帖药，你们回去煎了给伤者服下，半个月后再来复诊。这是没事儿了，真的能救过来？老夫可从不说大话。可是那么重的伤能回去吗？要不大夫您看，让我家老头子留下来吧，等治好了我们再走行不？伤者现在的情况，回去休养比留在医馆更好。大夫，我们这儿总共只有18两银子，您看这剩下的能不能打个欠条？我们一定会还的。会还。好，18两就18两吧，剩下的老夫给你们免了。你们家这娃娃，老夫看着欢喜，就当结个善缘。谢谢大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柳玉生双手抱着野梨子，一个不起眼的野梨子，承载的是沉甸甸的爱。闭上眼睛，将意识沉入识海，眼前乍然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他的随身空间，黑土地1亩大小，种满了各类珍贵草药，都极为惊人。在黑土地的一端是一座2层小如楼，1楼放着他行医用的各类工具，2楼是储存仓库，放在里面的东西能永久保鲜。前世经常要飞世界各地医治各种疑难患者，以及参加一些学术交流峰会，他就把这个仓库当成了随身行李箱。至于医治过的病患送给他的庞大礼品，各种各样珍贵的金银玉翡、奇珍药材等等，他全都送给了家族，当作培养家族人才的资源，还把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整理成册，送给家族长老及子弟。结果喂的全是白眼狼。走出竹楼，就是一汪清澈的灵泉池，泉口的灵泉水潺潺往上冒，打出无数水气泡，浮到水面又轻轻爆裂开来。走近了，能闻到灵泉水独有的清香。这池灵泉水是柳玉生年少扬名国际的功臣之一，在这杏花村里，只要有真心疼爱他的亲人，他愿意平平淡淡度过这一生。收回沉入空间的意识，柳玉生含笑入梦。一大早，一个小身板蹭蹭蹭地冲进东厢房。哎呦，奶奶的乖囡囡，是不是想奶奶了？想。囡囡，你在这里陪着爷爷，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乖乖的啊。小眼巴巴的目送刘老婆子出了房门，小手食指塞进还在昏睡的刘老爷子嘴里，灵泉一滴一滴慢慢的汇入。点个订阅吧。奶奶不要梨子，奶奶要爷爷。好，囡囡要爷爷，爷爷一直陪着我的宝贝囡囡啊。娘，这里有我看着就行，您去照顾爹吧，我担心囡囡闹他爷爷。不用，老头子醒了，一老一小腻歪着呢。囡囡，爹爹要下地去了，你在家乖乖的啊。囡囡，这是给爹带上的。爹带喝。好，爹带到地头上去，渴了就喝。囡囡给爹拿的水肯定特别甜。说一起喝。柳二林心里那一丢丢失落立马被治愈。午饭时间，一家人准备就座，柳大林、柳二林也掐着点回来了。我家囡囡装的水就是好喝，爹干了一上午活，喝几口水下去竟然一点不觉得累。可不是，平时在地里忙活一上午，回来恨不得马上躺一下，今儿可奇了，好像浑身力气还没使完一样。柳玉生只在一旁抿嘴笑。水袋里的水他加了灵泉，消疲解乏的同时还能滋养身体，恢复元气。还有家里的水缸，装水的时候他也加了灵泉进去。只愿以己所能，护一家安好。
与往常不一样的是，饭后菜盘子里连汤汁都不剩。刘老哥，你这是大好了？村长柳富贵为人看来沉稳中透着精明，难道消息是错误的？刘老爷子根本没受重伤。哈哈哈哈哈！大好了，大好了！这次的确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要不是我家小囡囡，人估计真没了。嘿，胡说八道什么呢？不吉利！刘老爷子顿时就来了精神，是把自己乖孙女说成了天上下凡的福娃娃。爷，你这就有点坑娃了呀！村长，出事了，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村里人跟下坡村打起来了。是牛子。刘老哥，你好好休养，我去看看。快去，可别让他们闹出大事来。你说这下坡村的也太野蛮了，眼看再有1个月庄稼就能收成，这时候断了水，这是要庄稼人的命呐！咱家地头就在清河边上，老大老二刚去上工，我担心他们也掺和进去。村长已经过去了，事情怎么样，最后总会有个说法。再说老大老二这么大人了，做事有分寸，你要实在担心，我去看。去上工的2兄弟就回来了。怎么样啊？那些龟孙子死活不肯开道放水，现在我们下游的庄稼供水全停了，村长跑过去也不顶事儿，人家下坡村村长连个面都不露。说什么混话呢？村长那边已经在想办法了，实在不行就闹到衙门去。清河是几个村子共用的，现在下坡人不讲理，想绝了大家的活路，到了衙门就是他们理亏，肯定能解决。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哭声是杜鹃，糟了，肯定是2林那家伙惹事了。囡囡，你乖乖在房里待着，娘去看看。柳玉生看看窗外，二婶杜鹃瘫坐在地上，哭声凄厉，而躺在地上的人是他二叔。杜鹃，你先别哭，大夫一会儿就来了。先把人抬床上去，收拾干净。爷，囡囡，怕不怕？不怕，我有福给二叔。假装从水缸里舀了点水，然后悄悄往杯中注入了灵泉。爹，喂，二叔。楠楠，别闹，先到旁边去，乖。喂，囡囡有福。亲眼看着爹把竹杯里的水喂下去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有灵泉，二叔头上的伤口很快就能止血好转。哎呦，前儿老子刚刚鬼门关走一回，今儿马上就轮到儿子重伤不醒。你们说，柳婆子家别是今年犯了太岁吧？什么犯太岁？这2天村子里议论的，你们还不知道？都说他们家那个小囡囡是灾星降世。想想可还真是，当初他们家囡囡出生那会儿，不是说1个月了眼睛都睁不开吗？把一家子急得上火，扒了银子准备带他去医馆的时候，又突然好了。这玩意儿现在才多大？2岁，他们家又是老子又是儿子的接连出事儿，还有咱村子10几年没遇上过旱情了，哼，现在呀，全都赶齐活了。我的天，照这么说来，还真的是灾星啊！要是他继续待在村子里，以后不定村子还会出什么大事呢。突然哗啦一声，一盆红色污水朝着几人兜头泼下。哎呦，刘老婆子，你是不是疯了？把洪水往我们身上泼！哼，灾星！站在我柳家地头抹黑我家囡囡，他没吃你们家米，没花你们家银子。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嘴巴碎，到处胡咧咧，老娘直接拿刀砍上你们家门！滚！喂，醒了，刘老二醒了。我说谷大夫啊，到底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头还有点疼。下坡村的王八羔子出手太快，回头让老子逮着他，非给他也开了瓢不可。你给我闭嘴！打架还打出能耐来了你？有本事啊，你还躺在这里啊？诊脉平稳，气血充足，没什么大事。谷大夫，您没诊错。柳二头上那么大个血口子，您来之前他还昏迷着呢。我医术虽说不高，也没下错过诊断。若是觉得我的诊断不可信，你们也可以去找别的大夫再诊一次。不，谷大夫说笑了，我们不是不信您，
就是太惊讶了。能不惊讶吗？真的是不敢置信呐！我来之前可曾给他喂过什么药？药没有喂过，不过之前柳二喝了一杯水，还是他家小囡囡倒的水，总不能那是灵水吧？什么灵水呀？镇上大夫说小囡囡有后福，能惠泽家人。奶奶摸鱼。好，二叔肯定带囡囡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奶奶也去。哎，不行不行，地里头干活又脏又累，爹爹到时候顾不上看着你。囡囡听话，再过会儿太阳就出来了，可晒了，小脸蛋会晒黑的。乖囡囡，在家里陪奶奶。奶奶想去。奶奶，爹爹，娘，我去。奶奶有福，张家好。囡囡，爷爷带你去。爹，大哥，我也去。你们都看着点囡囡，玩一会儿就回来。大林啊，你盯着点你爹跟老二，别让他们带着囡囡玩疯了啊！我说你这老婆子，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叫孩子看着我？看着，也乖。清晨的阳光洒在田地上，驱散晨曦薄雾，空气中全是混合了泥土与草香的清新气息。偶有晨风拂过，送来一片清凉。乡间田野云卷云舒，这样的环境能轻易洗去人心的尘嚣浮华。到了自家田地，柳玉生乖乖地在那儿坐着，暗自打量环境。杏花村的田地里种植的是水稻，一粒粒未成熟的稻谷坠在青青黄黄的稻杆上，将稻杆压得频频弯腰。整条清河几乎已经快要见底，水源又细又缓，而距离丰收至少还有1个月。柳玉生趁着人不注意，悄悄走到了水渠口，把小手没入浅浅的水沟里。灵泉从指尖流出，混入水中，顺着水流的方向流入周边稻田。灵泉有催生植物和缩短生长周期的功效，而被水稀释过的浓度呈现出来的效果不会太过逆天，不至于吓坏人。这么好看，正好点个订阅吧。刘老爷子发了会儿愁，发现身边宝贝孙女不见了，惊得差点仰头栽到后面水渠里。等看到小孙女在水渠口玩水，才松了口气。囡囡，不要玩水，衣裳湿了容易着凉。玩。7日之后，天气依旧炎热，清河的河水已经见了底。不等了，明天就开始抢收。等等，爹，你看，能收了，现在就能收了，而且看情形还是丰收啊！没糟蹋，老天有眼呐！脚程快的人回村里吆喝一声，让大家赶紧收割，免得继续放田里晒成别果。清河另一边是下坡村的田地，这出奇的景象让人不可思议。去打听打听，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稻子提前成熟？村长，我找他们村子里人打听了，他们田地确实丰收，但是具体怎么回事没人知道。不过他们那边私底下现在流传着一个很荒谬的说法。什么？听说之前他们的情况也很糟糕，所有人都做了欠收的准备。他们村一个娃娃去了田地里玩，从那之后，田里的稻子长势就开始很奇怪，明明供水不足，却长势极好。他们说那个小娃娃是福娃娃。荒唐，一派胡言。他们说的是不是柳大家那个小囡囡啊？你认识他们家？听说过，之前这镇上有听过几句关于他们家的传言，很是玄乎啊。一担担金黄的稻谷挑回家里，堆满院子，看着家人洋溢的笑脸，他便极高兴。今年的粮食比往年多收了近1成，交了赋税，剩下的也足够我们吃上1年了。看着小山堆般的粮食，刘老爷子笑容满面。爹，就这么高兴，打壶酒呗。喝什么酒啊？你跟你爹什么情况？身子骨没好全呢，就惦记喝酒了，不准喝。得，老佛爷发话，没戏了。酒就别想了，农忙结束了能闲一段时间。我记得杏花岭后山山坳有一片野葡萄林，现在应该成熟了，明儿跟我去摘一些回来。
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摘葡萄，爹，明儿我也跟你去。我也要去。一个两个贪吃鬼，行，明儿一起去。要去就早点，去晚了得被人摘光了。去吧，你们都去，多摘点回来。我们家囡囡呐，还没吃过野葡萄吧？娘，家里谷子还得晾晒，我就不跟着他们去了，留家里帮你晒谷子。我也留家里帮忙摘葡萄，让他们爷儿几个去就行。那你不许去，搁家里休息。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的还不消停，你当你还年轻呢？这老婆子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留啊。柳玉生虽然没有说话，小脑子却转得飞快。葡萄林后山山坳，或许他可以做点什么。爹，囡囡也去。哎呦，囡囡，咱别去，林子里好多小虫子会咬人的，乖乖待家里，等你爹爹把葡萄摘回来给你吃，乖啊！不去那怎么行？他还有事儿要做呢。囡囡呐，山路不好走，这太阳还晒人呢，就搁家里等。奶奶想去。去，奶奶跟你一起去。绕到后山便是山坳，一大片葡萄藤攀附灌木生长，缀在绿叶间，紫黑色的野葡萄半隐半现，空气中盈满果香。幸亏来得早，没人。看样子我们是第一批过来的，都赶紧摘。我估摸着再过会儿就得有人来抢了。刘二林边说边冲进葡萄林里，动作飞快，一串串紧密漂亮的葡萄扔进背篓。哎呀，好甜，有颗大的给囡囡尝尝。等，这葡萄没洗呢。囡囡等会儿啊，哥哥给你剥了皮再吃。你们照顾妹妹，爹跟二叔去摘葡萄。囡囡有我看着呢，你们都去玩，难得出来这一趟。囡囡，走，奶奶带你也去摘。今儿让我们囡囡玩高兴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哟，连小囡囡都来了。是啊，娃爱玩，这不带他来凑凑热闹。嗨，这小娃哪有不爱玩的呀？不过在这林子里可得小心些，这些灌木上不少带刺的，别刺着了。哎，看着呢，就是放心不下。这不，我才跟着一块儿来。趁着刘老婆子跟村民们说闲话分心，柳玉生拖着自己的小菜篮子转到一棵大树的后面。有大树遮挡，加之他人小，周围的灌木丛又高，完全掩住了他的身形。确定没被人发现之后，从空间里取出一把小药铲，是他平日整理空间药田用的。在大树根部飞快地挥舞着药铲，制造出一个小坑模样，然后在空间药田里筛选了一遍，选了一朵灵芝拿出来。这就是他今天要出门做的事儿。爷爷那一摔把家里的家底儿掏空，两个哥哥上学堂的事情被耽搁下来不说，家里连点备用的余钱都没有了。他有好几次听到爷爷奶奶还有爹娘在背地里叹气，他心疼。现在拿出来的这朵灵芝有50年左右，估摸着能卖出20-30两银子，能解燃眉之急，也能让家人安心，就足够了。囡囡，哎呦，我家囡囡不见了，快，都帮着找找。囡囡，怎么跑大树后面去了？这山里危险，得跟紧奶奶，知道不？可急死奶奶了。柳玉生点头，把灵芝举到刘老婆子一行人的面前。奶，大蘑菇，漂亮。这是灵芝，是灵芝呀，大哥，这是灵芝，我在医馆里见过，可值钱了。周围听到动静的村民一听灵芝，也顾不上摘葡萄了，全凑了过来。哟，还真是啊，真的是灵芝，没错。怎么这地儿居然会有灵芝？小囡囡，你在哪儿摘的？以前可从没人发现过。真是走运，这下可发大财了。囡囡，这东西你在哪里找到的？
那里就一朵，漂亮，给奶奶。哎，好，我就说我们囡囡最爱奶奶了。最爱。而听到柳玉生答案的村民们已经一股脑钻到了大树后面，到处搜找，希望能再找出朵灵芝来。那是很高级的药材，卖到药铺能换大价钱，足够寻常人家好几年的开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真是灵芝？当然是真的，我们囡囡摘的。囡囡，这朵灵芝是你摘回来的，爷爷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把它卖了换成银子，送2个哥哥上学，好不好啊？卖哥哥上学。好，我们家囡囡最是懂事了。爹，那我们明早就去镇里，正好您明天也要去复诊了，把灵芝带上，顺便卖出去。行，就这么定。到达镇上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来。老爷子精神不错，看来这段时间恢复得很好。托胡大夫的福，这段日子是恢复得不错。对了，胡大夫，昨日家里人上山采摘到一味药材，您看看您这里收不收啊？灵芝，这灵芝品相极好，若是100年灵芝能卖上几百两，但是你们这朵年份只在50年左右，价格就会低很多。我给你们40两，这个价格绝对童叟无欺，你们意下如何？40两。柳大林跟刘老爷子又是一阵激动，这个价格已经大大超过他们的预估了。行，卖了。爷，买，热吃。好，囡囡想吃，买。老爷子心情好，不止买了猪肉、酒、糖果、做衣服的布料，还给俩小子买了笔墨纸砚，全是小囡囡指着要买的。银子花了3两多。爷，看。哎呦，这是咋了？大林，快停下，过去看看。大树底下倒着一个妇人，妇人身边跪坐着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娃，将妇人的头吃力地半抱在怀里，惊慌又无助。点个订阅吧。听到动静，男娃豁然抬起头来，被凌乱发丝遮盖的眼睛透过缝隙朝几人看过来，眼光凶狠警惕，又隐隐流露着不安，像是身陷绝境的小兽。看到几人穿着打扮，那份凶狠才敛了下去，只是警惕跟不安仍在。娃子，这是怎么了？男娃瞪着几人不说话。走得近了，柳玉生也更看清楚了2人的情况。瞧着他们身上穿的布料，虽不是极好，却也不差，但是浑身脏污，头发蓬乱，脸上也沾着尘土。而倒在地上的妇人此时脸色很白，嘴唇干裂，闭着眼睛，应该是昏过去了。这怕是给晒晕了吧？爹，水。家里的水他都加了灵泉，喝下去能够缓解症状，对着妇人的嘴灌了下去。哥哥，喝。男娃深深看了眼那张笑脸，柳玉生掏出了几粒糖递给他。给。小小的嫩白的手心在黄褐色糖纸的映衬下极是好看。他拿起糖块的时候，指尖不经意划过女娃掌心，感触到温热绵软，让他指尖发烫。大妹子醒了，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妇人有双很好看的眼睛，扫过几个人，似很快明白了当前处境。我好多了，谢谢。不用谢，举手之劳。这天气太热，赶紧回家去吧。你家住哪儿？要不我们送你们一程？多谢老爷子好意，我们家就在附近，自己走回去就行。不知老爷子家在何处？救命之恩，日后小夫人定当上门答谢。嗨，乡里乡邻，帮个忙多大个事儿。我们住在杏花村，大妹子有时间可以来串串门，谢字儿就别提了啊。秀儿，让你担心了。等我们找到落脚的地方，以后就不用再颠沛流离。连日奔波加上酷暑燥热，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已经吃不消，撑不住昏迷的时候，他很害怕自己不会再醒过来。他一个大人尚且觉得辛苦，
修儿这般年纪一定更加难受，该找个地方安定下来了。离了这么远，那些人不会再追来了吧？走吧，杏花村。稚嫩嗓音吐出3个字儿，很轻。修儿，杏花村，我们不能跟任何人有牵扯，否则很可能会连累别人。修儿，记住你的身份，你跟他们是不同的。唉，走吧，杏花村。柳玉生弯着眉眼品着葡萄的酸甜，视线不经意扫过酒壶，一个想法又冒了出来：酿果酒。前世行医，手里掌管着家族的药业集团，旗下就有药酒及养生果酒这一项，他全程参与制作，酿制方法还牢牢记在脑海。趁家人不注意，小手抓过葡萄，一颗颗捏破了，直接扔进酒壶里。这种酿制方法简单粗暴，与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哎呦，我的酒哎！楠楠，你把爷爷的酒给糟蹋了。奶奶要玩。楠楠，这是酒，很贵的。你想玩，爷爷给你找别的东西玩，好不好？行了行了，整天惦记你那点酒，反正里面已经扔了葡萄，就让楠楠玩吧。楠楠，酒壶有什么好玩的？你扔葡萄进去，酒很快就会变坏了。是啊，楠楠，你要是想玩，哥哥带你到外面玩去。这酒壶拿去给奶奶洗干净，以后还能装东西。不。在密封酒壶的时候，悄悄滴入了几滴灵泉，然后把酒壶藏到了床底下。藏这里，不能说秘密。知道了，秘密我们肯定不说。转眼柳玉生过了3岁生辰，而他也有了正式的名字。生辰那天，爷爷去庙里求来的柳玉生，跟前世一样。楠楠，哥哥回来喽！哥哥回来喽！哥哥，楠楠，哥哥一会儿带你去沾知了，今天一天闷坏了吧？好，我去拿竹竿，你带上一壶水，待会儿楠楠会口渴。又要带妹妹去玩啊！你们看着点楠楠，别让她摔着。知道了，奶奶。知道了，奶奶。奶奶，我玩一会儿就回来陪你哦。待会儿大家就在罗浮山外围附近玩，别往里跑，山里危险，都记住了。记住了。楠楠，你人最小，到时候不要乱跑，跟在我们后面哦。我家楠楠有我们看着呢，你们别瞎闹她，不然揍你们。怎么叫瞎闹呢？楠楠也是我们妹妹。滚边去！想要妹妹叫你爹娘再生一个，别抢我家的。罗浮山位于杏花村村口，与杏花村隔着清河相望。到了，知秋，我们俩一组，待会儿我爬树，你看好楠楠，树林那头别去，小心小疯子跑出来打人。哥哥，什么小疯子？你没见过，是那边山脚小木屋里住的人。以前大宝他们来玩遇见过几次，那小疯子会拿石头砸人。楠楠，可别往那边去，知不知道？柳玉生点头，想来应该是村子里人说的入住小木屋的那对母子。好了，都分散点，2人1棵树，最后谁粘的最少就算输，给赢的人挖3天红薯。很快，柳之下这边就有了收获。楠楠，拿去玩。谢谢哥哥，谢谢你们参与我的童年。夕阳西沉，树林落下一片紫金余晖，村里人家升起了袅袅炊烟。集合，得回去了。大宝跟狗娃呢？他们之前好像往那个方向撵过去了。喂，小疯子，谁让你来这里的？快滚开！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不走，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点个订阅吧。你带楠楠待在这儿，我去看看。哥哥，我们也去看看好不好？不行，那疯子会打人。大哥就是担心这个，才让我带你待在这里的。楠楠乖，不能过去。哥哥，去嘛去嘛，我担心大哥呀，我就看一眼。哥哥，你又不是我们村子的人，这地方是我们杏花村的，你不准来这儿。哼，小疯子，听到没有？快走！哥哥，楠楠，柳知秋，你怎么看楠楠的？快把楠楠带回去。楠楠，你跟哥。楠楠，跟你2哥先回去，大哥一会儿就回来。快去。对，楠楠你别过来，这疯子很凶的，还会砸人。楠楠后退，
小心别被他伤着了。娜娜，不打人好吗？他不是小疯子。娜娜，他不是小疯子，可他会打人。要是有人很凶的骂我赶我，我也会生气打人呀。娜娜，你帮他，不帮我。行了，大宝，几岁了还跟我妹别扭？我平时可疼楠楠了，楠楠才刚见那小疯子就帮着他，还不许我别扭了。大宝哥哥，楠楠可喜欢你了。大宝哥哥对楠楠好，对村子里别的小伙伴也好，大家都喜欢大宝哥哥，因为你会照顾大家，心肠好，还讲义气。真的？我真的那么好？当然是真的啦，所以这么好的大宝哥哥，还有大家都不要排斥他好不好？他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大呢，也是个小娃娃，被人排斥驱赶是个难受的。那他得保证不能再打人。你叫什么名字呀？阿修。还以为这家伙是哑巴呢，他居然会说话，楠楠太厉害了。以后不打人好不好？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修，你今年多大了？平时你一个人在林子里都干什么呀？你会爬树吗？改天我们去掏鸟窝，叫上你呀。阿修话很少，大多以1-2个字作为回答，更多时候是沉默。修儿，婶婶好。这就是阿修的娘亲吧？肌肤白皙，且她身上还有一股寻常妇人没有的气质，很优雅。小娃娃，是你呀？你不记得我们了？去年我在路边晕倒了，便是你跟家里人赶着牛车经过，给了我水喝，救了我一命呢。去年路边是那对母子啊，没想到住进小木屋的人竟然是他们。我记得了，那时候我还给了阿修哥哥几颗糖呢。3颗糖。原来他也记得呢，所以刚才他才不排斥他的接近吗？娜娜得回家了，再晚奶奶就要找来了。呀，那我们赶紧回去，不然奶奶要担心了。阿修哥哥，我叫柳玉生，你可以叫我娜娜，下次我再来找你玩。哎，哥，娜娜，你们等等我。修儿，你记得他？阿修没有回答，只是转头提起了地上的菜篮子。娘，回去吧。你又出来挖药草了。娘说过，这些事情娘来做就行。你还小，不用总操心那么多。奶奶！哎呦，慢点，小心别摔着了。鬼丫头，又跟哥哥们玩疯了。是谁说一会儿就回来陪奶奶的？奶奶，我早就想回来陪你了，是哥哥们玩疯了，忘记时间，回头打他们屁股。后头哥俩很是无奈，他们简直就是囡囡专属的背锅侠呀。你这鬼精灵哟！今年的庄稼长势还不错，我估摸着能有个好收成。而且我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种的庄稼，我们家的就是长得比别人家的好。村子里都在传，是因为咱家做了个福娃娃。这村子里呀，还有人说把囡囡抱到他们家住上一段，让他们也沾沾福气，气得我拎着扫帚赶人呢。哼！爹娘，现在地里的活不多，我跟二林想着早上下地干活，下午就去镇上找找看有没有短工。行，地里也就是看看水、除除草的活计，到收割还有2-3个月，我跟你们一起去。爹，您就别去了，您这一把年纪的，咋看不起你老子呀？我现在揍你们俩都不带喘气儿的。柳玉生在旁边眼珠子转了转，悄咪咪地溜去房间，拱着小屁股往床底钻，把他那去年藏在这里的酒坛子给拿了出来。他的灵泉葡萄酒是时候该上场了。有了这个，爹跟二叔脑子稍微灵活一些，就用不着去镇上干辛苦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柳玉生将酒坛子解封，
一阵浓郁的果酒香气立即弥漫开来。什么味儿？这么香啊！有葡萄的香味儿。什么东西啊？围桌而坐，一家人扭头四处张望寻找。爷爷，是这个。哟，酒坛子！楠楠，你哪儿来的这东西？这个酒坛，楠楠，你不是说这是秘密吗？怎么拿出来了？爷爷，这就是去年楠楠藏起来的那酒坛子。哎呦，1年前的，藏了这么久，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么香，还馋人。你这老头子就是馋酒了。楠楠，酒坛子给奶奶，奶奶拿去洗干净，都放了1年了，里面的东西呀，它早就坏喽。哎，别，让我看看，这味道怎么闻都不像是坏的。大李，取个干净的碗来。青花瓷碗，酒液缓缓倒出，流入碗内，澄澈透明，赏心悦目，空气中酒香更加浓郁。哎呦，我说你这老头子，有酒味儿你就喝呀，万一出个啥事儿，你……好酒，香气浓郁，口感醇和带甘，余味绵长，好喝。来，爹，给我尝一口啊！爹，给我尝一口。奶奶，不担心，楠楠偷偷喝过哦，肚子不会痛。见不得奶奶担心着急，柳玉生小小撒了个谎。楠楠，你怎么能偷偷乱喝东西？以后不许再这样，听到没有？奶奶，楠楠以后不这样了。哎，我说你这老婆子大惊小怪，这个其实就是果酒，就跟那大户人家煮的青梅酒一样的，你还没我们楠楠有见识呢。就会说我，你就有见识了。我当然有见识了，以前去大户人家做短工，我就有幸喝过一次青梅酒，不过跟楠楠弄的这个比起来，味道差远了。没想到楠楠随手玩能弄出这么好的东西来，就是在咱整个南陵都是独一份。哎，老婆子，你也来尝一口试试，这个口感比较甜，你应该能喝。真那么好喝？刘老婆子半信半疑，你尝尝就知道了。哎呦，还别说，味道真的不错，没有米酒那么苦，带着甜味，还有葡萄的果味。嘿，你还挺会品，喝完了人也舒服轻松，这个真是好酒啊。可惜没多少了，干脆给他喝光，免得心里老惦记着。喝吧，回头等野葡萄熟了，咱们再摘些回来酿。柳玉生第一个点头。还酿，卖钱会有人买，爷爷和爹爹还有二叔就不用去辛苦打工啦。小小娃儿浑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这酿来自家人解解馋就行了，拿去卖，没人会买吧？老爷子也有些懵，喝着酒呢，怎么就一下说到卖钱上去了？能卖吗？楠楠，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弄出的这坛子酒吗？爹，奶奶记得，有葡萄，奶奶还能弄出来，我可聪明啦。有些幼稚的话语让人发笑，被镇住的气氛缓和这么好不少。看，点个订阅吧。你当真记得这酒是怎么酿的？奶奶真的记得。柳玉生有点哀伤，要是年纪能再大一些就好了，说话更有说服力。不信，等葡萄熟了，我再酿给爷爷喝。好，那咱们就酿葡萄果酒，葡萄是现成的，就算是到时候亏，也就亏点酒钱跟功夫，就当给楠楠玩了。行吧，家里现在还剩有30两银子，买酒钱亏得起，酿。事情算是定下来了，柳玉生松了口气，年纪太小，真怕家人以为他胡闹，把他的想法给毙了。我想着既然要酿来做买卖，分量肯定不能太少了，酒坛子需要的就多，干脆直接上李大家找他定制一批，他家那个瓷窑现在也不景气，一个村子的找他定能便宜点，他也能赚点，互相帮帮。行，就去他那里定吧，平时啊咱也没少借用他家牛车。拿了钱，刘老爷子把小楠楠架在脖子上，爷孙俩就出了门。到得李家时，李大跟媳妇儿杨氏正蹲在院子里，看着堆满院子的瓷器叹气。李大在家呢。叔公、叔婆。哟，
刘老哥怎么过来了啊？带着小楠楠呢？是不是要用牛车？我给你拉去。刘老哥，难得带小楠楠来我家，先进屋坐会儿吧。不做了，不做了，都别忙活，我过来是跟你们订酒坛子的，想着你们家烧瓷器，顺便给我也烧上一批。一个村子离得近，我省事儿。你要买酒坛子，烧一批？对，订一百字还没说出口，被头顶一个脆生生的声音给抢了先。1000个！要不是顾及自家乖孙女还在脖子上，刘老爷子差点没一个踉跄。1000个，100个他都担心卖不完。孙女到底随了谁呀？心怎么这么大？他知道1000个是多少吗？李大当时愣了一下，只当是小王开玩笑。刘老哥，你要订多少？我都帮你做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就1000个，另外再要5个半人高的大缸。成，1000个酒坛子加5个大缸，10天我给你烧出来。有什么要求你说说，我一并记下。酒坛子就按半斤装的那种大小，其他没有什么要求。你的手艺我信得过。行，走了。叔公叔婆，不要风摇，以后一定会好的。好，咱楠楠有福，以后一定会好的。杨氏乐呵，看着冲自己挥手的小奶娃，越看越喜欢。怪不得刘老哥一家子把楠楠疼得跟眼珠子似的，这孩子暖心。出了门，刘老爷子前一刻的雄心壮志一下子不见了。楠楠啊，咱酿的酒一定能卖出去，对不对？肯定能。1000个不多，对不对？不多，1000个都不够卖。楠楠说的对，这么好的酒1000个肯定都不够卖的。你爷爷我眼光长远，未雨绸缪，一次定下1000个，到时候也不会因为准备不足手忙脚乱的。爷爷最棒了。愣那儿做什么？干活去呀！订了那么多坛子，不更得卯足劲儿去做好啊？不管最后行不行，你们爷仨有手脚有力气的，难道还能让家里的女人孩子饿死？多大点事儿啊！刘老爷子提着的心头却真正放了下来。奶奶，你忙完了，带楠楠去罗浮山脚好不好？罗浮山脚？楠楠去那里做什么？我想去小木屋探望阿修哥哥和漂亮婶婶，他们就是爷爷跟爹爹去年在路边救过的人哦。柳玉生开启忽悠模式。我前几天跟阿修哥哥约好去找他玩，奶奶教导楠楠说过的话要做到才是好孩子，楠楠不能食言。好，一会儿奶奶忙完了带你去。谢谢奶奶。罗浮山小木屋坐落在山脚深处，茂密树林中间。婶婶，阿修哥哥，娜娜来了。这小丫头啊，一大早说要过来看你们，农家人没什么好东西，我带点菜过来，大妹子别嫌弃。这大娘，谢谢。嗨，都是自家种的，谢什么呀？婶婶，阿修哥哥，这是我奶奶。大娘，您进来坐。修儿，你跟娜娜玩。去吧去吧。阿修哥哥，这几天我家里有些忙，我就没有出来，对不起，你不要生娜娜气好吗？没有生气，只是很难过。真的？那你带我玩。好。他反应得很快。你想玩什么？你平时都玩什么呀？我每天练功练字，帮我娘采药。哇，阿修哥哥你会功夫，还认字，还会采药材，你好厉害呀。我都会。是不是那种打架很厉害的功夫，咻的一下就能飞上房顶？你也上学堂了吗？是不是能写好多好多字？你认识草药是跟婶婶学的吗？娜娜也想学，阿修哥哥，你教娜娜好不好？
叽叽喳喳的声音散落在他周围，像林中晨起歌唱的百灵。生生，你想学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阿修哥哥，我小名叫娜娜，你可以叫我娜娜哦。生生，他叫他生生，不想与任何人相同。这是罗膜，可以止血，消肿解毒。这是苍耳子，能发散风寒。大妹子，你外面晒的那些都是药材，你懂医术。我闺名婉容，大娘唤我名字即可。因家学渊源，我略懂些岐黄之术。行，以后我就叫你婉容。阿修把柳玉生带到他平常练字用的沙地前，写下了他跟他的名字柳玉生修。阿修哥哥，你的字真好看，我教你，以后生生也能写得很好看。好，生生喜欢玩什么，我都可以带你玩。那阿修哥哥今天带我晒草药，明天我们就去拈知了，后天去掏鸟窝。你今天都来吗？当然天天来呀，我要跟阿修哥哥识字认草药呢。奶奶，阿修哥哥好厉害，会认字，还会认药材。奶奶，以后我想来跟阿修哥哥认字，好不好？我还想跟婶婶学识草药。想认字啊，可以跟你俩哥哥学，不要每天来打扰你婶婶跟阿修哥哥。大娘，不打扰，你让娜娜来吧，她跟修儿一起还能做个伴儿。奶奶，三字经、千字文、孟子、论语、诗经、中庸我都学过了，我能教生生。奶奶，你就让奶奶学嘛，奶奶也想变得很厉害。行，咱学。奶奶最好啦，奶奶最爱奶奶啦。修儿，你想跟娜娜玩，言行举止需要更加小心。刚才你不该说你会那些，太过引人注目了。娘，他打断他，小脸倔强。我不怕他们，便是被发现了，他们也不敢杀我。我死了，他们什么都得不到。修儿，他们不敢杀你，可是他们会折磨你，让你活着比死了更难受。若是只为活命，他何必带着他远远逃到这里来？娜娜想学识字儿，想，那就学。识字儿是好事儿，咱不学其他人，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娃也该有见识，这样才能更加明辨是非，通晓事理。咱家囡囡呐，心大着呢，不只要学识字，还说要跟着婉容学习辨认草药。才多大点人呐，想法就恁多。小娃想法多怎么了？会想说明咱家囡囡聪明。你看看村子里那些女娃，有我们囡囡精灵的？不懂想，不懂上进，一辈子也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咱囡囡以后要是也这么辛苦，你舍得？反正我老头子是舍不得。你看你，我就两句玩笑话，你还来脾气了？我能不心疼咱囡囡？囡囡，既然你决定了要学东西，那咱可就说好了，要坚持到底，不能新鲜劲儿过了就不学了，做得到吗？啊，囡囡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婉容啊，我把囡囡送过来了，给你又带了一篮子菜过来，尽管吃。大娘，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你们家的菜很好吃。真的好吃，比曾经吃过的山珍海味更让人回味。囡囡，那奶奶先回去了，晚点再来接你。奶奶再见。生生，我每天教你认10个字，待会儿带你去山上玩好不好？10个字太少了。每天50个字。一下认太多，可会记不过来。阿修哥哥，我都记得，不信我写给你看。小看他。这个时代的字跟现代差不多，只是化简为繁。要不是怕太惊悚，他能一天学完一本三字经。生生好聪明，那就每天学50个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习相远。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的画面如岁月静好，让人留恋。小红果。生生，
这是蛇莓，你想吃吗？我去给你摘。想吃，谢谢阿修哥哥。那你乖乖在这里等着，别乱动。蛇莓藤有刺，小心刺到你。阿修哥哥也小心。好吃吗？好吃。阿修哥哥你也吃。生生，以后我送你更多更好的东西。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柳玉生再去小木屋的时候，随行是呼啦啦一群人。阿修仍然在大石头旁边等着他，远远便张开双手，等着他朝他跑来。阿修哥哥！柳玉生刚迈开小短腿，后领子就被人拽住了，然后景色一变，被老爹架上了脖子。凌乱发丝后面，阿修眼睛顷刻间冷了下来。阿修哥哥，我爹爹跟二叔说过来帮着修一下小木屋的院墙，奶奶跟我娘也来帮忙。等他们忙开了，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我没有带别人去过的哟，你是第一个。楠楠，你还小呢，可不能什么地方都疯跑啊，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呀？还有，你是女娃，以后跟玩伴一起玩不能随便抱抱，知不知道啊？你就是阿修啊，我记得你，我是楠楠爹爹，你叫我叔就行。爹，咱能不能不作死？好在还有个明理的奶奶。俩娃还小呢，说这些干啥？哪个娃小时候不喜欢到处玩啊？哼，你比阿修还小的时候都开始上树打鸟了。对，楠楠喜欢跟阿修哥哥玩，楠楠最喜欢阿修哥哥啦。一行人来到小木屋。婉容啊，我带儿子媳妇过来帮你修整修整屋子，尤其是屋顶，不翻修好了，等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大雨，这里面下小雨，哪能住人呐？大娘，看着笑容质朴的几人，谢谢。你呀，就是太见外，赶紧把药材晒晒，咱一道去山上割些茅草回来铺房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阿修哥哥，走，我带你去玩。去河边，正好他也没去过。清河就横在杏花岭跟罗浮山中间，山清水秀，河畔两边垂柳依依，野花野草郁葱。阿修哥哥，快过来这里，河水好凉。生生，你小心些，别掉下去。才不会，阿修哥哥，你帮我折些柳枝。阿修脚下轻点，蹭蹭蹭几下就窜上了柳树，将他要的柳枝折了下来。利落的动作看得柳玉生目瞪口呆。这就是武功。一对比，哥哥们猴子爬树的招式简直就没办法入眼。生生要柳枝做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啦。遮阴帽，嘿嘿。缀着花朵的遮阴帽，阿修把帽子取下，戴到小娃头上。生生戴着好看。粉雕玉琢的娃灿烂笑脸，扣着鲜花帽，真像个漂亮的小仙子。哎，快看，这不是杏花村的福娃娃吗？好像真是他哎，我以前见过他一次。好可爱，比村长家的小香儿还可爱呢。都说谁跟他好就能沾到福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躲什么呀？我们又不欺负人。你是杏花村的福娃娃吧？你们在玩什么？一起玩呀！生生，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喂，别走啊，一起玩嘛。飞快回头，只来得及看到那个小童倒飞出去的身影。阿修哥哥，我们去摘葡萄，婶婶也一起去。摘了葡萄可以卖给我们家哦，比挖一天草要划算。走，去摘葡萄，跟着大家一道乐呵乐呵。你整天独来独往的，多跟村里人走动走动，有什么事儿大家都能搭把手。大娘，阿修娘想拒绝，面对刘老婆子的好意又说不出口。婶婶，阿修哥哥，我家里准备酿葡萄果酒，以后拿去卖哟。葡萄果酒？阿修娘脸上闪过诧异。楠楠，你们家里会酿这个？我会，去年我酿过，爷爷奶奶还有爹娘、二叔二婶喝了都说很好喝，真的很好喝的。
等酿好了，我拿一坛子给婶婶，你也尝尝。葡萄果酒有价无市，那是宫中皇上才有幸喝到的东西。楠楠，如果真酿出来了，能不能先拿来给婶婶尝尝？或许到时候婶婶能给你点建议。真的好，等酿好了，楠楠先去拿给婶婶尝尝。柳玉生眼睛晶亮，他感觉得出婶婶绝对不是普通人。楠楠，摘葡萄。好啊，阿修哥哥，我们去那边。哎，婉柔，来我这里，我这边葡萄比较密，咱一起摘。这就是住小木屋里的妹子吧？叫婉柔，快快来跟我们一起摘葡萄，多摘一些，回头上秀兰家换钱去。难得在村子里都能赚些快钱，咱都加把劲儿，非得把他们家银子给掏光不可。你们尽管掏，等我家吃不上饭了，就上你们家蹭饭去。行，你来，还缺你一口饭怎的？这么多，合计下来得有2000多斤。天气热，放久就会坏，得紧着把这些全酿完。时间来得及吗？第一次做这些，一家人没有经验，面面相觑，干瞪眼。爷爷，别担心，能酿得完，就是要辛苦些。辛苦不怕，只要不亏本，咱就安心了。肯定不会亏。爷爷奶奶、爹娘，咱先得把葡萄清洗干净，然后晾干水，接下来就能酿了。不过家里大缸不够用。要大缸还不容易啊，我去村子里借几个水缸回来就行了。晾葡萄得用竹筛吧，这个我去接。行，先把这些葡萄给洗了，之后要怎么酿都听楠楠的。一家子正准备把葡萄挑到河边，村子里来人了，都是左邻右舍以及交好的村民。刘老哥、刘大，看你们家这葡萄堆得满院都是，要酿酒人手不够吧？咱们来帮忙。哎，这要什么尽管开口，咱庄稼人别的没有，这一把力气啊还够使唤呢。李大还把家里的牛车赶了过来。我猜着酿酒啊，这些葡萄得洗，我来帮着搬运，省你们功夫。就连阿修娘都带着阿修赶了过来。种地我不会，洗洗晒晒还是能帮上忙的。这回你们可别跟我客气，我家那院墙还是你们帮着垒上的，连顿饭都没请你们吃上。柳玉生站在爷爷奶奶身边，看着这些质朴憨厚的面孔，小脸笑容洋溢。点个订阅吧。奶奶，弄好没有？赶紧过来，葡萄缸子都准备好了，来酿酒了。楠楠，快点，就等你了。来啦来啦，阿修哥哥你也来。生生，你去酿酒，我娘在屋后菜地摘菜，我去帮帮她。楠楠，现在怎么做呀？一大家子挤在西厢房里，对着满屋子的大缸干瞪眼。爷奶，咱现在先把葡萄一粒粒摘下来，不要梗，然后娘跟二婶帮着把葡萄挤碎了放进缸里。爹、二叔，你们负责往缸里倒入盖过底部的酒。对，就这么多就行了。这些只是基本程序，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他的灵泉。趁着家人不注意的时候，每个缸里偷偷加入了灵泉。做完所有的步骤，一家人整整忙活了一天。饭后，趁着天还没黑透，阿修娘带着阿修告辞。婉容，你等等，我给你摘点菜，顺道带回去。早上用水烫烫就能吃了，当个早饭。好，我就不跟大娘客气了。今天我看了菜地里的菜，长得是真好，一大片呢。我就说了，我家菜地的菜又多又好，摘完了没多久，就又能长出一茬来。村子里吃过我家菜的人家，回头再吃自己种的，就都没滋味了。阿修哥哥，阿修哥哥，别忘了明儿下午哦。我记得呢。楠楠，明儿下午什么事儿啊？啊？不告诉奶奶。可不能说，要是奶奶知道他要去山上打鸟，明儿个就别想出门喽。这次酿了这么多斤葡萄，到时候酒坛子肯定不够，还得订一批回来。爷，再订3000个吧。全家吓一跳，要那么多？能酿出那么多酒来吗？能啊，去年爷爷那个酒坛子里就剩几口酒，后来酿出来不是倒出来差不多2小碗吗？
我才丢了半船葡萄进去呢。能这样算吗？真不会亏本儿？要不咱先定1000个？刘老爷子最见不得宝贝孙女沮丧，试探道：“2000个。”话从嘴里说出来，心都在滴血。好，2000个。不过爷爷，我们这次订酒坛，让叔公给在酒坛底下印个字吧。印字儿做什么？这是杏字，杏花村的杏，在酒坛子上印下这个字，就像是一个标志，人家以后一看酒坛就知道这是杏花村的酒。嘿，这个主意好！要是咱的酒能卖出去，有人喜欢，就连带着咱杏花村都能风光一把哎。咱家囡囡识字以后啊，越来越聪明。那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一早，柳玉生没有去小木屋，骑在刘老爷子脖子上，爷儿孙俩晃晃悠悠的就去了李大家。听到还要订2000个酒坛子，李大惊得差点被口水呛着。事情既然已经决定去做了，就要做完，总不行半途而废呀。你也甭替我担心，直接给我烧出来就行。这次烧的酒坛子得印个咱杏花村的杏字上去。我家囡囡说了，这就等于是个标志，以后别人一看到那酒坛子，就知道是咱杏花村出去的酒啊！哈哈哈哈！哟，咱囡囡这主意可真不错。要是酒卖得好，整个杏花村的名声也上去了。那是，我们家囡囡聪明。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酒一入喉，醇和甘柔，齿颊留香。成了，真的成了，好喝，是好酒。真的，真成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我家宝贝孙女哎，真的把酒酿成了。爷爷高不高兴？爷爷高兴，高兴得不得了。整个杏花村都找不着比咱囡囡更聪明的玩了。哎呦，又嘚瑟上了。既然酒已经成了，咱是不是先分装？明儿一早我跟大哥就去镇上卖酒去。行，现在就分装，也不装多了，就把这一缸子装完。明天你们兄弟俩带着酒先去镇上酒坊酒楼探探路。现在就等于是一个梦想成功踏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就算一斤果酒只卖10文钱，咱3都赚大发了。半斤低等米酒都能卖到50文，10文钱。你想霍霍这些果酒，这是整个南陵国独一份的好东西。爹，那咱卖多少？他也不知道卖多少。照理说独一份价格肯定得高，但是真卖贵了，有人买吗？爷、奶、爹、二叔，婉容婶婶说要是酒酿出来了，给她品一品，她说能给我们建议呢。你们说婉容婶婶能不能帮定个合适的价钱？对呀，这婉容看起来就像大户人家出来的，见识啊肯定比我们乡下人多。我带上一坛酒，这就上小木屋找他去。如何？味道怎么样？婉容啊，你见识多，可得给我句准话，不然老婆子我这心定不下来呀。大娘，酒很好，味道也不差，而且喝下去之后感觉很不一样，比一般的葡萄果酒多了一种滋养脾胃的效果。光是喝下去之后的舒适感，就比寻常果酒更有价值。卖的真的？哎呦，那我就放心了。你说说，这酒要是拿出去，定什么价钱合适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个酒定价500文一坛。500文？这么贵，有人会买吗？大娘，这酒值这个价，若是卖低了，就是糟蹋了好酒。那真的定价500文？500，别在镇上卖，去县城大酒楼才吃得下。柳玉生认同这个价格，他酿的美酒他知道，光是里面加上的灵泉，那都是无价之宝。第二天一大早，柳大柳二装上100坛酒，直接往县城出发。所谓无奸不商，爹和二叔都是老实的庄稼人，再给他们装上10个脑袋也不够人家坑的。沿路打听到县内有2大酒楼，福安酒楼、万金酒楼。爹，咱们先去福安酒楼，然后再去万金，2个酒楼一起跑。好，
听楠楠的，2个酒楼咱们都去瞧瞧去。柳大点头，柳二便直接驱车到了福安酒楼附近，但见一座3层高的酒楼临街而立，大气豪华。二叔，你在这里开车等我们，我跟爹爹进去，很快就出来。好。柳二松了一口气，光是看那么富贵的建筑，他就心里发虚。这要是真进去了，他都担心自己的鞋脏了人家的地。往酒楼接近的时候，脚步越走越慢。爹爹，你害怕吗？胡说，爹怎么会害怕？柳大不承认。就是呀，没什么好怕的，咱去卖东西赚小钱，要是他们收了咱家的酒再卖出去，赚的肯定是大钱，他们还收了我们的实惠呢，爹说是不是？咱为什么要害怕？咱又不是坑他们，是给他们送钱来的。柳大细细一琢磨，还真是这个理儿，买卖有买有卖。爹，咱们就进去问问，他们要是不买，咱就换另一家就是了，亏的还是他们呢。对，咱们就先问问，买不买的再说。小二哥，请问贵酒楼掌柜的在不在呀？小二扫了柳大一眼，看到他身上的粗布衣裳之后，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我们掌柜忙着呢，没时间应付闲杂人等。客官，您要是吃饭呢，往里付了钱点菜；要是不吃饭，就赶紧走开。你，柳大忍了忍怒气，我们是想跟掌柜的谈个营生，要是他在呢，还麻烦小二哥告知一声。你一个泥腿子还想跟我们掌柜的做生意，你也不嫌磕碜，以为我们酒楼什么寒酸东西都往里头收呢？赶紧滚！连主事都没见着，在这个打杂小二这里就吃了闭门羹。爹爹，我们走吧，这种地方连个跑堂的都狗眼看人低，掌柜的又能好到哪里去？他们这种人就是以后求着我们也不把东西卖给他。嘿，你这小丫头片子，牙尖嘴利的骂谁是狗呢你？爹，走，上万金去，狗吠，用不着理会。县城里的人真的就是狗眼看人低。爹爹都说了是狗眼了，跟狗计较什么呀？不气呀，等咱们的酒卖出去了，以后有他们后悔的时候。你这小人精，爹爹还是第一次发现咱家囡囡居然会骂人，骂的还挺利索。哎，哪儿学来的呀？爹爹小瞧我了吧？当我这阵子跟着阿修哥哥学读书识字都是白学的吗？哼，等我再多学些的时候，有人敢看不起爹爹，囡囡会比现在骂得更厉害，骂他个狗血淋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再次坐上牛车往万金酒楼出发。囡囡真要进去？柳大有些犹豫，这家看起来比福安更势利。去呀，都到门口了，问问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嘛，大不了囡囡待会儿再把这个小二也臭骂一顿。哥，去吧，要是不行，大不了咱去酒坊里转转。我就不信用心了还能办不成事儿。走，囡囡跟爹去大杀四方。大杀四方。小二哥，请问你们家掌柜的在不在？店小二双手抱胸，上下打量了柳大一番。掌柜的不在，咱东家在，有什么事儿啊？东家在也行啊，我们想跟他谈点营生，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啊？进来吧。成功一半了，爹爹真棒！待会儿谈价格的时候，记得不要松口，500文，谈成了就是大成功，扬眉吐气呀，爹爹。小二敲门，主子，有人求见，说是要谈点生意，小的把人给带上来了，您见见。谁呀？酒楼都要关门了，还谈什么营生？不见。里面传来的声音很是稚嫩，几岁大的主子能做主吗？主子，说不定有惊喜呢。这人都上来了，您看。哼，再吵吵，回去罚你洗马厩。这桩买卖要是谈成，说不定你的酒楼不用关门。你真的不肯谈谈？包厢的圆桌旁坐着一个锦衣小胖子，年约8、9岁，整个人看起来那就是一个行走的金元宝啊！小娃娃，谁让你进来的？爷不让你进，你还敢往里闯？反了还？哎，这是什么？好香啊！这是酒？不对不对，
果酒也不是啊，南邻国什么果酒小爷没有喝过，这种味道第一次闻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葡萄果酒，整个南邻国只有我家会酿，买卖谈不谈？谈，要谈买卖，我总得尝尝这葡萄果酒的味儿吧。哼，别看爷年纪小，就想着坑爷，这整个酒楼都是小爷我一手经营的。这不经营的快倒闭了吗？那你喝。酒液还含在嘴里，他惊喜地张大了眼睛，拼命点头。爹，刘大会议紧张地看着小板弥勒佛。小东家，味道如何？味道还行啊，这酒味道真的很好，不是我说大话，整个南岭都很难找出这种让人喝下去浑身舒服的酒来。小东家要是觉得可以呢，咱们现在就谈谈。酒我要了，开个价。500文一坛。500文？哼，大叔，你在跟我开玩笑？在香山这地界，最好的酒一坛子也卖不到500文，你想蒙我怎么着？我也不压你价，150文一坛。行的话，现在你就可以把酒拉来，小爷我全要了。我们的酒不只是味道好，男女老少皆宜，而且长期饮用的话，还有调理身体的功效，能滋养脾胃，调气血。把囡囡之前教给他的话全部说了出来。500文不能少。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大叔，人太贪心了，可不是什么好事儿。爹，我们走，城里的人太坏了，看不起人，还老想欺负我们。明明是咱把赚钱的机会送到他们手里，他们非要表现得施舍我们一样。哼，这酒只有我们家有，但是买家有成千上万，咱不在这里受他嫌弃。楠楠说的对，这酒只有我们家有，买家却有成千上万，咱们走。嘿，这小丫头片子暴脾气简直跟她一模一样啊！站住站住，你们给我站住！小胖子气得跳脚。大黄，快拦住他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行了行了，这酒呢我要了，500文，1文不少你们的，但是你们得保证只卖给我一家。行的话，咱们现在就交易，签个文书，银货2契，如何？小东家，你真要买？当然是真的，我钱万金下来说话算数，一口唾沫一个钉。这葡萄果酒，他要是不买下来，能后悔一辈子，那可是贡酒。行，那咱卖了。等等，不签文书，一锤子买卖。我们家这次酿的酒不多，可一次全卖给你，但是文书不签，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事情不干。多大的玩儿啊，比他这个经过世家熏陶的还鬼精，看着就招恨。虽然不签文书，但是只要这单买卖成了，我可以跟你保证，要是我们家以后还酿这个酒，就先跟你买卖。咱家虽然是乡下人，也知道信用2个字怎么写，一口唾沫一个钉。行，就这么点儿。刘二得知酒卖出去了，激动的说话都不利索。我们这次出门就带了这些，家里还有2000多斤，4000多坛。小东家，你全要吗？废话，当然全要了。车上刚跟你喝的那坛，一共100坛，先给你50两。家里的酒还没有分装好，5天之后小哥哥派人去取。嗨，那坛喝过的，你还给我算钱呢？那也是小哥哥你喝的呀。大黄，给钱。还要给定金。给。小哥哥，我家在杏花村，去到一说福娃娃就知道是哪家啦。牛车上，柳玉生转身朝小胖子挥手，笑脸灿烂如骄阳。笑成这样干啥？阳光是你家的，还福娃娃呢？切！小东家，要不要派人跟上去？这万一遇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娘，扶我一把，我不敢动，我怕一动这银子就掉出来了。你这个混小子，还糊弄起爹娘来了。爷奶娘二婶，酒全卖出去了，咱赚钱啦！而且我们拿了定金，人家把咱家里的果酒全要啦。真的全要了？刘老婆子声音发抖，刘老爷子更是连胡子都颤了。爹娘，这5个银锭子是今儿100坛酒的钱，
还有这张银票500两，是万金酒楼小东家给的定金，咱家的酒2000多斤，他全要。这么说，一坛酒真的卖了500文？对，500文，一个字儿不少。哎呦，我这心呐！刘老婆子突然捶着胸口，呼吸急促。你们说，这酒没卖出去的时候吧，心里慌，咋酒都卖出去了，怎么心跳还那么快呢？老太婆就是老太婆，没见过大场面。奶奶，你看，这银子是真的，这下能踏实了吧？咱家酒都卖出去了，是真的，不是做梦哟。多亏了囡囡这次跟着一块去，定金还是他开口跟小东家要的，不然我跟大哥2个大老粗哪里懂这个？而且这次的买卖能成，囡囡也是最大功臣。老婆子，一会儿给我拿些银子，我去李大家还牛车，顺便把欠的坛子钱还上。行，干脆把后面订的坛子钱一块结了。李大，牛车我给你牵过来了，顺便把买坛子的钱一道给你结了。哎呦，快进来！听村里说你的果酒都卖出去了。我就说我家酒肯定能卖出去，一开始订的酒坛子就订少了。这次家里剩下的酒也都有人要了，加上后来追订的2000，坛子还是不够。你呀，再给我烧1500个出来。没问题，只要有买卖，你要多少坛子我都给你做。不过这次事情有点急，你看看用最快的速度帮我烧出来，人家4天之后就来拉酒了。啊，这时间可有点赶呐。叔公叔婆，是囡囡莽撞了，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开口就让人4天后过来。你们先坐着，等人来了我们再说说，让他们宽限几天好了。爹娘，现在家里稻子已经收完了，暂时没什么事儿，咱这几天稍微辛苦点，赶一赶应该能赶出来。囡囡既然答应了人家，咱就不能让他食言，做买卖很讲信用的。行，咱赶一赶，怎么地也得在4天内把坛子烧出来。谢谢叔公叔婆，谢谢平叔叔。这孩子啊，这里是13两。怎么是13两？给多了，刘老哥，坛子2文一个。你听我说，我跟家里人商量了，按照行价3文一只买你家的坛子，大家赚的都是辛苦钱，不能我赚钱了还从你手里抠那1文的血汗钱，我刘老头干不来这事儿。行，我不跟你争，争多了生分，这银子我收下了。这才对嘛，不然我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你这儿借牛车了。今儿个我把先头做出来的2000个先送过去，剩下的4天内一定交货。点个订阅吧。楠楠，你要记着，做人呐，处处与人为善，结下善缘，这样走到哪里都不会觉得孤单。我记住了，爷爷。这钱咱收下了，刘老哥是知道咱家情况，变着法儿的帮咱一把，这情咱得记着。爹，你放心，我跟安安都记在心里了。咱这次啊，真的是托了刘老哥家的福了。本来家里已经穷得快掉点儿了，没想到当初想着帮他们一把，给他们烧出酒坛子来，结果到最后受到帮助的反而是我们家。柳玉生跟刘老爷子刚走到家门口就被吓了一大跳，突然看到家门口杵着个黑影儿，不动不语，胆小的魂儿都得吓飞了。生生，是阿修。阿修哥哥，这么晚了，他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阿修，这孩子来了咋不进门？有事咱进去说，不怕啊，啥事儿柳爷爷都给你解决了。一天没看见生生，我过来看看，事情还顺利吗？顺利。阿修哥哥，我家的酒都卖完了，今天回来之后没有时间去小木屋，我打算明儿一早就去告诉你的。阿修哥哥，我跟你说，我家酒全卖出去了，500文一坛子哟。再有4天，万金酒楼就会派人来拉酒。阿修哥哥，这几天我可能去不了小木屋，得给爷爷奶奶他们帮忙，要不你来我家好不好？来帮我装酒，陪我玩。好，你没事就好，我先回去了。
好，阿修哥哥再见，明天要来陪我哟。你先进门，我再走。入目就是一辆豪华的马车。喂，福娃娃，小爷来了。小哥哥来的可真准时，先进家来吧。爷爷，爹，小东家来拉酒了。楠楠，先把人请进来。哎，知道啦。生生，我帮你招待他。你谁啊你？小爷要你招待，进不进？不进。小爷还非要福娃娃亲自请了。打一架，输的人闭嘴。这人知不知道他是送银子上门的财神呐？你别以为小爷长得胖就不会打架了，小爷是懒得跟你动粗，掉份儿。进不进？钱万金立即两脚跨进门槛。大黄，小东家，把礼物拿进来。阿修哥哥，待会儿可不能再那样了哦，来者是客。再说人家来跟我们家做买卖的，咱得礼貌点，和气点。生生，生意场上的人注重身份，你该唤他小东家。他不就是叫了声小哥哥吗？好，小东家。小东家，这里装好的总共有4400坛，您看要不要验验货呀？随便开一坛，我看看就行。反正你们家就在这里，要是货真有问题，小爷我直接找上门，也就是费点时间的事儿。小东家放心，咱都是庄稼人，便是做买卖也只做实诚买卖。装车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一进门就看到奶奶对着一堆东西皱眉。奶奶，怎么了？楠楠，这小东家上门给送了好多礼呀。阿修也过来看看，都老值钱了，好多东西我老婆子见都没见过。这咱要不要回礼呀？这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能送的，多不好意思呀。奶，小东家送好东西给咱，咱也送咱家好东西给他就好了呀。回头给他摘一篮子青菜带走。青菜？就送青菜呀？这人家能看得上眼吗？怎么不能？咱家青菜多好吃，杏花村的叔婶伯娘都爱吃。还有，咱们还卖给他葡萄果酒，整个南陵独一份的呢。这些都是咱家最好的东西了。他好想说人家送的在人家眼里根本不值钱，不用放在心上。可惜年纪只有3岁，他还得装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婶婶说的对，城里人都吃大鱼大肉，反而新鲜青菜很少能吃到。回礼讲究的是心意，心意到了就行，不一定要多贵重。刘老婆子犹豫了一下，行，那咱就送一篮子青菜，再好的咱也拿不出来了，我这就摘菜去。哎，福娃娃，你家也太小了点吧，屋子加上整个院子都不够小爷我溜达一来回的。我家是挺小的，小东家这样的体型，再来2个我家就装不下了。让钱万金窝火。小丫头片子，你敢说我胖？你还说我家小呢？哼，你家本来就小，你本来就胖。阿修瞥了他一眼，走到柳玉生前面，挡住他喷火的眼神。喂，做什么？你还想帮着小丫头片子欺负我怎么的？需要吗？又是一记轻飘飘的眼神。钱万金觉得自己跟着俩人犯冲，只要跟他们打上照面，自己就受憋屈。哼，我好歹算得上大客户吧，买你们家的酒，还给你们送好礼，你们就这样对我，懂不懂待客之道啊？你买我们家的酒倒手卖出去，赚的可是大头。说起来，我们家是在给你送钱，你送点礼不应该呀。再说，我还让我奶奶给你回了一篮子的青菜呢。哈，一篮子青菜你都能嘚瑟？汤爷没吃过青菜怎么地？我不要。生生，他不要我要，我跟文然都喜欢吃你家菜。好，那就给阿修哥哥吃。最近越来越多婶娘到我家摘菜，也没剩多少了。你家青菜好吃？当然好吃了，我爷奶爹娘手艺好，地里种出来的都是精品。整个杏花村找不出比我家长得好的菜呢。福娃娃，带我看看去。就在屋后呢，走吧，
正好帮我奶奶一块摘菜。柳家菜地里，一个金光弥勒佛绕着菜垄大呼小叫。哇，这真是大白菜，也太水灵了吧，看起来跟玉翡翠似的。哎，这水芹味真香，闻着就知道味道好。呀，这是盖兰，怎么这么大个，比我酒楼里收的都大上1倍了。水灵鲜嫩，个头足，钱万金跟看到宝地似的，两眼都在发光。刘奶奶，这个我也要，给我装上2个，还有水芹也多装点，那个我爱吃。哎，那个萝卜都从泥里冒出来了，也给我拔上2个。好，好，小东家喜欢吃，刘奶奶给你多装上些。哦，喜欢吃。刘奶奶，你种菜真是好把式。以后想吃了就来刘奶奶家，什么时候青菜都不缺你的啊！刘老婆子被哄的脸上笑的褶子都舒展开了。刘奶奶放心，我肯定得来。还三言两语把奶奶给收买了，恨不得把地里的菜都给她带上。阿修哥哥，他是假的吧？他不是假的，是精。做酒楼的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农庄，耕种大米，蔬菜提供给酒楼运作。蔬菜的好坏，他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生生，可不能因为他年纪小就小看了他。我知道了，不能以貌取人。就像阿修哥哥，年纪也小，懂得却好多。没想到啊，忙活2个月，一下子竟然赚了这么多钱，这就跟天上掉馅饼似的，不真实啊！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这一次啊，给你们分10两，回头找时间买点东西。你们也回娘家看看，不是让你们回去显摆，只是也叫你们爹娘放心，在咱们柳家没有委屈了他们女儿。娘，陈秀兰跟杜鹃拿着银子，手里沉甸甸的，心里却是又满又暖。以后咱家只要还是这样一团和气，和和美美就行。娘，这段时间吧，我跟大哥也很辛苦，是不是也给我们点儿啊？刘老婆子眉头一挑，反手一巴掌就呼上去了。想要钱跟媳妇要去，看他们给不给你。家里有吃有喝的，你又用不着回娘家，你要银子干啥啊？这些银子娘收着，用作以后俩小子念书，再给咱囡囡留出一笔嫁妆。咱们呐，也别老想着家里呀赚了多少银子，以前怎么过的，以后还怎么过。老婆子说的对，你们都记好了，银子的事儿别往外说，安分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兴招摇。我们都记下了。爷奶，我们也不会往外说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10日之后，钱万金再次坐着他那辆拉风的马车来到了柳家。刘奶奶，我又来了。哟，这不是那个小东家的声音吗？还真又上门来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上门来绝对没有什么好事。哎，叔，你们都在家呢，正好，我有事跟你们商量。跟我们商量？不知道小东家说的是什么事儿啊？叔，别急嘛，等我喘口气。热死我了！刘奶奶，有没有水？给我来一杯，要上次我来喝的那种。哎，有，刘奶奶给你倒去。刘老婆子乐呵，这玩意儿喝过家里的一回水就惦记上了。柳爷爷，刘奶奶，叔，上次从你们这儿运出去的果酒行情很不错，供不应求，说明啊，你们家手艺是真的好。但是呢，我钱家生意覆盖整个南陵，就算你们一家子全部跟着忙活，也跟不上需求。我想着，不如你们把酿果酒的秘方卖给我，价钱方面我定不会亏待你们，足够你们家在整个香山县成为大地主。你们意下如何？你要买秘方？是。刘奶奶，我出5万两，你们卖20年果酒才能卖出这笔钱来。现在呢，只要给我秘方，我立马给你们银票，你们还省了自个儿劳累。以后拿着这笔钱在香山县买屋买地，也过有钱人的日子。5万两，一笔天文数字，怎么可能不心动？在最初惊讶过后，并没有如钱万金预料的欣喜若狂。
这小东家，秘方不是我们不肯卖给你，而是这果酒其实是我家小孙女儿捣鼓出来的。别看我家囡囡年纪小，主意大着呢，这秘方卖不卖她说了算。钱万金暗暗惊讶，小丫头捣鼓出来的，她还有这本事？小东家，秘方可以给你，而且不收你分文，但是就算你有了秘方，也做不出我柳家酿酒的相同味道，你确定要吗？小丫头，你说笑吗？钱万金轻斥道。切，除非我拿到的是假秘方，否则，哼，没有我钱家酒坊酿不出的酒。那你钱家酒坊的水跟我家水的味道一样吗？你钱家种出来的青菜跟我家青菜一样的味道吗？你就是在我整个杏花村挨家挨户的找，也找不出跟我家一样的水，一样好吃的菜，你信吗？何况你钱家的地头。被小丫头3连问都无法反驳。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葡萄果酒只有你家才能酿得出来？不，果酒人人能酿，但味道最好的一定是我柳家。是，原因呢？没有原因，从我家出去的东西就是好。真要追究原因，你大概听村里的传闻啦，大家都说我是福娃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若是我定要秘方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呀，你要怀疑是假秘方，可以寻些这个时节还有的水果，我跟你钱家酒坊各自酿一坛果酒，当着你面密封让你带走，开坛的时候你试试味儿，真假立马可知。突然跟泄了气似的。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情。行了，小丫头骗子，我信你。唉，看来我钱家是捞不着这块饼了。你可以跟我家合作呀。合作？怎么个合作法？你说说。在我们杏花村建一个酒坊，你出银子，我们家出手艺，至于工人可以聘我们杏花村村民帮忙。你这小丫头到底吃什么长大的，这么会想？在你们村建个酒坊不是不可以，但是1年经营下来，加上聘人工，要撒出去的银子可不少。只1年1季的酿葡萄果酒，我本金都回不来。除了葡萄果酒，不是还能酿别的吗？桃果酒、山楂酒、杨梅酒，还有各种药酒。我家婉容婶婶就精通各种药材配置，可以请她帮忙这一块。如此下来，1年4季不落，小东家还会觉得亏本吗？那利润分配呢？28，你2我8。55，我出了银子，酒出来以后还要我钱家渠道销售呢。73，我杏花村出的酒，只要一出了市场，定能为钱家迎来史无前例的口碑。你们是以钱生钱，但若酒品质不行，渠道再多也没用。64，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来我柳家逼迫秘方，干不干？这么好看，干！点个订阅吧。奶奶厉不厉害？都是阿修哥哥教的哦。他说如果小东家再来，肯定想买我们家的秘方，然后教了我好多遍怎么跟他说话，奶奶一个字都没忘。哦，阿修教你的？对呀，这几天我去小木屋，阿修哥哥都在教我这些。他说我们家的酒一旦卖出去，肯定会有好多人打秘方的主意。如果小东家再来，就让我这样跟他谈，还要提出要求，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过平静日子哦。全家人吁了一口气。阿修那个孩子在他们眼里是极聪明沉稳的。今天咱囡囡可让爷奶大开眼界了，说起话来一道道的，还真像那么回事，确实厉害。爹娘，你们说我要不要也去跟阿修那小子学学？以后一张嘴巴就能大杀四方，噼里啪啦说上一顿就能拉了一个酒坊，简直太爽了啊！柳二一脸梦幻，就你那个资质悟性，你得了吧你，别去丢人现眼。爹娘，如果真的在咱们杏花村建酒坊，这事情咱们要不要先去跟村长谈谈？不急，
等那边确定下来再说。小东家虽然答应了在咱这儿建酒坊，但是这事情不算小，他应该也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最后成不成还不一定。他的果酒不简单，钱家一定已经看出来了，他们怎么可能放弃这块肥肉？第二天一早，到了小木屋，爷爷奶奶他们都被我吓了一大跳。阿修哥哥，你会不会也被我吓到？不会。真的？真的，生生只是很聪明罢了。阿修哥哥也很聪明。阿修哥哥，钱万金很快就会在杏花村建酒坊了，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没有，有生生在，酒坊一定会蒸蒸日上，整个杏花村也会因此受益。那我说婉容婶婶配制药酒的事情，你说她会答应吗？生生，这得问我娘。我不是紧张吗？什么紧张？他就是心虚，在钱万金面前画大饼的时候，把婉容婶婶也画进去了，没经过他的同意。不用紧张，生生是想帮助我们才会那样说，你是好心，我娘怎么会责怪你？阿修娘整理好了要上山的工具，背着背篓走过来。修儿、楠楠，我得上山采药去了，你们是待在家还是跟我一块儿？婶婶，今天我跟阿修哥哥在家练字，您上山小心些，早去早回。好，那我去了。灶房锅上有烙好的玉米面饼，饿了你们自己拿来吃。婶婶慢走。阿修哥哥，我还是不敢跟婶婶说，要不回头你帮我提好不好？给酒坊配制药酒，婶婶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上山采药，也有更多的时间陪着阿修哥哥。好，阿修哥哥你最好啦。阿修跟娘亲说了酒坊的事情。修儿，你知道我们不可以跟别人有太多接触，很可能会给我们也给别人惹来麻烦。娘，你整理一些常见的药酒配方，以卖配方的方式跟酒坊合作即可，这样既不用掺和进去，也能挣上些银子，免你诸多辛苦。阿修娘闻言沉吟片刻，点头。修儿，那便听你的。这次钱万金来得非常快，昨天下午回去拟定，第二天一早就又赶了过来。福娃娃，事情敲定了，接下来选址，我得在杏花村转悠转悠，你也来？好呀。爷爷，你去请村长过来一趟吧，这么大的事情，村长爷爷得在才行。好，爷爷这就去把人请来。小东家先坐下歇息，擦擦汗，喝口水。福娃娃，有没有大点的凳子？这种的小爷坐不下，坐下来起不来。小东家，你还是进堂屋坐竹床吧。这个不会垮，还够宽。对对对，屋里坐，一会儿刘奶奶给你倒水喝。瞧你这孩子，满头大汗的。嘿，还是刘奶奶关心我。钱万金笑呵呵地拍马屁，扬手示意大黄把东西拿进来。刘奶奶，今儿我可能得待上大半天的，中午就在您家吃了，我给您带了点菜过来，您看着做就行。哎呦，你这孩子，吃顿饭你还带菜上门，你怕刘奶奶亏了你吃的咋的啊？嘿，当然不是啦，刘奶奶，其实我更喜欢吃您种的青菜，回头青菜多放点儿。行，刘奶奶给你整顿好的，包你吃的肚子撑圆。好嘞，柳大柳二，楠楠，你们招呼小东家，秀兰杜鹃跟我去灶房。哎，来了娘。小东家，你先坐会儿，我去提点水来。每次来都要我家里人伺候，你是没长手啊？灶房里有水缸，想喝水自己舀去呀。呵，嘿，小丫头露出爪子来了，有趣。小丫头，来者是客，咱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地位平等，客什么客？下次再使唤我家里人忙活，大门都不让你进。行行行，下回小爷我自个儿招呼自个儿，行吧？亏得我还带了那么多菜过来，想让你们都能多吃点。我听说乡下人家1个月都吃不了一回荤腥。我家缺钱买菜了，您没帮您掏了多少银子吧？说得好听，明明是你自己想吃。说一句顶一句，真是没见过这么牙尖嘴利的小丫头。是
每次见你不是皮笑肉不笑，就是凶巴巴的，小心以后嫁不出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刘老哥，这事儿是真的，确定了？确定了，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柳家门口停着的豪华马车让村长长了见识，屋子里坐着的小弥勒佛让村长长了姿势。一行人出门，找到合适的地方选址。此时正是早晨人们上工的时间。没啥，这万金酒楼小东家要在咱村逛逛，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地方给建酒坊。你们先去忙。在杏花村建酒坊，这么大的消息，很多村民当即也不去地上了。最后钱万金敲定了清河边附近的区域，大小有10来亩，小作坊足够了，离清河近，用水也方便。小东家饿了吧？我们先回去吃饭好不好？转悠一上午了，耽误了大家上工的时间，都先回家吃饭去吧。至于酒坊的事情，小东家说出来的话肯定是算数的，大家先耐心等着，具体事情之后村长爷会找机会同大家说清楚。好了，都先散了吧。福娃娃，你们村的人也太热情了，从头跟到尾，我差点喘不了气。哎呦，这种事情以后我不能再亲力亲为了，累得我小命都去了半条。小东家，我跟你说个很严重的事情，你要是再这样泡下去，不用干什么，小命也悬。喂，小丫头片子，我好歹也是杏花村的贵人了吧？你咋还咒我呢？谁咒你了？我说的是真的，我一直在跟婉容婶婶学习医理，她很厉害的。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回头找大夫看看就知道真假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家里午饭已经做好了，一行人回到家，饭桌上一溜菜品丰盛，清蒸排骨、酱猪肘、五花肉炒菜叶，香味引人垂涎欲滴。味道是真好，没想到野葡萄酿出来的酒这么好喝。好喝你就多喝点，家里还有，回头我给你烧上一坛。福娃娃，你家竟然还藏了酒，不是全卖给我的吗？还剩多少？待会儿我都带走。那是我家剩的最后一点点了，不卖，留着自家人喝。干嘛不卖？有钱你还不赚，闲钱心嘛？你是不是傻？再说了，你们家要是想喝，明年多酿点儿，到时候也肯定给你们留点儿。4000多坛，足够你家卖上1年的了。你可以安排下去，把酒限量，每个月就卖10坛100坛的，物以稀为贵。那些有钱人肯定疯抢，到了明年葡萄季，刚好能接上新的酒开坛。这番话恰好是他老爹跟他说的。福娃娃，之前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选址确定在清河边上了，你有什么意见就赶紧说，不然等到动工再想改，那就来不及了。不过酒坊建在河边上，得做好防汛，地基打得高一些。天气万变，去年刚大旱，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汛情？提前做好预防，也就是多花些功夫的事。这事儿，到时候我会跟动工的人说好。柳玉生想了想，走进钱万金跟前，伸出小手搭上了他的手腕。你这小丫头片子，学了几天医理，还真把自己当大夫了。这是给小爷诊脉，诊出什么来了啊？小东家，你若是信我，回去以后找个医术高明的大夫看看，对你绝对没有坏处。喂，诊出什么来了？小爷是胖了点儿，但那不是病啊。若咱不是合作关系，我才不会多管闲事。你以为你只是胖啊？你是中毒引起的虚胖。要是你置之不理，我敢断言，你活不过15。你自己的命，你自己想清楚，要不要用来做毒？点个订阅吧。中毒虚胖，笑着笑着，钱万金就笑不出来了。福娃娃，你没跟我开玩笑。我人小你信不过，可以自己去找大夫，总有能诊出来的人。你家里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不过这事情最好别宣扬出去。能给你下这种恶心的毒，又不会让你立即暴毙，对方恐怕有所图，甚至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
大黄回城。坐在马车上，钱万金眼神极冷。如果说一开始他的确没有信过小丫头，但是他确切地说出他活不过15的时候，他开始信了。他们钱家嫡子一旦满15岁，跟家族定下的女子成亲之后，就能开始获得继承权。他是钱家这一代唯一的嫡子，以为有祖父祖母以及爹爹的宠爱护航，没人会敢对他下手。阿修哥哥，我现在都快成村宝了，好苦恼啊！以前出门还能跟别的小娃娃说说笑笑，现在人都不敢离我太近，就怕我哪磕着碰着了，害他们背黑锅。我感觉我被孤立了，真的。生生忘了，你还有我，有我就够了。阿修哥哥，你知道吗？最近村子里好多叔伯婶娘的都跑来问我，能不能把他们家娃娃也送来小木屋，一起跟着你识字识礼。为何？因为我跟着阿修哥哥识字，变得又聪明又懂礼呀。生生想我教他们。柳玉生摇头，还是算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吵闹，他们要是真想学，跟着我学好了，我是阿修哥哥最好的学生。嘿，对，生生是最好的学生。他笑，也是他唯一的学生。阿修哥哥，你那么聪明，又那么有学识，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要做个怎样的人呐？生生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温柔的人，能够温暖别人，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善良谦虚，进退有度。好。什么好？这杏花村就是走了狗屎运了，咱下坡村怎么就没那么多好事啊？人村里有福娃娃，咱怎么比啊？咱还能把福娃娃抢过来不成啊？村长安才靠坐在墙壁，眼睛慢慢半眯起，不知道在想什么，眼神明明灭灭，晦暗阴冷。福娃娃是不是每天都去罗浮山脚？村民们愣了一下，说道：对，每天都去。我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个小娃娃，听说是每天都去山脚的小木屋，跟那里的一对母子学东西。听说葡萄果酒就是福娃娃鼓捣出来的，供给京城的贵人享用，可以想见果酒有多值钱。如果能从他那里得到秘方，咱下坡村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而福娃娃每天都会去小木屋，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息。楠楠该回家了，今天又跟婶婶学了什么呀？啊，奶奶，今天婶婶教我怎么泡药酒哦，奶奶都记住了，等回去了就试试。你这孩子，说风就是雨的。婶婶，我先回家了，明天再过来哟。好，去吧。阿修娘看着阿修跟在两人身后出门，笑着摇摇头。每次楠楠回家，修儿定要把她送出村口的，风雨无阻，她拦也拦不住。阿修哥哥，你到我家吃晚饭好不好？前几天家里菜地又种了一垄萝卜，今天已经出苗了，长得可好啦，我带你去看呀。我下次再去看。楠楠在家要乖乖的，不要到处乱跑，也别跟你哥哥们大晚上的跑出去玩，天黑不安全。我才不会乱跑呢，村里小娃娃都不敢跟我玩了，每次跟他们出去，好像我是瓷娃娃一样，一碰就会碎，离得我远远的，有什么好玩的嘛？明天过来我陪你玩，快跟奶奶回家吧。你真的不到我家吃饭吗？我们可以一起喝果酒哦。下次好不好？好吧，下次叫你，你一定要来，不可以说下次了。这么好看，好，点个订阅吧。秀儿，我们到这里也1年多时间了，你一直待在家里，便等于荒废了课业。这次给酒坊供应药酒配方，应能拿到一笔银子。娘想着送你上学堂，把课业重新拾起来，你意如何？娘，寻常学堂教不了我东西。娘真不知道，带你出来究竟是对你好，还是害了你？娘，若是不出来，孩儿现在或许已经疯了，又谈何学识？娘想的太多，是庸人自扰。何况日后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乡间农户学识再高也无是用处。秀儿，
你告诉娘亲，你真的想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这里不好吗？不是不好，只是不该是他生活的地方。他本为天之骄子，可是他更不愿意他再回去那里，随时随地都要防着人吃人。你若打定主意，娘都依你，只是学习一事也不可放下。回头娘会替你寻一些合适的书籍来，你便自学吧。好，只要不离开这里，怎样都好。爷爷，你们一帮老头在那聊天，娜娜一个小孩多无聊。待会儿我们带她出去玩，你自个儿出门吧。嘿，小兔崽子，还跟爷爷抢人来了？这黑灯瞎火的，到哪儿玩去啊？爷爷您就别管了，快走吧，快走吧。去玩可以，就在村子里看着点楠楠，不然回来小心你们的皮。知道了。哎，哥哥，你们要干嘛呀？嘘，娜娜小声点。娜娜，咱去弄点酒呗。今天跟大毛他们说了，带你果酒去给他们尝尝。他们也带些家里好吃的东西出来交换，你别出声啊，我们就当小半壶的，带你去聚餐。柳玉生无语，拿酒就拿酒呗，葡萄果酒小孩子也能喝的，跟家里说一声就行了，至于在自己家里跟做贼似的吗？刘老婆子拿着包点心走过来，就见小孙女着急忙慌地朝她做手势，意思就是要她小声一些，小手又指了指地窖。哦，俩小子偷酒去了。奶奶，你就装作不知道哟，不要骂哥哥。行了，奶奶有那么不知趣吗？把点心塞进娃的衣兜里，摸摸他的小脸儿。去玩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啊，别太晚，不然呐，奶奶得寻你去。知道啦，谢谢奶奶，奶奶最好啦。这几个娃儿真是的，老婆子还能舍不得那点酒。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楠楠，不管谁炸你，都别自己走出来，知道吗？藏好了。嘱咐好妹妹，哥俩故意分两边跑远，一路弄出重重的声响，用来迷惑那些当猫的人。远处猫已经开始行动，很快就有人被抓了起来。柳玉生因为躲得远，一时半会儿估计别人找不来，便悄悄地扒开了草垛透气。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响，柳玉生皱眉，他藏身的垛子离河边很近，而声音正是从河里传过来的。这么晚了，什么人还在河边？洗澡还是落水？柳玉生想了想，钻出垛子往河边走去。走近了，隐约能看到河水里靠岸的位置有黑影在移动，往岸边靠近。谁在那里？黑影听到声音没有回应，便更快地游向岸边。柳玉生嘴角轻抿，转身就跑，然一步还没跨出去，一只大手便从身后伸了出来，死死捂住他的嘴，紧接着就把他拖进清河。整个杏花村闹翻了天，柳家女眷坐在河边，哭声凄厉，声嘶力竭。刘老爷子脸色惨白，强忍悲痛，带着人沿河一路往下寻找。柳大柳二则领头带着村里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一遍遍潜入河底。这一夜，柳家遭受到了致命打击。快追上刘嫂子，别让她寻了短见！村长柳金福厉声喝道，率先追上去。同样瘫坐在地的陈秀兰，然后也疯了似的跑上去。他知道娘要去哪儿，小木屋。他们家楠楠最喜欢跟阿修一起玩，一定是楠楠在小木屋呢，楠楠在等着他接他回家呢。点个订阅吧。楠楠，奶奶来了，奶奶来接你回家了，来给奶奶开门，奶奶想你了。楠楠怎么了？阿修，楠楠在这里吧？啊，奶奶来接她回家呀。阿修啊，你是不是把我们家楠楠藏起来了啊？婉容啊，快把楠楠叫出来，这孩子都不知道家里人着急呀。大娘，阿修娘发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楠楠怎么了？楠楠掉进清河，找不到了。阿雄，我妹妹找不到了，没了。带我去。哭什么？为何绝望？他的生生不可能有事儿。
一夜慌乱，河边来了太多人，到处都是水渍和脚印，寻不到可疑的痕迹。阿修继续往前，突然目光一凝，定在一丛被压塌的草丛上，是人滑下河中留下的痕迹。去救生生，下坡村。你说什么？想知道，跟我走。在众人打捞位置斜对面的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包。阿修拾起，打开，里面是已经进水之后散开的点心。是我们家的点心，小东家送来的，怎么会掉在这里？是楠楠带的，一定是。昨晚我们说要跟大宝他们换东西吃，楠楠一定是带了这个点心出门。是我们家的点心，剩下不多了。我娘藏了2个小包，说留给楠楠。昨晚楠楠来过这里，楠楠还活着，真的还活着。阿修说的肯定是真的，有人抓了楠楠。下坡村是下坡村的人。一道虚影如同离弦的箭，往下坡村破空而去。是阿修，快跟上去，咱们一起去下坡村要人。石夏，你去小木屋找村长，把事情告诉他跟奶奶。知秋，你去村口等着，爷爷一回来叫他把人带来下坡村，其他人跟我走。人没捞上来，这下可好了，福娃娃没了。嗨，老头子，你说既然福娃娃没了，那九方的事情咱村子有没有门儿？回头啊，你跟村长那儿撺掇去。当当，突然而来的钟声打断了各家各户的热议。怎么回事？村子里召开大会的时候才会敲钟，现在这个点儿出什么事了吗？手里活先放下，赶紧的去村子广场集合。怕是村长有大事要宣布，你们猜会不会跟杏花村的福娃娃有关？在人群中，人们也发现了同样匆匆赶来的村长安才。村长，你怎么在这儿？不是你敲的钟吗？村长在这儿？那钟是谁敲的呀？安才喘着气，脸色阴沉。他是这个村的主宰，平时除了他，没人敢碰那口大钟。大钟后面缓缓走出来一个人影，而在人群中却有2个人瞬间面无血色，惊惧地往后倒退。生生在哪儿？男童慢慢地走到前台边缘，视线淡淡扫视下方人群。什么生生？不认识？找人找到我下坡村来了？什么意思？老子看你就是来找打的。然而砰的一声，只见高台之上，那个男童依旧淡然地站着。原本要揍他的壮汉，却整个人跪在了他的脚边，动也不动，极致的屈辱。不敢置信，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能一脚把壮汉给踢得跪下来。此时柳大柳二也带着村民赶到了。你们下坡村掳了我家囡囡，赶紧把人交出来！把人交出来！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家囡囡有半点损伤，老子跟你们拼命！你们杏花村这是想干什么呀？跑到我们下坡村来叫嚣什么了？什么掳走了你们家囡囡？叫什么人？你们发什么疯呢？你们掳走了我女儿，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今儿你们要是不把我女儿给交出来，我柳大林在此起誓，必与你们不死不休。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生生在哪儿？小娃，你这话问得好笑，这事儿跟我下坡村无关。安才眯眼，面上镇定，心里已是翻江倒海，膝盖陡然剧痛。安才在自己的不可置信中跪倒在地，同时喉咙被一只小小的手抠住。哥，你看阿修他，快看，真得出大事！手指已经生生抠进了肉里，刺目的鲜血从安才的脖颈处缓缓往下流，而阿修的脸空无表情，好似他手中捏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生死毫无价值。阿修视线横扫，掠过下坡村人。有谁不在这里？什么意思？有谁不在这里？下坡村人惊惶不定。这小娃问的是，大钟召集过后，还有什么人没有到场？没人回答。阿修手指一紧，安才痛得闷哼出声：找，谁不在？你们2个找，其他人待着。赖子跟安德不在，没赶来，还是不在家？什么时候离家的？问！淡喝一声，终于有人支撑不住，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信息。我知道，我昨天看到了，赖子跟安德在入夜的时候就出了村子，到现在都没有回来。除了他们2个，其他人都在。真的，我们没撒谎。
阿贵跟老二也战战兢兢地补充：“赖子跟阿德是我们村里最游手好闲的2个人，平时在村子里都是偷鸡摸狗，跟我们处不来。他们经常会出村子外面，但是做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肯定就是那2个人掳走的囡囡，一定是他们，我们赶紧去把他们找出来，绝对不能放过他们。安财村长，如果最后证明真是他们2个人抓走了囡囡，你下坡村势必要给我一个交代。阿修，阿修，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囡囡还活着，真的没死，她还活着，对不对？我会把生生带回来的，囡囡。娘，阿修不会骗我们的，一定能找到囡囡。你们带人搜山，分开行动，不用跟着我。说完，人就飞驰而去，转眼不见了身影。对，我们去搜山。赖子跟安德掳走人之后，肯定不敢回村里，他们一定是带着囡囡藏起来了。但是带着一个人又不能走太远，那他们就一定是藏在这里的附近的山上。辛苦大家了，你们的恩情我柳大记在心里，日后一定报答各位。刘大，你说什么呢？我们也是看着囡囡长大的，囡囡也等于是我们的闺女。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担心囡囡？你们快去吧，赶紧去，囡囡等着你们去接她回家呢。爷爷，快回去，快回去！囡囡没死，囡囡是被坏人抓走了。爷爷，你快点带人去救她。你刚才说什么？你说囡囡没死，囡囡还活着，是不是真的？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骗爷爷？真的，是真的，爷爷。阿修去查过了，他发现了坏人抓走囡囡的痕迹，还有我们在河对面下坡村田地旁的河岸看到了囡囡昨天晚上带在身上的点心。爷爷，囡囡真的没死，是被人抓到河对岸去了，被坏人藏起来了。你快点去救他吧，爷爷。好，爷爷这就去，爷爷马上就去。囡囡，我的乖囡囡，你等着爷爷，爷爷马上就来救你。刘老哥，我们赶紧走，不要再耽误时间了。救人如救火，越早把人救回来，囡囡越安全。好，你们的人情我记住了，我替囡囡感谢你们，大恩大德，他日必定衔环相报。醒来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动弹，依旧安静地躺着，跟昏迷的时候一样。都说了多少遍了，真没下重手。当时就是怕他挣扎引人发现，我才把他打昏过去。你也不想想，这可是咱们以后的财神爷，我能一不小心把他弄死吗？那他怎么还不醒过来？这都过了1晚上了，时间拖得越久，这风险越大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再等等吧，等他醒了，咱问出秘方，立马走人。有了秘方，咱以后可就能做人上人了。柳玉生装作刚刚醒来的样子，正在说话的2个人立马噤了声，跑到他身边，压着嗓子就说道：杏花村的福娃娃，果酒是你酿出来的，秘方就在你手里吧，快把秘方交出来，我们就放你回家。我没有什么秘方，我只知道怎么样酿酒。怎么样酿酒的？你快点说出来！如果我们知道你骗了我们，你就死定了，以后你就再也回不了家了。柳玉生忙不迭点头，然后把酿果酒的顺序说出来。这就是酿果酒的秘方？怎么这么简单？小娃娃，你骗人吧你？没有，我真的没有骗人，真的就是这样酿的果酒。这个酒本来就是我以前胡乱玩弄出来的，不信你们去村子里问问就知道了，我真的没有骗人。赖子，真的要这么做？怎么？难道你还真打算把它放回去？现在杏花村可是已经建起酒坊来了，把它放回去之后，继续让杏花村的酒坊跟我们抢生意？你能担保回头哪天撞上他不会认出我来？安德，事情做都做了，就得1不做2不休，怕死，当初就别干这事儿。叔，我可以回家了吗？回家？可以，当然可以了。叔这就送你回老家。听说跟福娃娃沾边的人都能沾上他的福气。福娃娃，叔送你回家，你把福气给叔留下吧。这么好看，
点个订阅吧。刘玉生屏了呼吸，害怕地看着赖子，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盈满了恐惧和哀求。这种姿态让赖子变得更加兴奋，让他放松了戒备。便是在这一瞬间，柳玉生突然出手，将手上的金针狠狠扎进赖子身上的一个穴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得，快给老子抓住他！竟然给老子来阴的，去抓住他，把他弄死！绝对不能让他逃了，否则咱们的事情一旦捅了出去，死的就是咱们两个。得，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上啊！可惜他人太小了，之前能伤了一个赖子，是占了出其不意先发制人的先机。现在对方对他已经有了防备，他根本不可能得手。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自救？绝望在柳玉生心头蔓延开来，脑海里飞快划过的是家人们一张张熟悉的脸孔，有爷爷朗笑的脸，奶奶慈爱的眼神，娘亲温柔的手，爹爹宽厚的肩膀，有哥哥们围绕着他的笑颜，还有阿修看着他时比仲夏夜星空更加迷人的眼睛。安德魁梧的身躯在他眼前慢慢倒下，一道身影逆着光慢慢朝他走来，瘦小的熟悉的让他眼睛发热，爬起来就朝那道身影扑了过去。阿修哥哥，整个人埋进他的怀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令人安心的味道，所有的害怕与惶恐绝望通通消失不见。生生不怕，阿修哥哥在这儿。阿修哥哥，只有你一个人来吗？我爷爷奶奶呢？我爹我娘呢？他们是不是都很担心我？他们在哪里？都去找我了吗？他们都很担心你，也在找你，我很快就带你回去。生生乖，现在门口等我一下，好吗？阿修哥哥，你要做什么？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你跟我一起走吧。阿修哥哥，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不管生生在哪里，我都一定能找到你。没走多远，便听到前方传来了嘈杂声。柳玉生在嘈杂声中听到了爷爷的声音。阿修哥哥，是我爷爷找来了，他肯定担心死我了，我们走快点儿。爷爷，爷爷！欢快的声音响彻整个山林，如同归巢的乳燕扑进老爷子怀里。一夜惊心动魄之后，失而复得，谁能切身体会这一家人经历过怎样的心灵煎熬？回来了，回来就好。楠楠，那些人有没有打你？有没有吓着你？是不是很害怕？越问声音越哽咽。爷爷，我很好，我不怕，您不要担心。楠楠什么事都没有，是阿修哥哥救了我哟。阿修哥哥还教训了坏人。阿修，是不是那2个人抓走了我楠楠？他们在哪儿？我要把他们绑起来报官。我要问问他们，怎么忍心对一个小娃娃下手？说得对，这种人就要送到官府去，让官老爷判他们的罪。是不能放过他们。爷爷，我带人去找他们去，你先把楠楠带回家。那我先带楠楠回家，大伙儿，那2个人就交给你们了。远远的，柳玉生就看到了靠坐在院门前呆怔垂泪的刘老婆子。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回来了。刘老婆子急急抬手擦掉眼泪，紧盯着那道小身影不放，眼睛都不敢眨。等到小娃扑进怀里时，她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那份真实，嚎这么好啕大看哭。点个订阅吧。怎么回事？没抓到人吗？别提了，让那2个王八羔子给跑了。我们去到山洞的时候，里面人影都没有。只要楠楠能认出他们来，到时候去衙门一告，他们准跑不了。但是这件事情，柳家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阿修哥哥，生生，我没抓到人。没关系，我见过他们，他们这种时候一定不敢回村子里面，那就得在外面躲躲藏藏，流浪过日子了。有家归不得，还要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见不得光。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惩罚，是不是？生生，
我不会让你白受委屈。他会为他报仇，他会让那2个人得到该有的惩罚。阿修，这次柳叔要谢谢你。好听的话柳叔不会说，但是从今往后，柳叔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对，以后阿修也是我们柳家的孩子，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只要是家里小子们有的，奶奶一定也会给你备上一份啊！阿修，婶婶谢谢你，真的谢谢。用不着谢，生生不一样。夜半，万籁俱寂，小木屋里窜出一道小小的身影，往罗浮山上飞驰而去，点燃了带出来的松油火把，然后慢慢地往里走去。你想干什么？你是怎么把我们弄成这样子的？快点把我放开！快点把我们放开！小小身影听而未闻，恐惧铺天盖地袭来，安德嘶吼的声音转为了哀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放了我，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阿修手中的2粒石子分别砸在2人某处穴道上，居然能动了。2人喜形于色，反身就朝小男孩扑去。去死吧！本该被他们制住的小男孩却不见了踪影。此时2个人才觉得莫名的浑身发颤发寒，只要看到有火光的地方，2人便直接往反方向跑。而那如影随形的火光就像是在戏弄他们似的，一会儿出现在右边，一会儿出现在左边，有时在前面，有时在后面。等到2人筋疲力尽，再也跑不动的时候，就着远处缓缓接近的昏黄火光，看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罗浮山深林，最有经验的猎手都不敢来的地方。游戏该结束了。嗓音落，狼嚎起，野兽发出的低吼仿佛是从4面8方传来，让人心中的恐惧无限扩大。灭顶的恐惧叫人连逃跑的勇气都失去。你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这个恶魔！赖子垂地，瘫在他旁边的安德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你白天带着人上山来，故意没有找到我们，就是为了现在吧？你想要我们的命？野兽在逼近，这一刻，赖子终于明白为何白天能逃过一劫。阿修扬唇笑了笑，手腕微微一抖，火光熄灭，周围陷入了一片的黑暗，而黑暗之中又有光点，无数的光点闪烁着亮起来，那是一双双冒着绿光的狼的眼睛。长长的狼嚎，随后而起的是血腥的扑杀撕咬与凄厉的惨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柳家一纸诉状告到了衙门，要求衙门抓住嫌犯严惩。接了诉状之后，衙门派了衙役前往杏花村跟下坡村调查取证，之后还下了通缉令，只是被通缉的那2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奶奶，今年我们还做糍粑吗？当然做啦。我们囡囡喜不喜欢吃糍粑呀？啊？喜欢，奶奶做的糍粑最好吃了。哎呦，囡囡喜欢呀，那奶奶就多做一些，给你包上糖馅儿，咬一口，满嘴都甜滋滋的。好，奶奶，糍粑我们下午再做好不好？为什么呀？今天是中秋节，镇子上肯定很热闹。奶奶想跟爷爷奶奶还有爹娘、二叔二婶还有哥哥们一起去镇上逛街买东西去。奶奶平时管着一大家子，又是做饭又是操持家务，又辛苦又累，都没能好好休息过。奶奶几乎都没有看到奶奶去逛过街。奶奶想带您到街上去，给您买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吃的、穿的、用的，只要是奶奶喜欢的，奶奶都给您买。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奶奶去嘛，
我们今年赚到钱啦，不要怕钱不够花，奶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囡囡以后会赚更多的银子给奶奶用。好，囡囡想奶奶去呀，那奶奶就带着囡囡一块儿去，咱们全家都一起去好不好？今天咱也开心一回，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听囡囡的。好了，我们可以上街喽！哥哥，快点准备，我们今天一起到镇上好好玩去。寻了周边没人的机会，刘老爷子悄悄摸摸地凑到老婆子的身边。老婆子，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谢谢你。明明有满肚子感性的话想要说，憋出来的只有一句谢谢。行了，你那张嘴呀，我还能不知道？笨得要死，还不如咱囡囡嘴甜。刘老爷子咧嘴笑，老夫老妻几十年，有些话就是嘴上不说，老婆子也明白。咱家囡囡呐，眼里只有爷爷奶奶，都没有我这个做娘的了。咱囡囡对家里长辈孝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不是有我呢吗？你看看我眼睛，里面是不是有你？哪里用得着跟爹娘吃醋是不？得了吧你，我是爹娘亲女儿，你呀嫁进来的，可别跟我面前油嘴滑舌，小心我让娘削你。哼！一家人整装待发，然后去了村口等车。刘老哥，刘嫂子，你们也到镇上去啊？哎呦呵，一家子全部出动，齐活了，哎，这下可热闹了。是啊，我家囡囡心疼我们老家伙平日辛苦，说这都赶上过节了，非要拉着一家子到街上去买逛逛，买些东西，轻松乐呵啊！哎呦，你们家小囡囡就是孝顺，多大点人呢，就这么贴心啊！你看，小玩吧，就是图个热闹开心。柳余生站在他们中间，小嘴抿着微笑，认真听着每一个人说话。只是明明很热闹的场景，心里却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阿修。这么热闹的日子，独独少了他。奶奶，今天这么热闹，不如我们叫上阿修哥哥一起去街上玩好不好？除了婶婶，都没有别人陪着他。哎呀，看我这记性，忘了叫上婉容。这大过节的，他们母子俩就在小木屋里，也不知道怎么过呢。老头子，我去小木屋一趟，叫上婉容跟阿修一起。要是牛车回来了，你让他等我们一下啊。行，去吧。阿修哥哥，快点出来！我是囡囡，我来找你玩啦。阿修哥哥，我们家今天要到镇子上去玩，你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阿修有些犹豫，他不想拒绝囡囡，可是娘亲会允许他出去吗？婉容，走，跟我们一块上街去，待会儿牛车就来了，赶紧着啊！大娘，我不……刘老婆子只当他为难的样子，是因为不想麻烦人。哎呀，走吧，今儿个中秋，就该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好，那今天我们就跟着大娘一起上街，凑一回热闹。阿修哥哥，也不知道镇上都有什么东西卖，有什么好吃的？除了糖果点心之外，有没有月饼呀？月饼？深深说的可是乐团。乐团是什么东西啊？是一种小饼，中秋的时候用作祭月，饼里面裹着芝麻、胡桃等馅儿，是一种味道不错的甜食。那除了乐团，中秋的时候大家还吃什么呀？除了乐团，还吃西瓜，饮桂花酒。到了晚上，很多城镇都有花灯会，供人游览、竞猜灯谜，极是热闹。我也好想去呀，我都不知道花灯会是什么样的。生生，以后我带你去。好呀，阿修哥哥答应的，可不能反悔哟。不反悔。那你也不能忘记哟。不会忘。牛车正好来了，
说说笑笑，牛车起行，慢慢悠悠地驶向了古道。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位小哥眼光好，这种红头绳是我这里卖的最好的一种头绳。看着小女娃长得跟画里的小仙童似的，戴上红头绳肯定又漂亮又可爱。多少钱？不贵不贵，一对10文钱。阿修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只有6文钱。10文钱我都能买20斤葡萄了，这么贵的头绳我不要，戴在头上我都心疼呢。5文一对。5文？5文钱卖出去，我自己还得倒贴的，最少8文，买就买，不买就算了。6文，我只有这么多，卖不卖？算了，我看你们也合眼缘，6文就卖你们一对吧。生生，送给你。谢谢阿修哥哥，我很喜欢。他一句喜欢胜过所有。查的怎么样了？回主子，小的去衙门查探过，近2年来都没有生人上户。这地方离京城已经很远了，地处偏僻，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须得查仔细了，免得有所遗漏。最近周边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太一样的事情啊？最近2个月，镇子周边有一个村庄，接连3个人出事，1个人死了，还有2个人据说是失踪，一直没有找到人。哪个村子？下坡村。去查。一家子正准备开动的时候，门外来了不速之客，马蹄声声是马车，众人脑海里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道身影来，果然是许久未曾露面的钱万金。身后跟着大黄，还有一个锦衣华服、面相俊朗、眼神精明的中年男子。刘爷爷、刘奶奶、叔婶儿、福娃娃，我来你们家过中秋。哎呀，这段时间可把我憋坏了，一晃眼居然过去1个多月，我人都给整瘦了。嘿，福娃娃，快看看小爷我是不是瘦了，有没有啊？没看出来。怎么会看不出来？我真瘦了，下巴都小了。这位老爷，是小东家的父亲？什么老爷不老爷的，我叫钱百豪，伯父只唤我名讳即可。我们一路从京城赶过来，没想到恰恰赶上了中秋这个好日子。今天呢，可要在伯父家打扰一番了。不打扰，不打扰。钱老爷快入座，太好的饭菜没有，图个热闹。这段时间一直听犬子念叨柳家福娃娃，今日可算见到了，长得好，看着就是有福气的。柳玉生朝对方笑笑，甜甜唤一声钱伯伯。好，冲着一声钱伯伯呀，就得给见面礼。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金锁。对，这是伯伯给你的见面礼，长者赐，不可辞，拿着。哎呦，钱老爷，这可使不得，这东西真的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对，太贵重了，这么金贵的东西要是收下了，我们这心里可不安稳呐。实不相瞒啊，这个金锁不光是给福娃娃的见面礼，也是谢礼。你们家的酒在整个南陵国都是独一份，能有幸跟你们合作，也是为我们钱家带来了不少利润呢。那些利润可不是一只小小的金锁能比拟的，要是你们不收，那可真把我们当外人了。话说到这份上，柳家人不好意思再拒绝。谢谢钱伯伯，我很喜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个菜好吃，鲜嫩可口。哇，刘奶奶，您的手艺真棒，这个酱蹄子真是绝了，比我酒楼里厨子做的还要好吃呢。还有这个汤，怎么这么鲜甜呢？口感太棒了。其实我这一趟过来，除了是看看新建的酒坊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谢谢你们家囡囡，她是救了我儿的命啊。此话一出，众人皆惊。钱老爷这话从何说起？上一次犬子过来，小囡囡曾提醒说犬子身中异毒，一听说此事之后，延请多位名医探诊过，的的确确，要不是遇上你们家囡囡，可能再过几年我儿就会暴毙身亡。没想到这小囡囡如此小小年纪，于医术上竟然有如此的造诣。虽不知她师从哪位神医，但是日后定能有大作为。我是教囡囡学习变药跟一些医理，可是囡囡习医很有天赋。阿修突然开口打断了娘亲的话。原来
您就是小楠楠的师傅啊，幸会幸会。没想到这小小乡野竟然还引了一位神医，女医只在皇宫才有，她依然能够感觉到男童身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气质，又诡异的透出成年男子都难历练出来的波澜不惊，似察觉到了他的打量，惊得钱百豪即刻收回视线，心头竟隐隐发凉。我只是粗通医理罢了，说神医万万当不得，钱老爷莫要折煞夫人。我说的是实话，深深行医确实很有天赋。那你信不信我以后会是神医？信，深深以后一定会是神医。点个订阅吧。酒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柳家，交给小楠楠全权做主，我们不会多加干预。钱家只是入股资金，剩下的都交由柳家以及杏花村的村民们一手操办。这个酒坊不只是我钱家的，也是杏花村的，是大家的。铿锵有力的发言像是一颗定心丸，落在心里，村民们笑意浓烈。钱老爷，我冒昧想问一句，我家是烧瓷器的，之前刘老哥家卖酒的时候，他们家的酒坛子就是我们烧的，我带了一个过来，就是想问一句，若是酒坊正式开始运作，我们想争取一个机会，能不能为酒坊烧制酒坛子？其实这事情之前我儿子李平已经问过楠楠，但是我们又担心楠楠会为了顾及情面左右为难，所以趁着这次钱老爷也在这里，我想着亲口问清楚，行就行，不行也无妨，就是争取一个机会。哦，这个就是老哥家里烧制的酒坛子，质量确实不错，瓷器色泽均匀，手感光滑厚实，这份手艺比之前我们钱家自己烧的瓷器质量也毫不逊色呀。我之前说酒坊的事已全权交给小楠楠，那么这些琐事也一并是交给他定夺的，我们钱家全力支持，但无二话。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有了钱老爷点头应允，这样子也不会让柳家为难，那他就放心了。这次回来，短时间内我应该不会走了，会一直留在县城里。有时间的话，我会经常过来。福奶奶，酒坊这边完工之后，你看着开始招工吧。需要我办的事情，到时候你说一声就行。还有，你想好到时候要酿什么酒没有？现在已经10月份了，过不久就是年关，这个时节能用来酿酒的水果不多。你那边可有什么想法？酒方子我早就准备好了，是婉容婶婶给我的药酒，有好几种疗效呢。方子稍后你可以拿去看看，找人帮你鉴定一下。至于果酒，可以等来年春的时候再加入时令品种，这个不急。以后我们要做的是长期生意，一点一点来吧。总之，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信你，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福来玩，能不能不要老是谈什么酒坊子酿酒的，多没意思啊！你们到底要不要玩？当然玩了，玩什么？说吧。要不咱玩躲猫猫？不行，我这福态往哪儿躲呀？哪都装不下，我太吃亏了，不玩。那玩斗拐，来不来？什么是斗拐啊？大侠饶命，绝对没有隐瞒，这2年除了那对母子，没有别的生人来过了。他们就住在罗浮山脚下的小木屋里，一去就能找到。大家饶命，饶命啊！黑衣人眸光微动，转身离开。柳家聚集的村民散了，钱百豪父子也起身告辞，因着顺路，顺便捎上阿修母子一程。阿修哥哥，明天一早我去小木屋找你哦。我来接你。那要早一点，要是你起来晚了，我就不等你了，我自己过去。阿修跨上马车，眼看马车就要起行，不知为何，柳玉生只觉得心里莫名有些发慌，追上去几步，小小身影杵在车窗下不肯走。阿修哥哥，早上一定要来接我哟，要不你跟婶婶今儿就别回去了，就在我家住下好不好啊？楠楠怎么越来越黏着你阿修哥哥啦？婶婶乖，明儿我一定来接你，很早就来，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好吗？柳玉生自己都有些脸红，他平时不这样的，
也许是因为今天恰逢中秋，是寓意团圆的日子，所以他不想让阿修跟婶婶回到那个冷冷清清的小木屋，又或许是因为别的他自己都说不出来的原因。那明天见。明天见。夫人医术高明，日后犬子会经常往来杏花村。若是可以，钱某冒昧想请夫人对犬子照顾一二。眼下虽然已请了诸多神医为他解毒调理，但是钱某还是不能放心呢。若我能帮上忙，自当不遗余力。楠楠能够恰巧探出小东家身中奇毒，是他们二人的造化，小夫人不敢居功。以后犬子就劳烦夫人多加照看了。几句言谈之间，马车已经行到罗浮山脚下的路口，下车作别。爹，府里已经请了不少名医，为何还要跟一个乡下妇人拉扯关系？还能比府里请来那几个厉害？我身上的毒也快解完了。此二人绝非寻常乡野之民，他们身上的气度你当真没看出来？为父一直教导你，想要做个成功商人，定要练就一双好眼力，好好学吧。母子俩走在回家的小道上。娘，你在担心？唉，如果只是跟村民打交道也就罢了，现在事情越来越不受控制。修儿，娘确实担心，只怕那钱老爷会猜出咱的身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到得小木屋门前，阿修娘刚要伸手推开院门，被阿修一把拉住。娘，快跑，快跑！阿修大喝：别管我，他们不敢伤我！阿修娘咬咬牙，转身往外跑。4道黑影从小木屋里窜出，将阿修团团围在中间，对逃跑的妇人视而不见。16皇子，闹够了，该跟我们回去了。做梦！皇子莫要叫我等为难。阿修眸光一寒，倏而出手，阻止对方的脚步，不管不顾的姿态，不要命的打法，愣是将这4个高手牢牢困在这方寸之地，离开不得。他必须得拖延时间，让娘亲能逃得更远一些。阿修一个后翻跳出了打斗圈，都滚，否则我就死在这里！有黑影缓缓接近，手中抓着刚才逃跑的妇人。可惜了，没能让你如愿。修儿，他竟没察觉到还有潜藏的敌人。放开我娘！16皇子，您叫错了，您的娘亲是皇后。修儿，别听他们的，快走，离开这儿！阿修娘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火光冲天而起，院中传来凄绝的惨叫：娘！娘！头儿，这次能成吗？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若不是这贱人作梗，他早就疯了。把人带上，回京复命。保护皇子，这里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统领，皇子不见了，周围找了一圈，全无踪迹。找，搜遍附近村落，务必将皇子给我找出来。柳家大门也被拍响了，官差搜了一圈，屋里屋外的一个角落都没放过。哎呦，真是吓死老婆子我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住在这里几10年都没遇上过这等阵仗。怕什么？咱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没做过亏心的事儿，官差拿不到咱头上。嗨，你当我是怕什么？我这不是好奇究竟出了什么大事吗？爷奶，我去小木屋看看。哎，楠楠，你还没洗漱呢。我很快回来。哎呦，我得跟上去看看。楠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娘，我也去。官差动静那么大，不知道小木屋那边有没有事。小小的娃拼了命的奔跑，后头刘老婆子几乎追不上。阿修哥哥，婉柔婶婶，阿修哥哥！冲进去，在小小的院子里打转，继而双手扒了地上厚厚的灰。柳玉生嘴里不停地叫唤，好似这样消失的人就能从灰烬下面冒出来。哎呀，怎么会这样？爹，阿修哥哥不见了，婉柔婶婶也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烧了他们的房子？楠楠，我们回家，回头让你爹去打听打听，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别哭啊！既然官差来寻人，说明阿修应该是没事儿，只是人不见了，肯定能找着啊！阿大，快把楠楠抱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钱家的马车是踩着饭点来的，这次来的只有钱万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哎，福奶奶，怎么回事儿？一个个如丧考妣的，要去奔丧啊？小东家，你们家是不是很有钱？一般般吧，南陵第2。那定是生意做得很大了，人脉是不是也很广？你想做甚？我有事想请你帮忙。福奶奶，我是生意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没有好处的事情我是不干的。价钱你提，只要我给得起。你想要我做什么？帮我发散人手，找到阿修哥哥。嘿嘿，怎么，那小子失踪了，还得要大阵仗的广发人手去找人？喂，你对他也太好了吧？他是你什么人呐？你就敢对小爷说价码随我提？小东家，我没人能求了，认识的大人物只有你一个，我求你，你帮我找他好不好？小丫头片子，你可找对人了。别的我不敢说，论人脉，我钱家说第2，没人敢说第1。人手，小爷我有的是，酒方利润我欺你3，另外加3张高级配方。你不占股，阿修娘亲给出的药酒配方不算，我说的高级配方得你亲自研究提供。看在你年纪小的份儿上，我也不欺负你，1年内交给我。行。柳玉生点头，毫不犹豫。哎呀，这都饭点了，该开饭了吧？小爷我特地空着肚子过来的，你还想要爷继续空着肚子回去？看着冷火青烟的灶房，再看看还沉浸在难过中走不出来的家人。没有饭菜，家里还有些艾茨，味道很好，要不你吃点再走？当然了，吃。啊，奇了怪了，福奶奶，我怎么觉得你家的东西格外好吃呢？青菜、米饭、艾茨，就连家里的水都比较好喝。难道福气这个东西还能影响食物的口感？柳玉生不解释，家里所有吃的东西里头都有灵泉提升的功劳，他只想赶紧把这小祖宗伺候好了，他能立马回城帮着找人。不知道阿修哥哥到底面临着什么情况。钱万金走的时候带走了一袋子艾茨，也带着柳玉生最终的期待。钱万金坐上了回县城的马车，这是他在柳家逗留的最短的一次。点个订阅吧。秋去春来，转眼3年。柳玉生走到屋后的菜地，视线落在青葱翠绿的青菜上面，却没有焦距。不知过了多久，耳边突然响起声音：“那些人又求上门来了。”钱万金走了过来，3年也让一个小弥勒佛长成了外形俊俏的小少年。哎，你说那些人也真是的，都拒绝了3年了，怎么还纠缠不清了呢？杏花村这几年过得越来越红火，他们在河对岸眼睁睁看着，自然是要眼红的。不光是他们，现在周边村落也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想要在酒坊求个上工机会。他又发呆了。当初柔软温暖的小娃儿，那双眼睛里逐渐染上了一丝冷硬，若有似无。还不打算放弃？这次可有带回来什么消息？果然，一旦跟那个人有关，他便立即回神。3年都过去了，连官府都早已经放弃找人了，你还要坚持到什么时候？他跟你有什么关系？需要你不惜耗费人力财力的去找？刘医生，你到底图什么？图他一句感谢，还是图个菩萨的名声？3年，1000多天，说不定他人早死在什么旮旯角落里了。他娘的！钱万金挫败的低声咒骂了一句，强压下满心的烦躁。有个线索，有人曾经在镇里见个跟他很像的人，年龄10岁上下，一头乱发，具体的要求见面再详细说。酬劳开口1000两。带我去见他。1000两酬劳，眼睛都不带眨的，说要就给，真是疯了。怪不得几年下来，家里还是一个破落样，合着你赚的那点家当，全砸在这上头了。小东家，谢谢你。小爷缺你这一声谢了。钱万金扭头就走，看着前头少年连走路都带着暴躁情绪，柳玉生扯唇笑笑。当初求他帮忙找人，嘴里说着利润7、3分，最后到底没死坑他。重新拟定的合同文书上写明利润各自5/5。傲娇少年并不如表现出来的那么财迷，
他心里也是真的感激他。奶奶，我去一趟镇上，小东家说有人提供了新线索。真的？那你快去，午饭不赶趟，你就在镇子上吃点儿，带上银子啊。哎，知道了，奶奶，回头您帮我跟爷爷还有爹娘、二叔二婶说一声。知道了，快去快去，可别去晚了，让人跑了。钱万金站在马车前，听到院子里的对话，一家子疯子，3年了都，他地位咋就赶不上那个失踪的死小子呢？越想心里越气不顺。奶奶，人家只说有线索，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以前去见的线人还少了吗？哪一次真找到人了？嗨，话不能这么说，不管真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是真的呢？说不定人家早就回到自己的地方了，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的，把你们早忘到脑后去了。胡说什么呢？阿修那孩子不是那种人，要是真回到自己家了，肯定会给我们来消息，免得咱们担心着急。哎呦，晚饭我得整好点儿，万一阿修回来了，这吃不饱可不行。这孩子这些年在外头，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钱万金跺脚上了马车，闭眼，免得再听下去自己气上火。柳玉生带上了银票，临出门前想了想，又回头拿出了一对红头绳，绑在了两侧的发髻上。曾经的羊角辫如今绑成了2个铜髻，看着就娇萌可爱。发髻上的红色头绳颜色艳丽，衬得女娃更加朝气蓬勃。那是阿修送给她唯一的东西，3年她始终保存得很好，不曾褪色，一如她找到她的执念不曾衰减。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马车速度很快，也不过半个时辰，跟着钱万金进了钱家酒楼。这是去年果酒生意越来越好之后，钱万金自行做主开在镇子上的。嘿嘿，小东家、柳姑娘，我带你们上去。人来了吗？啊，来了，就在雅间等着呢。钱小东家，您来了。你知道的线索跟他说吧，他是金主。小姐，您要找的人我真见过，我知道他在哪儿，我现在就能带你去找他。但是那个酬金只要找到人，我当场付酬劳，1000两，1文不少。找到人给银票，记住规矩，我钱家可不是能由着人糊弄的。明白。我这就带你们去找人，地方不远，就在镇子东头不远的破庙。破庙能是什么好地方？聚在那里的无非是什么无家可归的人，平时以乞讨为生。我倒是希望他真的在那儿，这样我的苦日子也能结束了。见天满南陵的人帮你找，我自己都快疯魔了。谢谢。又是这句，就不会说点别的吗？马车出了镇子，没走多远便停了下来。柳玉生的心也高高提起。破庙很破，直接就能看到庙宇里头吊了金盔的佛像，期间或躺或坐着几个头发蓬乱、浑身脏污的乞丐。你说的人呢？在哪儿？最后在佛像后面看到了他要找的人。这就是他。那一瞬，柳玉生几乎静止了呼吸，凝目朝被拖出来的人看去。又脏又破的单衣挂在身上，空荡荡的，瘦骨嶙峋，头发蓬乱，几乎盖住了整张脸，年纪大约10岁上下。但是只一眼，柳玉生心就沉了下来。不是，这不是阿修。这么久没找到，说不定人家真的自己回家去了呢。我也希望是这样。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努力把即将溢出眼眶的泪水倒回去。这疯子又打人了！快把他摁住，一起揍他！一声惊呼从破庙拐角处传来，柳玉生停下了即将跨上马车的动作，扭头往那边看去。不知道为何，心跳突然有些急，浑身僵硬，血液几乎逆流，往拐角处飞奔。他听见了混乱嘈杂声中一声浅若清风的呼唤，生生。这个时空只有一个人会那么唤他，用那样温柔的腔调。住手！都给我住手！柳玉生大吼着，眼睛眨也不眨，死死盯着被打砸却全无反应的少年。在彻底看清那一刻，视线全然模糊。那个人，他记忆中温柔的男孩，全然变了样。在那双眼睛里，再也找不到璀璨星辰，看不到仲夏夜空，
阿修哥哥。他不理会他，像是没听见一般，动也不动。阿修哥哥，我来带你回家了，我们回家。手刚接近，还没有触碰到，少年眼神突然就变了，狠狠把柳玉生推开，另一只手把掌心的红头绳捂得更紧，生怕被人抢走了。真是不知好歹！你知不知道，为了找你，他花了多少功夫？可惜那人根本不予回应，像是全然不认识他们。冯楠楠，我们走，脸都毁成那样了，说不定你认错人了呢。别说只是毁了半张脸，就算整张脸都毁了，我也能一眼认出他来。我要带他回家。他根本就不认识你啊！他不是不认我，他是谁都不认的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修哥哥，跟我回家吧。指着发髻上的红头绳，他说他是他的生生。他以为依旧会不理人的少年，眼眸动了，视线落在柳玉生头上那耀眼的红色，又低头看着手中已经褪色的头绳，眼睛里有一瞬间露出迷茫，似在奇怪，怎么颜色不对？我才是生生啊，会说话，会笑，活的生生。不信你摸摸看。生生又看了看掌心的头绳，想了想，少年把手心的头绳扔掉，然后把柳玉生抱进了怀里。喂，福楠楠，柳玉生，你想干什么啊？准备在这儿跟他扎窝了？别闹了，快点跟我回家。阿修哥哥，你带生生回家。你是不是不记得回家的路了？生生给你带路好不好？钱万金坐上马车的时候，眼睛还瞪得老圆。那个随时随地都能把他堵得心火狂冒的难啃的石头阿修，把柳玉生当成头绳捂在怀里，好想揍他呀。钱万金眼珠子一转，朝抱在一起的两个人凑过去，阴阳怪气地说道：阿修哥哥，我是生生，那个是假的，你把它放开，抱抱我呀。砰的一声，车厢里响起一声巨响，整个马车都震荡了一下。柳玉生，我要把他赶下车，这王八蛋太欺负人了。看着自被踹了一脚之后脸色就没好看过的人，柳玉生想了想，决定拍个马屁。小东家，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帮忙，回头我给你调配2坛顶级药酒聊表谢意。刚才的事情你也别跟阿修哥哥计较，他的情况有些特殊，我以后再跟你详细说。何况你可是游走商场大杀四方的钱小东家，哪会计较这种小事不是？我钱万金什么人？我会跟他计较？说好的顶级药酒，你别忘了就行。啊呸！不计较，换你被踢一脚试试。你想就行。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快我要洗澡，身上臭翻天了。哎呦，这衣裳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奶奶待会儿给你弄热水。楠楠呢？在车上呢，有大惊喜啊！楠楠，你俩悠着点啊，待会儿别太激动。什么大惊喜呀？刘二疑惑过后，小金子，不会是人找着了吧？找着了！呼啦啦，一群人立即往门口涌去。到家了，我们先下车好不好？以后阿修哥哥会有很多家人，大家都会疼你爱你，我保证，好吗？少年似乎认为这个狭小的空间更加安全，死活不挪地儿。刘老婆子冲在最前面，在看清车里孩子时，所有人的声音都淹没在看清阿修的那一瞬，满怀激动欣喜，被迎头浇下一盆冰水。他们刚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却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看起来就如同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刘老婆子胸口剧烈起伏，转身挤出去，一屁股坐下来，捶着胸口嚎啕大哭。那些畜生，对个孩子，他们怎么下得了手啊？他们一定会遭报应的。秀兰、杜鹃，把你娘扶回去。楠楠、阿修，下来，咱回家。阿修哥哥，我们下车吧，到家了，家里人都等着我们呢。阿修不说话，好一会儿之后，慢吞吞地挪下马车。院子里，钱万金已经沐浴完，换上了干净的衣裳，双手抱臂靠在灶房门口。先把它洗刷干净，这么臭，待会儿我可不跟他一桌吃饭。灶房应该还有热水，老大，
你给阿修提水，秀兰呐，你去找一套织下的旧衣衫，先给阿修穿着，回头我们再帮他裁几身新衣。哎，好，我这就去。心理创伤，那是什么病啊？4个大人面面相觑。能治好吗？要怎么治啊？是一种心理疾病，能治好。只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暂时不要在阿修哥哥面前提起，免得他再受到刺激。哎，好，我们不提，都不准提。孩子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可不兴再让他受刺激。对，我们不提，都不提。洗澡房里传来柳二的喊声：“娘，再烧一锅水来，不够用。”刘老婆子风风火火的转身就往灶房跑。就来，我添一把柴火，热水很快就好，等会儿啊。刘老爷子则去拿木桶，扬声说道：“哎，你们先帮碗洗着，水烧好了之后我给你们提过去啊。”陈秀兰跟杜鹃相视一眼，也往灶房走。咱再去炒2个菜，等阿修出来了，刚好可以上桌。堵在灶房门口的人一下子走得清洁溜溜，就剩下站在后面的钱万金，气鼓鼓地瞪着柳玉生。小东家，你又怎么啦？钱万金把头一扭：“你们都去伺候那臭小子好了，都不用理我了。帮你找人累死累活的，那么久，人找到了，马上过河拆桥。我看透你了，傅楠楠，反正我不值钱，你别理我。”柳玉生很是无奈，闹什么呢？这是还比较上了？有什么可比较的？整得他一头雾水。灶房里饭菜摆上桌，阿修那边刚好洗完出来，换上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裳，洗去了脏污，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样。虽然身形单薄修长，但却已经有了少年独有的气质，干净清冽。跟在阿修身后出来的还有柳大、柳二，两个人可是累惨了。头脸以及衣服上到处都是被泼洒的水渍，就跟打了一场水仗出来似的，颇为狼狈，引得一家人发笑不已。你们2个去换身衣裳，然后过来吃饭。小金子，别杵那么远了，开饭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孩子在外面到底受了多大的苦啊？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说你不管咋的，孩子找回来了，还好好活着，这就是好事儿。你怎么又给哭上了？要是让孩子看见了，那不得难过呀？所以我才忍了这么久，回房哭一下都不行。婉容走了，阿修一下没了娘，还遭了那么大罪，我这不心疼呢吗？心疼你就对孩子好点儿，只要人还在，什么事儿都能慢慢变好。以前多好的一个娃儿啊，现在吃傻了不说，连脸都毁了。老头子，你说修儿那脸还能不能治好？要不明儿你到镇上，到县城医馆给问问去啊？行，明儿个我就去，你也别哭了，赶紧睡吧。另边西厢房里，少年不肯就寝。那是床，用来睡觉的，躺着睡舒服。少年依旧眼波不动，飞快地往床上扑去，躺平，笑脸嫣然。真的很舒服哦，阿修哥哥，你要不要来试试？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柳玉生心里抖了一抖，莫名想到狼外婆诱惑小红帽，把自己给整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整张脸都在发烧。好在他还小，他也还小，不会让人想得更歪。躺下来之后，眼底浮出新奇，身下软绵绵又温暖的感受让他有片刻的失神。舒不舒服？床褥很软吧？阿修哥哥，现在天气还有些冷，晚上睡觉的时候得盖上被子，不然容易得风寒。你摸摸，这是被子，好好睡一觉，生生就在隔壁。明天见，阿修哥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唠了，孩子回来了，我也回家去。奶奶，您怎么跑这里来啦？大早上跑出来唠嗑，这在奶奶身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看她出门时风风火火的样子，还以为是有什么急事呢。在家里也是闲着，就过来找人说说话。走吧，奶奶跟你们一起回去。刘老婆子把偶遇做得自然无比，
柳玉生没有起疑。半道上迎面来了一群村中的孩童，笑笑闹闹的。当看到阿修的时候，笑闹声立马停了。刘老婆子心里咯噔一下，糟糕，她忘记了跟村子里的娃儿们交代一声了。心急之下，身子往阿修的面前一挡，试图挡住孩童们的视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鬼啊！你们这些孩子真是，这是我家阿修，大活人，怎么就是鬼了？不信你们看。刘老婆子回身就把阿修抱在怀里。是吧？你们见过有人能抱得住鬼的吗？我们家阿修也就比你们大上几岁，你们呀，该叫他阿修哥哥。心里疼死了，百密一疏，咋就漏了村里的小孩呢？走到这些孩童面前，柳玉生微微歪着脑袋。为什么你们说阿修哥哥是鬼啊？安娜，他长得好丑，太吓人了。你们平时摔伤了，磕破的地方是不是会结疤，留下疤痕？是，我以前磕破膝盖，现在的疤都还在呢。我身上也有，还有好几个。那些疤痕是不是丑丑的？是挺丑的。你们其实已经很幸运了，疤痕都在衣服能遮到的地方。可是阿修哥哥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伤了脸蛋，最后疤痕就长在脸上，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以前摔伤了，磕到了，都痛得直哭吧？你们看看阿修哥哥脸上那么大一片疤痕，他们比你们痛10倍100倍，现在长了疤，还要被人说成是鬼，可不可怜？孩童们一时无声，面面相觑，有些比较懂事的，甚至羞愧地涨红了脸。虽然阿修哥哥现在的脸不好看，但是他并不可怕，他是个很棒很有本事的人。我现在能识字，会背三字经、千字文，能看懂很多书籍，还会一些简单的拳脚功夫，都是他教的。他玩游戏也非常厉害，以前跟大宝、狗娃还有我哥哥他们比赛抓鱼、捉蝉、掏鸟窝，每次阿修哥哥都是第1名。哇，他真的那么厉害？比大宝哥哥、比知夏之秋哥哥还厉害？当然啦，你们看我就知道了，我跟你们一样大，都能管理酒坊了。柳玉生臭美地扬起下巴，转身走到阿修的身边，举起小手。阿修哥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举，骑大马，骑。鬼会这样吗？骑在阿修的脖子上，柳玉生居高临下。不会。看看刚才把你们吓的，哭起来眼泪鼻涕横流，丢不丢人？要让别的村子里的小娃知道了，能笑死你们。娜娜，阿修哥哥那么厉害，以后能不能让他也带我们去玩？行呀，平时我们都在家，你们有时间可以来我家找我们玩。那说好了，不能反悔啊！像大宝哥哥就总不带我们玩。说话算话，等你们来。阿修哥哥，回家。人形大马立即启动，望着3人离去的背影，还有小童在暗暗羡慕。安南真厉害，阿修哥哥好听他的话。我也想有这样的哥哥。哎呦，想不到我们囡囡还有这一套，把群小娃训得服服帖帖的。我说的是事实，阿修哥哥本来就很厉害，有本事。是，怪不得乡邻都说你呀就是个孩子王。好啦，离家还有一段路呢，囡囡你先下来。阿修也还是个孩子，这么拖着压着骨头，以后长不高。奶奶，我不重。你怕累呀？奶奶抱你啊。这次不等柳玉生说话，阿修先身形一闪，避开了老婆子伸出来的手，瞬间窜出老远，生怕坐在脖子上的小娃被抢了似的。刘老婆子很无奈，再次笑开来。回到家里，老婆子就去灶房忙活午饭去了。柳玉生牵着阿修坐在堂屋，然后借着回房一趟的借口，从空间里取出了一小杯灵泉，做了稀释之后回到堂屋。灵泉水有去腐生肌的功效，还能完美祛疤。阿修哥哥，我给你擦点药，你乖乖的不要动，这是治疗你脸上疤痕用的，相信我，我一定能把你治好，变得跟从前一样。这张还有这张是阿修哥哥自己写的，厉不厉害？我写的？是
阿修哥哥写的比生生更好。我早就说过，阿修哥哥很棒，是个很厉害的人。刘老婆子出来倒脏水，正好看到了这一幕，惊讶地走过来。哟，两娃在写字呢，奶奶看看写的怎么样了？奶奶，阿修哥哥可厉害了，他把《三字经》我没写出来的部分都背出来了。您看，这是阿修哥哥写的字，好不好看？好看好看，比你两个哥哥写的字啊可好多了。今日有骄阳半挂在天空，投射下暖暖的光线，老妇人爽朗的笑声，小娃清脆娇软的奶音，在农家庭院里交织出温馨的旋律。钱万金快要被气死了。以往他每次来，只要听到马车声，刘奶奶就会第一时间出来招呼他进门。现在他在门口都站了好一会儿了，院子里的人愣是没有一个注意到他的存在，失宠的感觉成倍增加。哟，小金子来了，怎么不进来？站在门口做什么？这孩子，赶紧到灶房喝点水。看你咳的，被风给呛着了吧？啊！奶奶，你怎么不说我生病啊？委屈巴巴，净胡说，生什么病啊？你都壮得跟个小牛犊子似的，这几年连个喷嚏都没打过，奶奶还不知道你呀？哼！小丫头片子，笑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吗？生生6岁，还小，这么好看，奶奶说的。点个订阅吧。红头绳，你的宝贝，喜不喜欢？想不想要？昨天马车一脚之仇，你记着呢，小贼，等着爷一雪前耻啊！生生，你的生生，哎，这个给点反应啊，小子！你要想要，全给你。要是你以后能离他远一点，我送一箱生生给你，怎么样？阿修动了，站起来往柳玉生的方向走。钱万金嗖的一下飞快挡在他的面前。哎，疯子，你还没答应我呢，到底要不要？不要我扔了啊！这么多生生，扔到地上得被多少人踩啊？你不心疼啦？还没能说出来，砰的一声闷响。小金子，哎呦，你怎么贴墙上去了？赶紧起来，多脏啊！这奶奶，是他踹我的。你说把生生扔地上，让很多人踩。奶奶，福奶奶，他血口喷人，我……行了行了，奶奶还能不知道你？肯定是你把阿修招惹了，阿修才踹你的。福奶奶，你得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这人表里不一，真是他欺负我。知道他会欺负你，你还不吸取教训，一次两次往上凑啊！虽然阿修哥哥现在看着有些呆，但是他只是暂时不记事，并不是人傻了。再招惹他，下次你还得自作自受。是不是伤着了？身上痛的地方擦点药水，一会儿就好了。你还会关心我啊？多大人了还闹小脾气？你比阿修哥哥还大1岁呢，快把药擦一擦，别让我奶奶担心。奶奶也不疼我了。奶奶刚回灶房去做某个人最喜欢吃的翡翠春卷，你不领情，那你待会儿少吃点。想得美！奶奶，春卷儿多撒点香葱，我爱吃。知道了知道了，贴了好多呢。擦好药，洗好手，就能过来吃了。赶紧着啊！别的事情都要我教，暗地使坏怎么就无师自通信手拈来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福奶奶，你这药水真不错，擦上去立马就不疼了。这个能不能生产啊？这个不生产，秘药，自家人用的。别啊，这么好的药就该生产出来，造福老百姓嘛。我敢保证啊，这药一上市，那些什么神仙出品都没法争锋嘛。这种药水要用到的药材太昂贵，大批量生产不现实。现在我们酒坊里出产的东西已经很惹人注目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知道的。是不能更加出风头了，否则怕是我家也顶不住上头压力了。上头已经有人开始打主意了。早就开始打主意了，稳赚不赔、财源滚滚的买卖，谁想不要啊？你以为都跟你似的，还嫌赚钱多呀？还好我家里有点根基，那些人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尚且能应付得过来。有钱不能赚的感觉太痛苦了，他得吃点好吃的才能安慰自己。我们也去灶房吃东西，奶奶肯定做了很多春卷，以前你没吃过呢，去尝尝看好不好吃。
门油车停下的声音伴着些许的喧哗。刘老哥，你慢着点儿。都到家门口了，急什么？等我下来扶你吧。不用，没什么大事儿，我这身子骨好着呢，不用紧张兮兮的。是李大跟刘老爷子的声音。柳玉生心口提了一下，快步跑出去。爷爷，你怎么了？楠楠呐，别急，爷爷没事儿，就是腿给撞了一下，别担心啊。怎么就撞到腿了？严不严重啊？都说了没事儿，怎么一个个都拧眉皱脸的？先进屋，我坐下歇会儿，真没事儿。今儿一早，刘老哥说要去县里医馆寻医，我早上有时间，他就赶车把人送去了。本来好好的，出医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街道上突然乱起来，好像听说是个什么官家急事儿，赶着回京。马车在街道一路疾驰，刘老哥就是避车的时候，他动作慢了，被马车给蹭到了腿。当时为了避开马车，街上不少人都受了伤，结果马车连停都没停。这些个当官的，一个个都不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儿。腿都这样了，你还说没事儿？你当你还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强忍着。街上就有医馆，你就近找大夫看看，能怎么地？你真是要气死我呀！这也怪我，当时我应该拉着刘老哥去医馆的。不关你的事儿，他这犟脾气一辈子都这样，就是头犟驴，轻易劝不动。奶，别担心，爷的腿就是沉了些淤血，骨头没断，只要擦上药好好养2天就没事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真没事儿啊？真没事。柳玉生点头，没敢说爷爷有骨裂的迹象。好在骨裂是轻微的，以他的医术加上灵泉，1、2天就能好。奶奶，生生的医术你还不知道吗？比镇上县上的大夫都厉害。钱万金在一旁帮腔，当初我中毒连京城的名医都没看出来，还是生生给诊出来的。突然听到阿修说道：“焦味儿。”哎呦，我锅里烧的菜呀！刘老婆子惊呼一声，赶忙往灶房跑。刚才心急，哪还顾得上灶房？完了，糊了一锅好菜。爷爷，你忘了怎么答应楠楠的了？楠楠，答应你的事情，爷爷都记着呢。这些年可是连一点小伤都没受过，这次是意外。当时走出医馆，哪知道那辆马车突然就窜过来，躲都躲不及呀。您去医馆做什么？这不是跟你奶奶商量了一下，去医馆问问看阿修的脸能不能治吗？多好的一个孩子呀，不能被那些疤痕给毁了，不然以后连媳妇儿都不好娶。爷爷，这么大一片伤疤可不好治，就凭县城那些大夫的医术，怕是治不好。而且这种事情，你应该先问问福楠楠有没有办法呀？他的医术水平真的比一般大夫高。楠楠，这次是爷爷不好，应该事先跟楠楠商量一下，以后爷爷肯定记得。爷爷奶奶也是关心则乱，阿修这孩子伤在脸上，要是治不好或者治疗不当，对他一辈子都有影响。不是爷爷奶奶不相信你的本事，而是你年纪太小，一旦由你来治疗，你会背负上很大的压力。你秉性纯良，如果治疗结果不尽如人意，你必会负疚啊！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这种爱温暖而磅礴。爷爷，楠楠明白了，您的腿有轻微骨裂，伴有淤血。刚才我没有说实话，爷爷，给我个机会证明给您看，我可以。这一刻，他选择坦诚，这样才不辜负他们的信任。我说怎么这么疼呢？原来是骨裂了。哎呦，那一下确实撞得不轻。爷爷等着咱楠楠把爷爷治好，你想怎么治都行啊，爷爷不怕疼。楠楠可舍不得让爷爷疼。钱万金将妥善收在怀里的小药瓶拿了出来，递给柳玉生。爷爷这是撞伤，这个药应该能用吧？我早上试过了，有很好的止疼散瘀效果。能用。柳玉生点头，本来他也是打算先给爷爷擦上这个药，先行止痛散瘀。接过药瓶，没等他起身，面前出现一只纤瘦白皙的手，手上拿着他放在堂屋柜子里的干净棉团，是阿修。
早上为他擦药水，他记下了他放棉团的位置，而且第一时间为他取了过来，像是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默契的紧。都是好孩子，嘿，这药真不错，擦上去当真就不疼了。楠楠，药是你亲自配的？哎呦，我们家楠楠这么厉害呀！午饭后，一家子坐在堂屋里闲话唠嗑，陪着老爷子，免得他闷。爷爷今天碰上的骚乱，可能跟京城那边有关。京城出大事啦！我也是早上才收到的消息，听说那位不好了，缠绵病榻好几年了，现在病情加剧，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京城局势变得很紧张，皇室子弟个个蠢蠢欲动，斗得很是厉害，牵一发而动全身。南陵各个地方肯定不会平静。当今膝下16子，最长者已过了而立，最小的听说才10岁上下，偏偏当今一直未曾立下太子，导致各方势力都对那个位置虎视眈眈的。这番争斗下来，也不知道最后能活下来有几个。为何当今一直不立下太子？不知，不过坊间有个传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当今此举是为了保护他最喜爱的儿子，只要这位皇子活得好好的，当今会在弥留之际册立其他皇子为太子。如果这位皇子出事夭折了，那么皇室里所有人都将无缘皇位。为此，当今早早地写下了密诏。具体事情是怎么样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众人沉浸在自己思绪里，谁也没有注意到阿修空寂的眼睛里慢慢翻出浪涌，一手扶上太阳穴，那里似乎被针扎一般，痛得他脸色发白。脑海里一瞬间闪过无数画面，他想要凝神去看，却看不清。这事情对你的生意会不会有影响啊？影响肯定有啊，多少人盯着我们家酒坊呢？那些人争权夺势，需要大量金钱支持，想着法子的捞钱。好在我家有点根基，还能撑得住。而且那些人现在主要精力在夺权上，暂时没办法把手伸得太长。杏花村这边不会受到干扰，不用担心。如果实在撑不住，那些人想要酒坊配方，你就给，别硬撑着。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活着才最重要。人活一辈子也就短短几十年，别为了身外之物拿命犯险。啊，我知道了。这么好看，爷爷点个订阅吧。午后，柳家来了一群意外之客。小七、凤鸭，你们是来找我跟阿修哥哥玩的吗？快进来！听到柳玉生招呼，小童们扭扭捏捏进了门，羞涩又兴奋。刘老婆子已经端了2盘子糖果点心出来，放在方桌上。你们这些小娃，除了过大年，都不上刘奶奶家来串门。快过来，尝尝刘奶奶家的糖果点心。奶奶，你家的点心真好吃，这种的我以前都没见过呢。这是小东家平时带过来的，我一个人吃不完，剩好多。以后你们常来，帮我分担一点，不然放久了坏掉多可惜。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放坏掉呢？以后我们常过来帮你吃。那说好了啊。还有孩子吃着吃着，注意力逐渐被放在桌上没收起来的纸张吸引。安娜，这些字是你写的吗？写的真好看。不是我写的，是阿修哥哥写的，他会的还有好多呢。哇，好厉害！阿修哥哥，能教我们写字吗？生生教。阿修哥哥不爱说话，我是他徒弟，想学的我教你们。楠楠跟阿修哥哥都会写字，那小东家呢？也会吗？钱万金笑嘻嘻地说道：“这还用说，除了识字，我还会算数、看账本。怎么样？要不要也跟着我学啊？”要。没问题，有时间我就教给你们。楠楠姐，我们准备明天去田里捉泥鳅，你跟我们一起去吧。现在是春播，毕竟泥鳅养了一个冬天可肥了。行啊，明天你们来叫我，我跟阿修哥哥都去。我也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东家，你有马车，带我去镇上找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家栓子，求求你。桂花，栓子已经死了，跟我回去，咱把栓子好好安葬了。没死，栓子没死，只要去镇上找大夫，大夫能救，他没死。这是怎么回事啊？桂花，栓子咋了这是？今儿个翻耕田地，桂花把孩子带上了，人忙的时候一个没注意看，孩子什么时候溺到水沟里的都不知道，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快没气儿了。
大黄，掉车头，带桂花婶儿去镇上医馆。大黄得了吩咐，立即拉起缰绳，准备掉头。谢谢小东家，不用去了。桂花，别折腾了，咱栓子没了。婶娘，把栓子放平。奶奶，帮我把堂屋柜子下面的小木箱拿来。爹，帮我取盆水。栓子已经没有了呼吸，但是刚才柳玉生用手探过，心口还是温热的，说明真正断掉气息的时间不长，人还没死透。他要赌一把。从小木箱里取出一套银针，迅速刺入小男孩身上几处要穴，封锁心脉，保住那丝即将散掉的生机。吞下去了。柳玉生给栓子喝下去的药水是没有稀释过的纯灵泉。就在桂花夫妇脸上的希望再次被一点点磨碎的时候，一声极为微弱的咳声从地上平躺的小男孩嘴里发出来，惊叹欢呼喜极而泣。那群挤在柳家门口的小童们此时看到柳玉生的眼神全是崇拜，就跟看小仙女似的。只是他没有想到，囡囡真的把人救回来了，而且是起死回生。地上的小男孩已经颤颤巍巍睁开了眼睛。囡囡，谢谢。婶娘，地上凉得很，栓子刚遭了大罪，不能再受凉。您先把他抱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我开几副调理的药给栓子，吃完人就恢复了，保准跟以前一样活蹦乱跳。赶紧，把娃儿带回去，人能醒过来肯定没事儿。栓子是个命大有福气的，以后肯定出息。对，也让囡囡休息会儿，看那小脸白的，怕是耗了心力了。囡囡好听话，叔伯不懂说，嘴笨，但是以后但凡你开口，做牛做马都是有过，叔伯绝无二话。行了，什么做牛做马刀山油锅的，囡囡没有累坏都要被你吓坏了，赶紧回去吧。点个订阅吧。晚饭过后，桂花婶夫妇就来了，抱着已经醒过来的栓子，还抓了一只鸡，还有一篮子鸡蛋。进门就让栓子给柳玉生叩头，把柳玉生吓得够呛。囡囡，要不是你，栓子就没了，这个礼你受得起？婶娘，您别这样说，当时我也只是尽力而为，就像当初我失踪的时候，您跟叔伯不也一宿没合眼，到处帮着找我吗？可不是，乡里乡邻的，大家处的是感情，可不兴虚头巴脑的外道了。咱家有困难的时候，不也是你们跟大伙伸手帮忙的吗？这玩意儿看着就精灵，大难过后必有后福。栓子已经站起来，歪着脑袋，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柳玉生，神情里带着亲近。你看着我干什么呀？囡囡姐，以后我做你小跟班，谁欺负你我就揍他。栓子恢复得很好，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不过毕竟受了惊吓，晚上可能会出现发烧的情况，如果发烧了，就给他喂这2瓶药水。好，我们记下了。囡囡，真的谢谢你。囡囡，栓子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又是耗心力，又是给药水，你别嫌婶子俗，诊金你一定要收。这是家里这几年存下来的，总共有11两，我知道肯定是不够的，你先收下，回头我们攒下银子了再给你送来。桂花，你这是干什么？老姐，您别急着说话，我栓子的命咋地也不止这11两不是？就算我是找别的大夫看诊，人家还能不收钱？镇子上那些医馆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病小痛去一趟，没几两银子都下不来。我现在只拿出这么点儿，已经脸上没光了，你们一定得收。而且现在囡囡医术好的名头，周围已经传遍了，在我这你们要是不收钱，以后别人真把你们当成免费医馆，你们还咋说？柳家人纠结了，收吧，这都是桂花家全部的家当；不收吧，桂花说的话也在理。婶娘，看诊的银子我收，1两银子足够了。囡囡，这咋行？婶娘，我也是杏花村人，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孩子。行，婶子不跟你矫情。栓子，这份恩情你一辈子都要记住。我记住了，娘。囡囡，过来，坐爷爷这儿来。爷爷，奶奶。
爹、娘、二叔、二婶，你们有话赶紧问呐，不用酝酿那么久。奶奶，收1两银子，真不会亏本。奶奶您心好大呀，怎么可能不亏本？灵泉水有银子都买不着。试探的柳玉生答得小心翼翼。刚才那2瓶药水不算亏本，如果要算上下午用的药，亏一点点。以后啊，上门求医的人怕是不会少了。有时间你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样看诊，怎么样收费，自己做到心里有数，一切以问心无愧为本。以后囡囡要是在家坐诊，肯定得给人开药什么的，咱要不要在家里备上点常用药材？还得辟个坐诊的地方出来，家里空房间没有了，要不就在院子里吧。回头我跟老二在院子里搭个棚子，遮风挡雨应该没问题。要我说啊，不如直接把家里房子扩建起来，反正以后孩子们大了，也需要各自有个窝。二叔，你这主意好，照我说，干脆把房子推了重建算了，整个大宅子，这1人1间房，施工队我包了。接下来的时间，一家子包括钱万金就药材、药房、坐诊地、扩建等事情讨论得热火朝天，直到一个个开始打哈欠，刘老爷子才大手一挥说道：行了，天色不早，都洗洗睡吧，明天再继续琢磨。爷、奶，你们没别的想问了？问什么？你医术摆在那里，能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好事，只要你想走这一行，家里人就都支持你，其他的没什么好问的。唉，老头子，你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囡囡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啊？娃儿怕我们担心呐，咱也别给他压力，真逼着他说出来，咱心疼他，他又得转过来心疼咱，这不是没事瞎折腾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行了不行了，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来了，跟这帮小萝卜头玩一会儿，腰都直不起来了。你不是立志要做孩子王吗？这么会儿功夫就不行啦？气虚体弱，不行。什么气虚体弱？什么不行？我身子骨壮着呢。等我缓口气，继续下去大杀四方。笑话，我还能玩不过一群小萝卜头？哎，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呢这是？我告诉你福囡囡，自从我瘦下来以后，每天都有锻炼的。现在我能绕着整个杏花村跑3圈都不带喘气儿的。行了行了，知道你厉害了，喝口水歇一会儿。福囡囡，你家的水就是特别好喝，甘甜清冽，累的时候喝上几口，疲劳全消，好东西啊！福囡囡，你偷偷告诉我，你家水里是不是也放了什么特别调制的药材进去？寻常人家的水除了解渴之外，我真没见过还有如此自带解乏功效的。你说呢？晨曦清风下，女娃浅笑轻眉，腮边碎发随风飘动，细碎阳光下，肌肤白得几近透明，鲜活而灵动。钱万金在心里哦哟了一声，只觉得从未见过这样可爱的小娃娃，让人都有点舍不得挪开目光。福囡囡，以前没有想过你的医术会这么高。那天的事情传出去以后，你们家很快就会不复之前的平静。你打算好怎么做了吗？我没有什么打算，以前怎么过的，以后还怎么过。他不会改变现在的生活节奏，这一世不争名不为利，他只想在这个纯净的小村庄里陪伴家人到老。没有打算怎么行？估计村子里很快就会有外人找上门来，你总得有个应对方法。有人上门求医，能治就治，不能治也没办法，还需要怎么应对？难道你还怕我被人欺负了去？要是有人敢在我家闹事，不用我家里人动手，村子里的叔伯婶娘们都会把他们赶出去。师叔，泡药苗吗？走，咱帮忙去。我也去，人多力量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囡囡姐，这个我会，我也来帮你。我也要帮忙，我也要帮忙。叽叽喳喳的童音穿透整个田野，看得周围的大人们齐齐乐呵起来。看见没？那是我家的臭小子，自己家田地都不管，跑到生生那儿献殷勤去了。我真想揍他一顿。唉，我们家这个也没好多少，
平时在家里面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见天在外面疯玩，老子还是第一次看他干活这么积极。大人们聊天的声音很大，这些话自然就传到了刘老爷子的耳朵里。刘老爷子手里抓着秧苗，单手叉腰，得意洋洋地说道：哎，这就要论带头的重要性了。你们这帮家伙平日把娃儿宠得恨不得能上天，还指望他们干活，以后啊，多跟老哥我学学。哎呦，要说宠娃儿，你老哥称第二，整个杏花村都没人敢称第一，还跟你学，你真好意思的。众人群起而攻之，泥巴、秧垛子一起飞来。躲不及，刘老爷子干脆就不躲了，反正在田里忙活上一天，少不了裹一身泥，虱子多了不痒。来来来，扔吧扔吧，也别整泥巴了，有本事直接把秧苗扔过来。嘿，美的你！爷爷，楠楠给你扔秧苗。转眼就到了清明，因为是大节，镇上书院特地休了2天假，放学子们回家祭拜祖先。柳之夏、柳之秋兄弟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围着阿修打转好几圈，有激动，有兴奋，也有怜惜，唯独没有对他那半张被烧毁的脸而发出的恶心和嫌弃。阿修，看到我这体格没？在整个书院里都是最壮的，力气也最大，以后我罩着你。柳玉生在一旁抿嘴偷笑，二哥还是那样一根筋的性子，真要说罩，哪里轮得到他呀？他跟大哥加起来都不是阿修哥哥的对手。4月初5这天，柳家一大早就准备好了祭祖用的东西，一家人踩着泥泞的小路，给柳家各个祖先都拜了一遍。我这鞋子都成泥鞋了，快走不动了都。刘老爷子蒲扇般的巴掌在他后脑勺一拍，怪不得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一肚子墨水有什么用？爬个山拜拜祖先都喘成这样，不像话！赶紧跟上，还有地儿没去呢。不是爷爷，咱这不都是已经祭拜完了吗？家里几个祖先几座坟，我记得清楚着呢，您可别吓唬我呀。后脑勺又挨上了一记，这次是刘老婆子。叫你跟上就跟上，话那么多，讨打是不是啊？咱家男娃都是草啊，都是草。一行人绕过村子，循着小路拐到了山坡背后，一眼就看到了山脚上不远立着一个小坟包，单独的一座，没有墓碑，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于这样的节日里透着萧瑟悲凉。阿修，过来跪下，点个订阅吧。阿修看向老爷子，面上疑惑懵懂，这个表情让女眷们悄悄红了眼睛。他不知道老爷子为何要他跪。过来，跪下，叩头，上炷香。阿修下意识地去拉柳玉生，以为是跟之前一样，那他要跟生生一起。阿修哥哥，你去，这里我不能陪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你的娘亲。不知道为何，小娃眼里浮出的悲伤让阿修很抵触，他不想跪下，甚至不想接近那个坟包。最终他还是抬起脚步，一步一步走近，在坟前缓缓跪下。脑中有根紧绷的弦在此刻重重一颤，震得他脑袋尖锐的疼。刘老婆子轻声叹息：3年了，大妹子，我们把阿修找回来了。日后啊，柳家就是他的家，他就是我们柳家的孩子。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行了，起来吧，该回去了。陈秀兰对着坟包轻语道：婉容，你放心，我会带你照顾好孩子，明年再带他来看你，等他病情好转了，亲手给你立碑。走在人群最后的阿修却身体蓦然一僵，脸色煞白，直直往前栽去。清醒的最后一刻，耳边是惊叫纷杂。千里之遥的京城，皇宫紫宸殿里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咳嗽声。皇上，
老太监惊叫，急步上前为躺在龙床上的洪元帝顺气。皇上，您可不能再大吉大怒了，保重龙体为要啊！朕乃天下之主，坐拥整个南陵，在自己的黄土之上，却找不到自己想找的人。帝王逆视跪在龙床前的男人。魏统领，你说是朕的本事不够大，还是朕的属下太无能呢？卑职罪该万死，请皇上责罚。朕想将你活剐，卑职认罚。身为朕的隐卫，却不够尽忠。要说到背叛，又背叛的不够彻底。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淑贵妃身旁伺候，这几年还挺受看重的，是个机灵的。朕这紫皇宫缺机灵的奴才，明日朕把人调过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3月内，朕要捷报。谢皇上龙恩，卑职定全力以赴。皇上什么都知道。3年前，他落后一步找到现场，是有意而为，将在场的黑衣人屠杀殆尽，断了对方传回线索的可能，使他在最后一刻选择忠心。皇上，卫青已经背叛皇上，为何还要给他机会？倘若他再次背叛皇上，那16皇子岂不是更加危险？洪元帝缓缓闭上眼睛，一声几近虚无的叹息。若有选择，他怎么会再用这样的人？只是卫青一直追着这条线索，相比弃他启用新人，卫青能把人找回来的速度更快，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亏欠的娘俩太多，他只想在临死之前尽自己最后的努力，给那孩子一个好的保障。传令卫子，让他做卫青副手随行，找到人立即带回宫。是，奴才这就去。点个订阅吧。楠楠，楠楠。村长柳金福兴冲冲地跑进柳家院子，看到柳玉生身边围坐了一圈人，愣了一下，然后自觉地收了声息，坐在旁边等候。自从柳玉生救回栓子之后，杏花村柳家的福娃娃有一手起死回生医术的事情就不胫而走。经此之后，寻上门来的人就开始多了起来，柳家小院也就成了半个民间小医馆了。这段时间昼夜温差大些，小娃儿容易着凉，晚上得多注意些。惠顾40文。40文？那妇人有些讶异。怎么？不，我没别的意思。来的时候听人说这里诊金便宜，小大夫照顾穷人家，还真是这样。这一波病人走光了之后，楠楠姐，喝水。是桂花家的栓子，以前被大人拘在一旁都能调皮捣蛋，现在完全沦为小楠楠的小跟班了。谢谢栓子，去玩吧。我去那里学认字。阿修哥哥，这是楠楠姐昨天教我们认的字，念土，对不对？您是？哦，我又记错了。阿修哥哥，看我写的水字，对不对？少了勾。这些个小娃娃现在倒是一点都不怕阿修了。何止不怕，有时候还故意捉弄阿修哥哥，看阿修哥哥黑脸。村长爷爷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之前说要买下杏花岭，事情我已经办好了，这是官府出具的文书。因为是荒地，官府那边给了优惠，500多亩，总共只收了1000两银子。你签名，按上手印，回头我再拿去官府盖管戳就成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好，谢谢村长爷爷，这事情劳烦您多跑一趟了。谢什么？你要带着村里人种药材，以后村子发展越来越好，我这个做村长的脸上也有光。托你的福，说不定村长爷爷有望能升为里长呢。那楠楠先恭喜村长爷爷。现在村民们已经开始积极开垦荒地，到明年春估计家家户户能开出个10来亩地来。楠楠，你确定了要种什么药材？
也提前给大家说说，让大伙儿心里有个底，顺便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不过关于药材种植，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所以你也得好好教教他们，免得到时候白糟蹋了药材秧子。好，我知道了，村长爷爷。明年开春前，我会把药材要种植的种类和种植方法跟村里说清楚的。你们看看，天边就剩下半个红鸡蛋了，都赶紧的回家吃饭去吧，明天再过来学新字。楠楠姐，阿修哥哥，那我们走了。栓子很听话，挥挥小手，带领着一帮萝卜头排队离开。好，那我等你们哟。不开心了？我可以不理他们吗？那我来教他们好了，就是可能会有点忙不过来。生生，你是在欺负我？哪有？有也无妨，准你欺负。涂了近2个月的药水，你脸上凸起的肉芽差不多平复了，颜色也已经恢复的跟旁边的肌肤无差。这是最后一瓶药水，涂完以后，待外层结起来的硬疤脱落，应该就能好全。生生，怎么啦？现在的生活，你开心吗？当然开心啦，我喜欢现在这样简单平淡。你呢？你喜欢吗？我喜欢你喜欢的，所以我守护你喜欢的。阿修哥哥，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柳玉生的心悄悄提起，你叫我阿修哥哥，该是我操心你才是。柳玉生撇嘴，他操心他还少吗？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如果想起往事只能让他痛苦，他宁愿他永远不想起来。好了，擦完药，收拾好药瓶放在床头的小木柜里，柳玉生作乱在少年鼻子上狠狠一捏。晚安，阿修哥哥。女娃使坏得逞，飞快地闪身出门，只留下张扬的笑声。烛火跳跃下，少年眼底酸涩越来越浓郁，最后眼帘合起，遮盖了所有情绪。子夜，万籁俱寂。柳家小院落下一道黑影，最后停在西厢房门前。门外的人不动，门里也安静无声。良久，少年缓步走了出来，身上的衣裳没有一丝褶子，也未见凌乱。他一直不曾入睡。卑职前来护送16皇子回宫。你为什么还活着？黑影机不可见的一颤，16皇子他什么都知道。卑职失责，待皇子回宫后，卑职定当令罚。你自裁便是，难道我还不认得回宫的路了？16皇子，卑职自知罪不可恕，绝不求情，但是请皇子给卑职一个机会，让卑职护送您回宫。如今皇上病体每况愈下，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皇子一旦踏上归京路途，必定危机四伏。多卑职一人，总能多一份保险。微子，卑职在，把他脑袋割下来，半个时辰之后启程，别脏了柳家的地儿。是。卫子低头看向跪得笔直的男子，眼神复杂。同在隐卫营，这个男人带领他们出过无数次任务，无往不利，从不失手。唯一的一次，害死了皇上最爱的女子，让16皇子陷入绝境。16皇子，皇上病情已经很危急，我等悄然离京的事情，想来已经被人发现，很快就会有人追来。趁那些人到达前，皇子最好尽早离开，以免涉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阿修的脚步停在隔壁房门前，手几经抬起，却没有勇气去将他推开。他在安睡，他却即将离开。倘若将他惊醒，他该说什么才好？如果可以，他想永远留下来。可是娘亲惨死的仇，他势必得报。那场焚烧他至亲的大火，他永远不可能忘记。最终，少年似禁不住心里渴望，轻轻地推开了紧闭的房门，一步一步走到床前，看着床上半侧着身子睡得香甜的小娃。同一个空间，仿似被分割成2个世界。他的世界阳光明媚，每走一步都能绽放美丽的花朵，而他的世界，跨步踩的都是森森白骨。16皇子，门外有人低声催促道。阿修蹲了下来，将小娃放在脸侧的小手轻轻地握在掌心。生生，你说你喜欢现在的生活，你喜欢这样的简单平淡，你喜欢的，我来守护。闭眼再睁开，少年眼眸里浮上坚定决绝。
就着床头小桌上的纸墨挥好几笔，最后再深深看了一眼仍在睡梦中的小娃。阿修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回头会不舍。归去无忧4个字，笔锋流畅，清俊有力。楠楠，阿修真的走了，这真是他写的？是他写的，奶奶。这孩子要走，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好歹还能给他准备点东西带身上，这是怕说了我们会拦着他不成？就这么走了，连点上路的盘缠都没有，不是叫我们担心吗？罢了，走就走吧。孩子既然留了话，应该是深思熟虑过的，回去肯定是有他想去做的事情，不跟我们亲口告别，估计是怕离别伤感。爹，要不这样，晚点我去镇上县里找找。阿修一个人走的，这半会儿功夫应该走不了多远，说不定有人见过他。行，也别等晚点了，你现在就去。那我这就去。阿修一行已经乔装改扮，登上了前往京城方向的货船。船只会在襄州码头靠岸，到时咱们转往小道赶去徐州，在徐州再乘船，只要稍加注意些，不会被人发现。25天后能够到达京城。到徐州之后走大道，无需遮掩。皇子，这样会引来危险的，咱们时间不多，务必在最短时间内要赶回京城。走水道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走大道还不遮掩，皇子这分明就是把自己当成活靶子，吸引敌人朝他进攻啊！我没问你意见，你听命即可。是，卑职遵命。只要他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身上，杏花村柳家才可安全无忧。阿修哥哥有事回家去了，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也可能再不回来。船舱边上，阿修看着江水的眼睛漆黑如墨，哪怕去赴死，他都不想他忘记他。不要误念，他死了化成灰了，也想生生记挂他一辈子。到徐州地界，魏红、魏兰留下。16皇子。魏子心头一紧，不知道小主子又要闹哪一出。阿修没有理会魏子，直接对魏红、魏兰下了命令。柳家年后会发展药材基地，届时需要不少人手，你们2人混进去，在京城局势稳定下来之前，暗中保护柳家。魏子面色一变，皇子不可，隐卫的职责是保护好皇上跟16皇子，身在隐卫营，个个皆是精英，人数并不多，皇子身边本就是危机四伏，这种关头再把魏红、魏兰留下，等于削弱己方实力，给敌人增加机会啊！现在我还是主子，若是有半点差池，提头来见。听明白了吗？是，卑职领命。定要装作是徐州流动人口，不可露出破绽，扮得可怜一些，他们会将你们留下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喂，福楠楠，回魂了！人都走了几个月了，就算住在最远的北地，爬也能爬到家了，人家愣是一个信息没捎来，你还记挂他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小爷费了多大劲儿才逃到这里跟你闲聊？哎呦，知道，你家里正对你逼婚，你为了逃出来简直费了9牛2虎之力，辛苦你了，小东家。假惺惺，没诚意。福楠楠，你说句公道话，小爷呀，现在怎么的也算是玉树临风，俏公子一枚了吧？你说他们到底急什么？现在就赶着给我相亲，小爷才13，你不是说家族嫡子15岁就要成亲吗？这不还没到15呢吗？差2年呢，一个个心急火燎的，搞得小爷嫁不出去似的。柳玉生忍俊不禁，扑哧一声喷笑，总算笑了，不枉小爷一番苦心呐。柳玉生看着钱万金微愣，合着他故意那样说话，就是为了逗他笑？这样看我干嘛？我告诉你啊，小爷是浪子，别对我认真，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八字眉，吊梢眼，眼角下垂，活脱脱一愁苦老太太。你才老太太呢！武力镇压对小爷是没用的，小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碟炸春卷，去吗？坚定不移。一碟水晶肘子，傲骨不容践踏。祛痘消炎药水1瓶。
要我叫你姑奶奶都行。我去，这药水简直就是他的救星啊！你说你吧，小小年纪，到底怎么学的一身医术啊？比扬名多年的老大夫还有本事。现在杏花村的小神医的名声都传到云城去了。现在想想，小爷真的天生就是个做商人的料，拥有一双如炬慧眼，慧眼识宝啊！切，净耍贫。前段时间你在各大州城跑，有没有听到什么八卦大消息？八卦大消息？钱万金不明所以，福囡囡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时事了？比如什么大家族震荡、豪门子回归之类的。大消息，皇室16皇子游历归来，获皇上诏书册封南陵王。阿修6月不辞而别，7月中旬16皇子封王，加之后来的一系列洗牌动作，钱万金没办法不将两者联系起来。阿修是不是就是那个游历归来的16皇子，如今的南陵王呢？如果是，他希望他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柳玉生面前。点个订阅吧。皇儿来了吗？皇上，王爷在赶来的路上了，很快就到。没敢说，王爷一开始根本没打算来。中秋啊，团圆的日子，这可能是朕跟皇儿一起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皇上福泽齐天，定能千秋万岁。洪元帝笑而不语，也没叫老太监起身，只是看着门口的方向，直到视野出现一道瘦削淡薄的身影，一身锦袍，风姿俊朗，气质温润清冷。洪元帝看着越走越近的少年，眼底恍惚，不自禁地想起他刚回宫时的那一次见面。彼时他已得知卫青在杏花村被迫自裁谢罪，他询问的时候，少年没有做任何解释，只说了一句：我对他心软，谁又对我心软？是啊，没人会对他心软，所以婉容才死得那么委屈，那么惨烈。恍神间，少年已经走入殿内。奴才见过王爷。你来了。我来只是想知道一个答案。你的宠爱让我娘万劫不复，让我屡屡陷入绝地。父皇，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你并非爱我，而是用你的爱把我推上风口浪尖，吸引明刀暗剑，去保护你真正想保护的人。我猜得对吗？臣为君处在这个位置，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出现极端的两面性。朕宠爱你，你既是天之骄子，但背后会有无数人想置你于死地。朕不宠爱你，你便是地底烂泥，就连宫中最低等的丫鬟都能明着欺负你，践踏你。所以朕宁愿你带着光环站在最高处，面对冷刀，至少你还有优势能抗衡一二，而不是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生在帝王家，你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没得选择，要么踩着他人的尸骨往上爬，要么被他人踩着你的尸骨往上爬。朕护不了你一辈子，想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你唯有自己成长，靠自己的本事。若你能爬上最高的那个位置，这天下还有什么你做不得呀？所以我小时候被那些人囚禁了整整2年，你明知道却无动于衷。帝王没有说话，依旧伏跪在地上的老太监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可你是帝王家的孩子。这声低语让整个大殿陷入沉寂，晚风荡起殿内垂挂的帘幔，清清冷冷。洪元帝缓缓地从龙床上坐起，陪朕吃一顿团圆饭吧。以后或许再没有这个机会了，你纵是恨我，也只忍耐这一次吧。少年一目小桌，却见桌上没有大鱼大肉，没有琳琅满目的各式菜色，摆着的竟是几碟家常菜，很寻常，很简单。天生是这几个简单的菜色，让这冷寂宫殿染上了几丝温暖的烟火气息，让他神情微滞，
看着那简简单单的饭菜，少年眸光隐隐波动，复杂晦暗。这个中秋只有他跟他2个人一起过，他是真的爱他，还是在演戏？不管是哪一种，这一夜过后，他都会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在想什么？在想你这样做的目的。帝王脸色一瞬间的暗淡，继而又淡淡的笑起来。在这个地方存活，确实应该时时刻刻心存警惕。你做得很好，那么希望以你之聪慧能够想得通。一顿饭吃得寂静无声，席间皇帝频频用干净的筷子为少年布菜，自己从头到尾没有吃上一口。偶尔抬眸凝着少年的时候，视线透过他，怀念另一个故人。吃完饭，少年当即起身告退。待少年走后，老太监轻语道：“皇上为何不告诉王爷，当年您正值发病，诸事被隐瞒，您并非故意。”那不是借口，在他看来，都是朕2年时间对他不闻不问，否则他又怎么会拼尽一切带孩子逃离，最后阴阳两隔呢？皇上，老太监大惊失色。太医早就交代过，那类药不能多吃，虽能暂时压制病态，一旦药效过了，反噬起来会更厉害。就为了跟王爷顺畅说上几句话，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值得吗？别大呼小叫的，让太医院加紧研制新药，至少让朕再撑上1年。是，老奴这就去。老太监着急忙慌地跑了出去，在店门口拐角的地方看到了站在那里的少年。出了店门之后，他竟然一直没走，也不知道刚才店内的对话他听到了多少。王爷，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皇上这一病已经病了6年，初发病的时候就是急症，那段时间皇上几乎都是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没有全然清醒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老太监轻声回答，借此解释为何当初王爷被囚禁的时候，皇上没能及时把他解救出来。其实皇上那2年发病期间是醒过的，当时就下令让人把王爷给救出来，奈何有人阳奉阴违，把事情给瞒了过去，也导致了后来薛医女带着王爷逃出皇宫的后果。太医院怎么说？老太监面露犹豫，皇上是不想让王爷知道他具体的病情。照理来说，身为皇上身边最忠心的内侍，他应该帮着皇上一道隐瞒王爷。可是他又见不得王爷，始终误会皇上，父子之间如同陌生人一般。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先生既然让你们下场考试，就是认可了你们现在的能力，到时候好好考，可别丢了咱杏花村的脸啊！要是考砸了怎么办呢？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呀，我快13岁了，要脸的。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送你去读书就没求着你以后做大官有多大出息。你用心学了，尽力考了，问心无愧就行。你考不出个状元来，你老子我还能不认你不成？臭小子！所以我说爹，您就是明事理儿。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是半点压力都没有了。等下了场，肯定下笔如有神助，半点不带怯场的。我看你去学院这些年，别的没学到，光学着怎么磨嘴皮子去了。刘老婆子跟2个媳妇儿一边乐呵呵地听着，一边整理堆满了堂屋的礼物。有千万金托人送过来的贵重礼品，也有村民们送上来的一些家常的东西以及土特产。这些东西呀，着实太多了，光是我们家吃用1-2个月都用不完。刘老婆子看着琳琅满目的礼品，想了想说道：秀兰、杜鹃，把这些东西分出2份来，赶明儿你们带回娘家去。东西不算多好，就是个意思，回去了多住几天，陪陪爹娘，赶在农忙前回来就行。陈秀兰跟杜鹃相视一眼，笑道：哎，我们听娘的。哪有女儿不想家的，只不过她们已经嫁作人妇，不可能再像当初做少女的时候一般整天的往家跑。
好在婆婆开朗，时常叮嘱他们常回家看看。只这一点，他们对婆婆是异常的感激，欢乐温馨。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楠楠，你来了，我就在福楠楠身后，你看不到我吗？你的东家，你的衣食父母，这里。东家，孩子哥，我听说你把老奶奶接来了，今儿过来给她看看。好。楠楠，你真厉害！当时你说第一张方子吃3天，正好3天时间，我奶奶咳出的痰色真的变淡了。吃那药的第2天，她气色就恢复了很多。哦，我说呢，孩子怎么突然那么高兴？是楠楠来了。老奶奶，身体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有胸口痛的症状吗？我看您现在气色不错，给您切脉吧，看看恢复的怎么样。哎，好，那你给看看，顺便呀，也让这孩子安心。我的身体呀，我自己知道，是真的好了。小丸用的药啊，很厉害。可以停药了，肺部溃烂已经好转，未见其他感染。接下来只要好好调养身体，不会有太大问题。楠楠，真的不用吃药了？我奶奶是已经完全好了？大体上已经好了，但是还要注意后期的疗养。是药3分毒，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这个时候药补不如食补，平时多吃些清淡润肺的东西。要是不懂哪些食物对肺部比较好，可以问问酒楼里的大厨。我记下了，谢谢你啊，楠楠。楠楠啊，老婆子也谢谢你。这病发作起来啊，难受的要命，现在病治好了，老婆子这心里呀又有盼头了，兴许还能看到我家孩子成家立室啊。一定能，老奶奶会长命百岁，以后不光看海子哥成家立室，还能孙儿绕膝，福乐满堂。哎，好，老婆子就等着那一天了。这件事了了，柳玉生起身告辞，得赶着回家，免得家里老头子老太太担心。楠楠，你等等，之前看诊我一直没给你诊金，前几天我拿到工钱了，我先还给你一部分，剩下的等我攒了钱再慢慢给，行吗？行啊，诊金50文，等你手头松了再给我吧。啊，50文？不仅孩子，连老太太都瞪大了眼睛。我不急用钱，你人在这里也跑不了，我让小东家每月在你的工钱里扣一点就好了。我有。这么好看，我现在就点个订阅吧。买这么多东西，你的呢？不给自个儿买点？我的不用买，爷奶还有爹娘二婶会帮我准备，要是我自己买了，他们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快看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够惟妙惟肖的了吧？够可怜吧？你确定要这么做？不然还能怎么办？咱盯上都盯了半个多月了，今儿才捡着一次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不想再天天睡大街了。为了将流民饰演到底，他们好不容易走到苍梧镇，每天吃睡在街上，怀揣着银子，却连客栈都不敢住，就怕日后某天被人认出来，暴露身份。主子当初说让他们办得可怜点，目标就会收留他们。他现在把自己弄得比乞丐还凄惨，再在寒风凛冽的严冬晕倒在半路，不救就会死的那种。马蹄踢踏声响起，越来越近。他们快过来了，你姐姐试试吧。妈的，死女人，背后下黑手，有种明着来啊！男人还想回头大骂，马车已经出现在眼帘，连忙闭上眼睛，头一歪，装死。少爷，柳姑娘，前面有人晕在路边，要不停车看看？停车，我去看看。你等会儿，你急什么呀？我跟你一块儿，万一遇上故意晕倒绑架的，你跑都没机会跑。躺在地上的人眼睛紧闭，数着对方走过来的步子，测算距离。在距离他3步之遥，脚步声停了。柳玉生一手拉住了还想往前走的钱万金，在他开口之前捏了捏他的手掌。钱万金愣住，柳玉生瞧着地上毫无动静的人，静站了片刻，另一手手心微扬，撒下一把几乎看不见的粉末，正好随风飘向男人身上，然后拉着钱万金上车。走。钱万金心头疑惑，然而刚才女娃示意他别出声，便暂时闭嘴，有话待会儿再说。
亲耳听着马车逐渐远去的声音，地上的男人心里哇凉哇凉的。这就是主子说的心软？他都凄惨成这样了，结果人下来就看一眼就走了。就算他这种刀口喋血的人，大冬天看到路边的乞丐太可怜，还会偶尔赏上1-2个馒头呢。目标人物简直不能再硬了。计划1失败。男人翻身想要爬起来，骤然发现自己居然动不了了，张嘴想呼救也发不出声音来。我操，大红你在哪儿？赶紧出来救人啊！女子躲在隐蔽处，将外面发生的一幕全然看在眼里，甚至连小娃掌心那细微的动作都没有错过。叹了口气，慢慢现身走过来。目标比我们想象的要警惕得多，小看他了。什么意思？男子开不了口，只能以眼神询问。应该是你暴露了，他发现了你不对劲，所以转身走人。临走前他还给你下了点药。这个计划失败，下一次就不能再这么敷衍了。对方出乎意料的精明，想要取信对方，得好好想办法。大红，你他妈能不能先把老子救了再慢慢感叹？刚才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走了？那人不对劲，心跳沉稳有力，被冻僵晕倒的人心跳不是那样。还有他露在外面的手，皮肤脏污，但是指甲很干净。你见过乞丐指甲缝里一点污垢都没有的吗？你站得那么远，居然能感受到别人的心跳。福楠楠，你真的是……你想什么呢你？他歪着脑袋趴地上的，正好露出一小截脖子，可以看到脖子上的脉息，由此能推断出他的心跳节奏。看到脉息？我什么都看不到。你关注点是不是错了？我说的是那人有问题，所以不救。真的是来绑架的。现在酒坊生意越来越好，我的身价水涨船高，来绑架我的却大有可能。可是刚才我们走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拦住我们，不追上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对劲啊。我撒了迷香粉，他起不来。弗兰娜，迷香粉还有吗？给我点防身。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在苍雾镇我出门几乎都不带护卫，万一真被歹人寻到机会绑架我，有你那个能让人起不来的迷香粉，那我活命的机会会大很多的。你什么时候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一直以为你只会练救人的药。闲下来无事的时候练的。这事情回去别跟我家里人说，免得他们担心。知道，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等回去我给你备上解药再玩，不然待会儿动不了我可不服你。还有解药？这个就是3岁那年被人抓上山之后，他就有了炼制迷药、毒药自保的想法。这些年一直都在研究，初有成效。可惜他想要分享成果的那个人，不知道现在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回到家，拿出买的那些小东西，把家里人洗得眉开眼笑的。等到大黄把马车后厢的大袋棉花拿出来，刘老婆子一边开心一边心疼。哎呀，怎么买棉花呀？这东西老贵了，尤其是新棉，家里面被褥子什么的都还软和着呢，不用换。奶，你跟爷爷垫的那褥子都硬实了，东西都买回来了，你就整一床褥子换上吧，剩下的棉花拿来做棉袄，够家里每人做上一件的。之前小东家送来的那些细软棉布不是一直没用处吗？正好拿来做棉衣外罩。今年冬天特别冷，我哥哥他们在学校里都不定冻得直哆嗦呢，就没有办法专心学习了。听楠楠的，在家里猫冬也是闲着，你又是个闲不住的，正好带着秀兰、杜鹃一道整新衣，咱过新年。咱现在也不差这点钱，吃好点，穿好点，玩也开心。行，一会儿我去把细棉布拿出来。小金子一送了10几匹，什么花色都有，足够用的。奶奶，接下来要辛苦您跟娘亲还有二婶了，讲一块枣花糕。奶奶，还有我也有新棉衣，给我也整一件。好，待会儿奶奶给你度尺寸啊。小东家，你不缺棉袄吧？怎么不缺了？缺奶奶做的。爷也是自家人，怎么能把我撇在外头呢？那么多件外啊，我得多伤心啊！是不是啊？爷爷奶奶说，婶儿，是不是这个理儿？是，说得对，都是自家人。喏，
枣花糕，给你吃一块。冷成这样，估摸着得下雪啊。前儿一连下了几天的雨，刚停下来，再要下雪，连月都没法出门。不然怎么叫猫冬啊？放心吧，菜窖里堆的菜够我们吃老长时间的，不出门也饿不着。话音刚落，他们家小囡囡突然指着外面大叫道：看，快看，下雪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柳玉生轻轻闭上了眼睛，安然入睡。小院里传来一声清脆的砰响，将柳玉生从睡梦中惊醒。想了想，柳玉生下床，点亮油灯，另一手紧扣着防身用的迷香。你是谁？四目相对，柳玉生不敢喊人，瞧对方装扮以及空气中隐隐的血腥味，他能断定这人受伤了，而且来人会功夫。抱歉，身体有伤，实在撑不住了，才进来避会儿。不过你放心，已无后患。你确定你说的话小娃娃能听懂？我只知道小娃娃遇到这种情况不会这么冷静。你是想在我家避一夜风哈？如果能给我治治伤更好，小生意。先进来吧。女子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往看起来很温暖的房间走。谢谢。希望真的不会给我引来麻烦。绝对不会，我身后没人追踪。我看看你身上的伤。消毒上药，上绑带，动作一气呵成，快速利落。你可以到隔壁房间休息一宿，明天一早离开，别让我家里人发现。我要睡了，出门顺便熄灯。我叫艳红。翌日，柳玉生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你怎么还没走？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我不要你以身相许，我也没救你的命。你肩膀那点伤，随便一个大夫都能给你治好的，真的。是你救了我。我是救了你，但我是大夫，救死扶伤是大夫的职责。何况我只是给你治了个小伤，绝对不到以身相许的程度。你想要谢我，你付我银子，然后走人。我没银子。那我给你免费，你走人。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哎呦我操，许你大爷啊！他知道小娃快要被他气疯了，但是为了完成任务，他没有别的办法。主子说装可怜完全没用，小娃警惕心太强了，所以他只能不要脸的耍无赖了。平静表面下，艳红觉得脸在发烧，他第一次干这么不要脸的事情。为此他还特地选了个苦肉计，硬生生的挨了魏兰一刀。点个订阅吧。这是怎么回事儿？你是谁？怎么在我们家？艳红，年22岁，无家可归，求收留。你这么大了，自己应该有生活能力。你看，咱家就是一个小小农户，帮不了你什么忙。待会儿我给你做上些包子馒头，你去别的地方吧，能寻到更好的出路。我会功夫，能打架，能下地。女子视线在屋子里扫了一圈，选了一个最结实的凳子拎起来，然后一手劈下去，凳子4分5裂。看家护院做保镖我都行，这凳子太脆了，我还能一脚踏碎这么大的石头。柳家人惊呆了，有种一旦拒绝就是那张凳子下场的直觉。收留我，我能帮着打架揍人，干活打杂，包食宿可以不用工钱，如果给工钱，服务更周到。我不要呢。报完恩之前我不会走的。这一天柳家人过得有点食不知味，做饭人抢着烧火，把一个灶房弄得是浓烟滚滚，饭后人家抢着洗碗，洗碎了一半的碗碟。唯一让柳家人没有露出异样表情的，大概就是人家吃了3大碗米饭，把饭锅都掏干净了，还意犹未尽。所以你除了劈凳子跟吃的多，什么都不会。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几声细弱的猫叫声异常突兀。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跃出了柳家大院，在一处暗角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头顶雪花冻得直哆嗦的人。有吃的没？给我来点。女子扔给他一个纸包，里面是2个冻硬了的馒头。你在里面，你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给我带这个。柳家吃饭量都是算好的，没有剩饭菜。混进去了？算是吧。这么幼稚的招数也能行？幼稚点无妨，我好歹留下了，好怪有人绞尽脑汁，最后在大路上躺了半天，
无人问津。他没说柳家人很有可能是被他给吓得不敢拒绝。你这样有点伤自尊了啊！哼，柳家人简单淳朴，比较好糊弄，加上我是女子，他们切心没那么大。但是那个小娃娃绝对不简单，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也没见过遇上事情能沉稳冷静成那样的6、7岁孩儿。用寻常方法骗不过他，那就干脆不骗，简单粗暴赖着不走，他反而没办法。心软的柳家人还能不给饭吃？既然成了，那你得赶紧想办法把我也弄进去。不行，我一个都够他们紧张的了，再加上你，更遭人怀疑。主子的目的是要我们护好小娃，以后我在明，你在暗吧？凭什么呀？你在里边吃饱穿暖睡大床，我就得风餐露宿，连客栈都不敢住。你看看这什么天气，老子在这儿蹲了一小会儿，就快冻成人形冰柱了。你居然还要我在暗？合账，我就只能天天猫角落，喝西北风，我不干。一同出任务，凭什么他就得落得这么凄惨？杏花村现在很安宁，2个人出现在这里，反而目标太大，容易引人注目，而且愿赌服输。我成功混进去了，你就得听我的，找个别的地儿先待着。那我能去哪待着呀？总不能蹲破庙吧？这个任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是主子一直不招我们回去，难道我一辈子就混破庙了？你不是会做烧饼吗？去镇上支个摊卖烧饼吧。至于住的地方，你随意。女子身形一闪就不见了，留下魏兰在雪中凌乱。早饭之后，小丸就把她叫到了小院。有事儿？你确定不报完恩不走？是。柳玉生点点头，从怀里掏出2张纸。既然你决定了，那我尊重你的意愿，把这个签了吧。卖身契？有问题？不是你说的救命之恩以身相许吗？那就签呀，顺便盖个手印。名字可以作假，手印儿可做不了假呀。这个跟头他栽得心服口服。从这天起，他堂堂隐卫成了卖身的家奴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头子，你说这个艳红是怎么回事啊？真就这样让他留在我们家了啊？看着在院子里奋力扫雪的高挑背影，这人吧是真勤快，眼里有活，看到家里人要做什么都是抢着干。比如刚才就抢了他手里的扫帚，主动帮着扫雪。楠楠既然做主让他留下，暂且留着吧。楠楠做事有分寸，何况人家连卖身契都签了。嗨，咱庄户人家哪里想过要什么家奴啊？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居然还真给签了。虽然是活契，可那也是10年呐。唉，好好一个姑娘家，咋想的报恩到要卖身的地步啊？事情都定了，想那么多干啥？咱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好好的平平静静就行。唉，我寻思着他的脑袋可能有问题。院子里脑袋有问题的魏红浑身一僵，他现在后悔了。如果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他宁愿自己去卖烧饼，换魏兰混进来。抬眼正对上小诊室里小娃淡淡看过来的目光，魏红连忙收敛了外泄的情绪，低头继续清扫积雪。柳玉生收回视线，诊完最后一名来求医的患者，随手整理诊桌。艳红的突然出现以及无赖式的强留，背后有什么目的他不知道，但是他能感觉到对方对他乃至整个柳家没有恶意。后来的一张卖身契的试探也让他清楚了艳红留下来的决心。那一瞬，不知为何，他突然想到了那个不辞而别的少年。除夕，整个京城笼罩在新年的喜庆之中，礼炮鸣响。皇上身体受不得风寒，本劝着您不要过来了的，您非要来，看看现在又渴上了。大节日既是军民同乐，朕怎么能不来呢？朕得亲自看看朕治下国泰民安的场景，才能放心呐。皇上勤勉国事，励精图治，才有百姓今日之安居乐业。皇上乃南陵百姓之福，江山社稷以民为本，有民才有君。朕的福气是百姓给的。皇帝容色不惊，侧头看了一眼坐在皇子席自斟自饮的少年，与热闹的环境似乎
格格不入。清白，到朕这儿来，朕倚重子女当中，你年纪最小，跟几位大你许多的皇兄坐在一起，怕是也无话可聊。就坐在这儿陪陪朕吧，这里视野最好，闷啊，便瞧瞧下面的热闹。他身子不好，太医都建议他不宜出宫，可他还是来了，是怕他不在，自己被其他人孤立，无人撑腰嘛。皇兄们笑容满面，甚至举杯同他致意，似在恭喜他得到了父皇的垂青。少年勾起唇角，朝他们回以一笑，与他们同样的虚伪。皇帝在这种环境中终究没能坚持太久，便由内侍扶着回宫。16弟，这杯酒皇兄敬你，而今你独得父皇宠爱，叫皇兄好生羡慕。他日若16弟扶摇直上，可莫要忘了提携提携皇兄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喏，给你带的，在车上我一直捂着，这会儿还热乎着呢。啊，是什么东西啊？柳医生疑惑着将纸包打开，迎面扑来一股葱香味儿。大葱烧饼，镇上新开的一家烧饼铺子，味道还不错。离柳医生不远的魏红背影一僵，魏兰那二货真去卖烧饼了。味道是挺不错的。喜欢吧？那家摊子就开在酒楼对面，下次我带你去吃。这种烧饼刚出锅的时候味道最棒了。说着，钱万金看了一眼忙碌半天始终没消失在他们视线范围的女子。这是你们家亲戚？不是，忘了跟你说，这是红姨，暂时住在我家。你这次回去怎么这么久才过来？京中有事？站在不远处装作忙碌的魏红立即竖起了耳朵。京中能有什么事儿？无非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在上头掐得你死我活，弄得下面局势跟着紧张。听说当今龙体有恙，无力继续执掌朝政，准备册封太子了。呼声最高的是16皇子南陵王，当今对他一直宠爱有加。福奶奶，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啊？皇室那些事情离我们太远了，不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能妄加议论的。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小东家，你说的那个16皇子是年前游历回京的？传出来消息是这么说。那你知不知道他的名讳？16皇子从国姓风清柏，姓风清柏，不这么好看，会是他。点个订阅吧。都要死了，他心心念念都还是那个孽种，扶他做摄政王，念他受宫闱束缚，却依旧能做那个执掌最高权柄的人。好啊，你这棋下得让我心服口服。紫宸殿里，帝王躺在龙床，脸色青灰，呼吸短促。清白，秀儿，我能帮你的。知道这里了，以后的路自己走，别恨朕。这些东西你拿着，足以自保，好好利用啊。老太监立即拿过一个上了锁的锦盒，递给风清柏。风清柏将之接过，再抬眸，眼尾微微发红。你省长，可你名医正在赶来。帝王摇头，不用了，来了也没用。朕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去早一点啊，可能还能见到你娘亲。朕要给他道歉呢。6月，南陵国发丧，洪元帝驾崩，举国哀痛。同月，年仅2岁的太子封默涵登基为帝，改年号洪景。因新帝上年幼，南陵王风清柏奉先帝旨摄政，内阁元老大臣莫文海、太子太傅冯坚辅佐。这2个都是朝中大名鼎鼎的老臣，有他们2人护佑，南陵王风清柏能掌握朝堂半壁江山。时光如梭，又是一年春。马车在农家院大门前停下，颀长精壮的青年跳下马车。奶奶，我回来了。哎呦，可累死我了，有没有什么吃的呀？小金子，
你是不是又逃婚了啊？哎呦喂，我的奶奶呀！您老小点声。什么叫又逃？不是说了吗？我没点头的那婚约都不算。你说你，今年都20有2了吧？要是早成亲啊，现在都当爹了。哎，你是这样，知夏知秋也是这样。你说你们这些后生，一个个的怎么都不想成亲呢？这一谈亲事的，就跟见到洪水猛兽似的。哎呦，老婆子老了，弄不懂你们后生的想法了。奶奶，知秋呢？又到岭去了？一早就上杏花岭了，天天去侍弄那些果树药材的。要是放点心思在亲事上多好啊！奶奶，您的手艺越来越棒啊。我先去找楠楠，一会儿回来继续吃啊。哎，这孩子这么多年了就没怎么变过，还是那么不定性，大大咧咧的。就知道你肯定又泡在这里捣鼓药材，连哈气都是药味儿。青竹前石凳上坐着一位沉静少女，正在翻捡晾晒的药材。嫌弃我这药气重，你还来？当初的小娃如今已是碧玉年华，一颦一笑皆动人。不是有事儿，我才不会来这儿呢。你之前研制那个止咳膏，那口碑持续上涨，这次商会想邀请你过去一趟，也可以算是个交流会。在什么地方？徐州。太远了，我不想去。听说百草谷也会派人过去，你不是对他们研制的药感兴趣吗？正好能交流一番，说不定会有所收获呢。好啊，我去。那你准备准备，我们明天出发。这么急？商会5月中旬召开，现在已经4月了，不去早点，到时候连落脚的客栈都订不到。很多参加商会的商户都是早早跑过去占位子的。那我把药材整理好，再跟爷奶爹娘说一声，这么好看，明天出发吧。点个订阅吧。咋要去那么久呢？还是那么远的地方，不去行不行啊？那个什么商会以前不都是小尖子一个人去的吗？爹，这次是我想去，我想去见识见识别家的长处，来弥补我的不足，这样我才能进步。就你们2个去啊？红姨跟我们一起去。有艳红跟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去吧，多出去走走看看也好，有对比才能知道自己哪方面不足，进而改进。说得对，取长补短嘛，说明咱们囡囡有上进心，二哥也支持你去。谢谢爷爷，谢谢二哥。柳玉生甜笑，惹得柳大嘀咕道：不就是没马上同意吗？都不冲着爹笑了。时间赶得挺急，我现在去给你收拾行李，免得到时候临急临忙的落下东西忘记带。奶奶，不用忙活，没什么东西要收拾的，到时候我自己带上几套换洗的衣裳就行。是啊，奶奶，不是还有我照顾福囡囡呢吗？您就放心吧。就是你照顾我才不放心呢，自己都还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似的，还照顾人。第2日准备启程时，看着马车上多出来的一个大包裹，柳玉生哭笑不得。爷奶爹娘二叔二婶，我参加完商会就回来，别担心。囡囡，一定要去啊？爹。柳玉生很无奈，都当爹的人了，怎么还尽拖后腿？一边去！行了，赶紧启程吧，快去快回。艳红啊，出门在外，你多看着点囡囡，她心肠软，别让人给欺负了。魏红依旧是冷脸冷眼的模样，穿着寻常女子的裙装坐在车头，听到叮嘱只点点头。哎呀，行了行了，时辰不早了，让他们赶紧启程吧。哎呀，你们全堵在车头，让马车怎么走啊？臭小子，不上道，没眼力见儿，活该！待会儿你哥肯定没好果子吃。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而且亲身体验过好几回。怎么走这条路？直接穿小路去县城近很多呀。大黄无奈又憋屈，往旁边示意道：少爷，不是我想走这条路，是这位大姐拉的马车。罪魁祸首冷着脸：肚子饿，先去镇上买2烧饼。红姨，你不会是看上卖烧饼的大叔了吧？不然怎么每回去镇上你都要去买烧饼？你胡说什么？看把红姨吓得脸都白了。反正我们也不赶时间，
红衣喜欢吃那家烧饼就去买嘛，不差这一会儿。马车进了镇子，直奔万金酒楼的方向。远远的就能看到对面街边支棱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摊子。现在摊前没客人，毫无形象地蹲在路边，跟周围的摊贩子谈天说地，俨然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来4个烧饼，多刷点酱。好嘞，客官，您稍等啊，马上做好。去徐州，估计2个月后回来。那我也跟过去，去徐州买烧饼。接过男人递过来的新鲜出炉的烧饼，魏红有种想把烧饼扣他头上的冲动。你干脆改名吧，叫蓝烧饼。卖烧饼卖上瘾了还？等女子浑身冒着冷气驾车走远。不卖烧饼，我吃啥呀？养家糊口那么容易吗我？苍梧镇隶属云州香山，从这里赶去徐州，走陆路需要10天左右的路程。因为一行人启程早，不需要赶时间，一路游山玩水，慢慢悠悠地朝徐州进发。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午时这些奏折批阅不完，明日翻倍。声如山涧溪流潺潺，如4月和风拂面，只听声音便让人如置身春暖花开一般。王叔，为何我一定要批阅这些东西？不是有你在吗？不用这样讨好我，也不必藏拙，给了你的位置，我不会抢。想要跟我抗衡，就成长吧。殿外传来禀报声。何事？启禀王爷，有传百草谷门人会出现在徐州，参加一个商会，请王爷指示。魏城那边还没有传回消息。上尉，百草谷此前一直隐世，没人知道他们具体位置在哪里。魏城追查近1年时间，依旧一无所获。整装待发，启程徐州。你身上的毒不是本王下的。男子起身负手离去，他相信自己身上的毒不是他下的。如果他真的要杀他，多的是手段和机会，绝对不会用下慢性毒这一种。他只是不相信男人会真心救他罢了，毕竟他也只是先帝用来保护皇叔的一枚棋子。南陵王南下徐州的消息被压下秘而不发，以免在找到百草谷的人之前再生枝节。王叔，正义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吗？你记住，她只是个侍女，有些东西不能给的太多，以免她忘了自己的身份。点个订阅吧。王叔，从京城去徐州要多久？经水路12日。皇叔，我们要坐什么样的船？是那种拉货的大船，还是载人的小篷船，还是包船？不包船，出门在外叫我小叔。哦，我记住了，皇叔，小叔。京都码头登船，上船没多久，少年就开始发晕了，再鼓不起先前的劲头，病恹恹地躺在船舱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第1次水路行。爷，明日船就靠岸，商会开始时间是5月12，我们早来了3天，可以让小少爷在别院稍作调整。跟盯着百草谷的人联系，确认他们的位置，不得出差错。是。提早了1个多月出门的柳玉生一行，终于到达徐州地界。还好赶上了。大黄靠着车头拍胸口，要是真跟着少爷再去看那什么苍耳山瀑布，肯定来不及。去看瀑布，来回就至多耽搁1天。少爷，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这1个多月，要不是他拉着柳玉生到处疯跑，他们早就到徐州了。哪里用得着像现在这样，找了半条街都没找到1间不客满的店？钱万金有点心虚，他确实是一高兴玩过头了。主要是跟福囡囡2个人游山玩水，这种感觉太好了，好到他有点流连忘返。再去看看，不还有半条街没问的吗？说不定有空房呢。要是没有呢？没有，大不了也直接去买一间民宅。咱们先去问问看吧，如果实在订不到客栈，看看周围居民能不能提供住宿，咱们给银子便是。对，这个主意好。福囡囡，订到了。福囡囡，我就说嘛，得相信爷，是不是？与街边少女擦肩而过的一辆马车里，有人浑身僵凝，血液逆流。停车！马车速度快，即便令行禁止，他也已经驶出了好一段距离。王叔，你怎么了？男子像是木雕般直愣愣地坐着，直到外面再响起那一声福囡囡，才似恍然惊醒。
抬手极缓慢地探向窗帘，不敢开，怕掀开帘子什么都没有。在指尖触碰到帘子的时候，又飞快地将帘子拉开，不敢慢，怕慢了外头的人就不等他了，看不到了。他视线在斜后方定格，近乎贪婪地落在那张巧笑倩兮的容颜上，漂亮的眼睛笑出浅浅弧度。记忆中的小娃长大了，原来是这般模样。他曾经在脑海中无数遍描绘过他长大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却都远远不及眼前他的半分灵动鲜活。爷，卫子此时也认出少女来了，能让爷有如此大反应的，除了杏花村那一位，还能有谁？走！男子强逼自己斩断视线，靠着车厢闭上眼睛。若再继续看下去，他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冲动，把他拽到自己身边，拽到自己的世界中来。街道上，柳玉生狐疑地往周围张望了几眼。怎么了？啊，没什么。好奇怪，刚才有种突然被人盯上的感觉。咱先在这等一会儿，等大黄跟红姨都过来了，就进客栈。刚才他们三人分头去询问客栈，而他则被留下来看马车。少爷，您可能真的要去买一座民宅了。我钱少爷亲自出马，能有办不成的事儿？跟爷走。有房啊！哎，少爷您早说呀，逗我们一场。然而等四人走进客栈，还没来得及吆喝小二带他们上楼，掌柜的就满脸歉意地过来说道：客官实在对不住，刚刚站柜台的管事没搞清楚，剩下的那2间房已经被人订了的，只是还没来把门牌号拿走。对不住啊，是我们的疏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手上这2间房早被人订了？被人订了你们还转订给我，糊弄小爷呢？怕小爷没银子给啊？点个订阅吧。客官息怒，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但是做生意得讲究诚信，不是？要不这样，我们也不推卸责任，客官把这2间房退回来，我们想办法帮你们找个住处作为补偿，如何？你还知道做生意要讲诚信？我门牌号都拿了，定金也给了，回头你给我说房间早订出去了。你现在想保持对那边客人的诚信，那我这边呢？诚信谁给？算了，既然掌柜的说能给我们提供个落脚的地方，且凑合着吧。明天再去看看哪家客栈有空房。谢谢这位姑娘体谅，你们放心，我肯定给你们安排好，就是这里了。我把人带过来了，麻烦您给他们安排一下住的地方。这不客栈里闹了个乌龙，我也是没办法了，才来打扰您。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自家屋子，反正空着也是空着，都进来吧。这院子从外面看起来颇有历史感，里面布置的却很是精致。园林假山相应程序，场地阔朗，而且打扫得很干净。你们每人一间屋子，暂且住在这里吧。稍晚会有丫鬟送热水过来，几位可以梳洗一番，累了就歇会儿，饿了就让丫鬟去找厨房管事的做饭。有什么事情可以去门房处找我，叫我福伯就行。福伯，这里住一晚上，租金是多少？跟客栈一样就行，待你们走的时候再给我吧。我不会是在白日做梦吧？以为正倒霉的时候，忽然砸下来一个大馅饼，这种感觉太不真实了。爷，咱住这里也是要给银子的，您就安心吧，成吗？既然来都来了，且住下吧。这个时间再去外面找也找不到好地方，不如先歇息一晚。西江另一间客房里，黑影从房中闪出，身姿快速鬼魅，检查了客房周围无异常之后，正待潜入小院别的地方查探，被堵了个正着。魏红别打，自己人。你？我魏白。这么说主子也在这里？这里很安全，你们可安心住下，没事不要乱跑。主子说你跟魏兰做得很好，辛苦了。为主子效命是卑职职责。与这处别院一墙之隔的小住，少年皱着眉头问魏子：皇叔到底怎么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天了。王爷只是在试图克制自己的情绪。为何要克制情绪？谁惹得皇叔生气了？有人敢？皇上日后就会懂了。是不是跟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名女子有关？紧闭的房门砰的一下打开，不该你问的事情别多问。清俊男人站在房门口，眸光冷而锐利。魏子，带皇上去歇下。耳边终于清静下来。
风清白走出了房间，一步步接近那堵隔着他与他的墙，伸手贴上墙面。他想念了9年的姑娘，在他一墙之隔外酣然甜睡。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看看他就走，他睡得很香很沉，累坏了吧？阿修哥哥还不回来，再也不理你了。风清白愕然抬眸，他的小姑娘依然睡得香甜，刚才只不过是梦呓。红姨，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好像是开关门的声音。魏红面瘫脸，答得诚意十足。没有听到，应该是晚风太大，把门吹晃了。风能吹晃这么厚的门板？能。福囡囡，红姨，你们好了没有？好了，咱们出去吃饭。咱不在这里吃？一般民宅能做出什么好菜来？等他们折腾出来，还不如咱们直接出去吃，来得爽快。你们先到客厅等会儿，我们一会儿就来。等柳玉生换好装束出来的时候，却发现客厅摆放的圆形餐桌上一道道精致食点，让人目不暇接。最重要的是，钱万金那货已经吃上了。福伯，麻烦你们了，之后我们的住宿费跟餐费您一并核算吧。福伯点头笑笑，躬身做了个请的手势。福囡囡，吃这道点心，这叫珠兰玉脆，在京城很有名的，没想到这里居然也有人能做。还有这道，这是北方才有的小食，糯米鸡卷，风味很正宗，你也尝尝。早膳过后，柳玉生先行提议去寻客栈，若有空房就定下来。这不是住得好好的，干什么要去客栈啊？福囡囡，你想的太多了，住在那里咱们也是付银子的，银货两讫，用不着觉得心里不舒服。要是那家人真对咱们有所图谋，也不会收银子了。不用还，我昨晚查探过了，这个院子没有不妥之处。那个福伯看起来是管理这个院子的下人，惯了服侍人，所以做起事来他面面俱到，应该只是他的习惯。这么好看，点个订反阅吧。正我们也在这里待不了多久，最多3、4天的功夫，商会就会结束，凑合凑合吧。福囡囡，我总觉得哪不太对劲，反正住在这里这几日，大家都小心一些，就当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防备些总没错。因为是商会，所以很多商家早早就来到这边订了摊位。怎么会没有呢？不是说百草谷的人会来吗？没看到他们的牌子呀。有可能是他们来晚了，没订到摊位，也有可能人家等到商会开始当天才展示商品。不会是百草谷根本没有在与会名单吧？怎么可能？我收到的请函里详细注明了与会的商户，上面确有百草谷。不信的回去了，我拿给你看。既然人家没来，咱就再等一天，明天商会就开了，你还怕看不到？那要不我带你们游湖去？徐州边上有个星月湖，在徐州也是名景点之一，做个画舫逛上一圈也不错呢。你们去吧，我想回去歇着，有点乏。你不去，我们3个人去有什么意思？怎么没意思？去游下湖，听听曲儿，回来的时候说不定还能给我唱上一段逗逗乐。你想听唱曲？我只是随口开玩笑的呀。行吧，等爷学会了唱来，给你逗逗乐。哎，别呀，大爷，您能别学吗？我其实不想听。一个人走在民宅静谧的园林里，继而听到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糟糕，待得太久，被主人抓正刑了。心底哀嚎一声，柳玉生抬头挤出笑脸准备道歉，正撞上一双深邃星空的眼眸，熟悉的让他眼眶突然发热，嗓子失了所有声音。太熟悉了，那双眼睛，可是那张脸却透着陌生。是了，他几乎从未见过阿修完整的模样，连做个对比都不能，直瞧着那张脸，那双眼睛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目不斜视。柳玉生提着的心一下荡到谷底，浑身发凉。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在看简。看简？同情他？不是，只是想陪伴他经历那个过程，让他不至于独自孤独地做斗争，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无人知晓。爷，我们得赶紧过去了。听到他们要走，柳玉生飞快地抬头看向男子，正对上他同样凝着他的目光。这个院子里景致也不错，你若是无事，可以四处逛逛，可莫要哭了，不然旁人见着你从这里走出去，会以为我欺负你。你叫什么名字？风清白。风清白，南陵国大名鼎鼎的摄政王爷，南陵王风清白。柳玉生呆呆地看着男子离开的背影，自嘲他还在想什么，
除了眼睛之外，两人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小院门口又有脚步声急匆匆地赶来。爷，百草谷门人。距离有些远，柳玉生只隐隐约约听到这几个字，心下一动，追了上去。你们是要去找百草谷门人吗？是。可不可以带上我一起去？实不相瞒，我这次之所以会来徐州，就是慕百草谷之名。可以。入目可见房中一片凌乱，像是打斗纠缠过后的痕迹。别看那个人死了。没有，折损在房中的是另一方人手，那个人逃掉了。我们来晚了一步，抱歉，没能让你见着人。怕吗？这种事得事到临头才知道怕不怕。你说的对，他的生生并非养在温室里的菟丝花，他也娇养，可是他骨子里的韧劲儿能让人为之侧目。一如当年所有人都放弃寻找他的时候，唯独他坚持了3年，坚持到找到他为止。点个订阅吧。王叔，那个人还能找到吗？本王会尽力，找不到再寻其他办法。若所有办法都不行，那你便做好心理准备，生死有命。王叔，如果我真的死了，能不能不要把我单独葬在一个墓，让我跟我爹娘埋在一处吧？好。呀，谢谢皇叔。晌午后，福伯过来禀报，居住在客院的姑娘已经用过午膳歇下了。之后是为此前来汇报百草谷门的人失踪的进展。趁着无人注意，少年悄悄溜出了房门。早上那一幕他看到了，当时他就站在花厅的窗户旁，正好将那一幕看在眼底。他想去看看那个女子究竟是什么人。爷，皇上悄悄溜去客院了。少年不知道，他前脚刚走，后脚就被人打了小报告。不用拦着，一路蹑手蹑脚钻进客院，沿着廊檐走，从各个客房打开的窗户往里看去，很快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少女睡着了，睡颜安安静静，看起来很乖巧，也没多漂亮啊，比起宫里千娇百媚的美人儿差远了，怎么就偏偏能让皇叔另眼相待呢？肯定有他没发现的地方吸引人，否则单凭这张脸，他敢打赌皇叔看都不会多看他一眼。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亮点是那双眼睛。还看？你不知道这样盯着姑娘家看是不礼貌的吗？那你怎么不生气啊？因为你眼神很磊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莫风，今年10岁，为人名字之前先自报家门，我知道规矩。柳玉生，年16。柳玉生有种哭笑不得之感，这半大少年到底干嘛来的？哦，比我大几岁，我该叫你柳姐姐。不对，我得叫你柳姨。他要是敢叫他姐姐，皇叔可能会劈了他，那不差辈儿了吗？你家在哪儿啊？我家就在这里，不过我爹娘都死了，平时我一个人住。你家里都有什么人？他们对你好吗？我家里没人了，就剩一个小叔，他不太爱理我。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他们会带你玩吗？要是没有的话就孤单了，像我一样从来没人陪我玩。你怎么都不答我话？那样很不礼貌，你知不知道？我把自己家底都掏出来给你了，你怎么能这样？柳玉生倒了2杯水，一杯递给少年，一杯自己喝。说了这么久，口渴了吧？那先喝口水润润嗓。少年接过水杯一饮而尽，喉咙确实舒适很多。想知道我家里的事情？那能说的可多了，估计3天3夜都说不完。你确定要听？当然要了，你说我听着。行，那我开始说了。听过杏花村吗？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里的人都特别好，勤劳朴实，善良本分。那里有个酒坊，出产的杏花果酒很出名的。哇，你爷爷那么大年纪了，还去爬树摘果子，你奶奶也太厉害了，怎么能老拿扫帚打人呢？你爹怎么那么笨，把农具扔给你二叔，不就能抱你了吗？你二叔也是，打个架还能让人给开瓢了。我告诉你啊，我8岁那会儿，那一次打倒3个壮汉了。小少爷，该回去了。到时辰吃药了。柳姨，故事没讲完呢，打个记号，明天接着讲啊。姨明儿没空，要去参加商会，有空再给你讲吧。
过来换人的他认的是跟在风清柏身边的随从，那这少年跟风清柏是一道的吧？跟风清柏一道的10岁少年莫风，爹娘死了，一个人住，只有一个小叔风莫寒。他给当今的小皇帝讲了一下午的故事。我勒个去！王叔，我下晌去科院溜达了，见到了一位叫柳玉生的姨。柳姨跟我聊天，说了好多他家里的事给我听。他说他家在杏花村，一个很漂亮的村子。回房把《论语》卷6颜渊问人抄写100遍，明日辰时交上来。现在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书房的门被人轻轻地敲响。进。王叔，柳姨说明日要去参加商会，我没有见识过，想让柳姨带我一块去看看，行不行？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柳姨要参加商会，应该会早起，我怕到时候睡过头了会赶不上。我今晚能不能早点歇歇？去吧。男子垂眸，手中劈住的动作继续。成了？这么轻易？还有事？没了。王叔，明天你也要早起哦。出门在外，王叔不在身边陪着我，会害怕。笑够了没？收起兰花指，钱万金瞪向柳玉生。不是你说让爷唱曲给你逗乐，爷至于劳心劳力费功夫吗？笑起来没完了还。我现在很乐，乐得收不住啊。兰花指摆腰，抛媚眼儿。这事情只能咱4个人知道，要是有第5者知道，别怪小爷我灭口。放心，绝密情报只在内部消化。少爷，我一定守口如瓶。我从来不八卦。魏红从来不八卦，但是他搬运八卦。柳玉生起了个大早，今天是商会正式开幕的日子，他想早点过去看看有没有百草谷的消息。柳姨，你今天要去商会吗？你谁啊？大呼小叫的干什么？什么柳姨？你找谁？问别人名字前先自报家门，这是规矩。白痴，这里没有柳姨，你找错地儿了。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护到姓名什么的就免了，好走不送。柳姨除了来找福囡囡还能找谁？这小子油头粉面小白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出门前他答应家里好好照顾福囡囡，不能让他被人给坑了。外面坏人可多呀，钱万金莫名有种吴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西厢客房，柳玉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柳姨，姨你妹呀！小皇帝的姨，他敢应吗？你怎么过来了？福囡囡，你认识这小子？昨天见过，他叫莫风，也住在这小院里。柳姨，我也想去商会玩，我们一起去吧。远点，凑那么近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这么好看，懂不懂？点个订阅吧。授受不亲？我跟柳姨差着辈儿呢，你脑子都在想什么东西？龌龊！差什么辈？你们又不是亲戚，就是亲姐弟，7岁还不同席呢，无知！红姨，能让他们闭嘴吗？能。魏红出手，两人同时晋升，雅穴被点了。走吧，咱们赶紧出发。大黄，把带来的止咳膏拿出来，待会儿得摆出来展示。一行5人终于安静出门。柳玉生没想到会在小院门口见到风清柏站在马车旁，毛波淡淡扫过来，像是在等他。什么情况？福囡囡，这人又是谁？也是昨天见过的，也就半天时间不在，你到底认识了多少人啊？本来想告诉他们皇叔一起去的，结果雅学。莫风，还不上车？再要聒噪，以后便用这个方法。尽管时辰还早，会场却已经是人潮涌动。柳姨，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带我一起去啊！我没来过商会，免得自己不懂闹笑话。钱万金斜眼睨着他，你玩你的，我们玩我们的。你又不是没人带。还有，福囡囡大不了你几岁，要叫也该叫姐姐。我小时候也没来过商会。叨扰了，一起吧。柳姨，你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去找商会分给我们的摊位，把商品陈列上去。然后要卖商品吗？算是买卖的一种，就是你展示出商品，有人有意向购买，可以交定金下订单。有少年在，钱万金几乎找不到插嘴的机会。那小子实在是太能说了，好在那小子嫩了点，福囡囡不可能看得上。
他主要要防的是安安静静走在后面的那位，不看紧点儿，转头扶楠楠被人叼走了，他怎么跟柳爷爷柳奶奶交代？大黄，你留下来看摊子，如果有人想要下订单，就让他交定金，签合作文书。是少爷，你们好好玩嘞。扶楠楠，咱现在这片地转转，说不定能遇到好药材呢。转完这一片，拐到后面就是小吃街，我们去吃个早饭再过来。到时候会场里的商品应该已经全部陈列出来了。好，你们吃了吗？没有。那一起去吃点。不过小吃街的东西可能比不上大酒楼做的精致好吃。他想说的是，王爷跟小皇帝受得了街边的小摊吗？无妨，我小时候也吃过的。哟，看你穿这一身也是不差钱的主，你还会去吃路边小摊？我也以为你会去金碧辉煌的豪华酒楼。男子视线在钱万金身上掠了一眼，从小到大品味没变过，什么衣服都得绣上一团金线。你这不是钱万金钱小东家吗？你可总算是来了，我都等你好久了。贺会长，您不在后面看着，跑这儿干嘛来了？来人正是徐州商会会长，只是他这种位置的人通常只会在后方筹谋画策，怎么还亲自跑到场上来了？嗨，还不是为了你。来，快跟我走，姜老说要见你，等了你老半天了。姜老？谁？不会是商会大佬姜？嘘，此事不宜张扬，待会儿再说，跟我走就是。可是我这还有事呢。你去吧，我这还有红姨陪着呢。再说我也不是小孩子了，还能走丢了不成？那我过去一趟，你就在这里逛逛，吃些东西，别乱跑啊，跟紧红姨啊。哎，红姨，把福楠楠看好了，这里人多，别让她被人挤着。见笑了。你想买药材？不是，只是随意看看，如果有想要的也会买。逛逛吧。好。风清白不着痕迹地走在少女的后侧方，为她挡去两方的碰撞。另一边，魏红自动自发地护着另一侧，少年坠在后头，眼睛锃亮。他真的发现了皇叔的小秘密。切，长高了不跟人说话，眼神却跟粘在人脸上似的，撕都撕不开。如果有镜子，应该给皇叔照一照，你看看你什么眼神？在想什么？在想相亲。相亲？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只是想到了别人相亲的画面，不是说我要相亲。冷不丁身后一股力道撞来，把他撞得踉跄，直直跌入了男子怀里。坚硬宽厚，带着强烈的男性气息，他整个人几乎全然被这股气息所笼罩。四目相对，周围一切仿佛静止。他忘了站起来，而他也没有推开他。对不住。耳边有人低声道歉，柳玉生这才跟被火灼烧似的猛地推开，心砰砰的猛跳。刚才他凝视他的眼神跟阿修一样，一模一样，深邃而温柔，所以他才会失了神。为什么他总是给他这种感觉呢？若没有什么想看的，不如先去吃点东西。好，这么好看，吃什么？点个订阅吧。柳姨，我也好饿了，我们先去小吃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再决定吧。哇，羊肉串、鱼丸子、炸豆腐，我都想吃。小叔，买这个吧，吃这个。老板，来4碗牛肉馄饨加葱。牛肉馄饨加葱，他爱吃的，是巧合吗？就吃馄饨啊。好吧，吃完这个能不能再吃点别的？他小叔真的不太爱搭理他。闻着香味，柳玉生一下子就觉得饿了，拿起勺子舀了馄饨，边吹凉边吃。小叔，你怎么不吃啊？不喜欢？那你给我吃。他一嚷，柳玉生就抬起头来看向风清白，看到了他没来得及撤走的目光，以及眼里还没消撤干净的宠溺温柔，心一跳，又是那种熟悉的感觉。看我做什么？你吃不吃啊？笑什么？很好笑吗？干嘛不吃？你不饿吗？1碗够吗？够了，吃1碗我已经很饱了。风清白眉头不可见地皱了皱。小时候跟他一起去吃馄饨，那时候他6岁，他吃1碗会剩2个。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进步就只是比以前多吃了2个馄饨。要不你再叫一碗吧，我的肚子可不好。宫里饿着你了，你帮我叫一碗吧。你刚不是挺顺口的吗？一坐下来就点了4碗牛肉馄饨，这会儿倒要人伺候了。可是这种细碎的唠叨在他听来却分外美好。生生，他在心里这样叫他。再回到会场，已近晌午，为何想见百草谷的人？因为百草谷炼制药丸的手法很精湛，我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所以想跟对方有个交流，借以提升自己。你们要是有事就先回去吧，我跟红衣找个地方坐坐，顺便等他们。一起走吧，我的马车空间足够4个人坐，摊位那边让红衣过去说一声，留下1辆马车给他们即可。他有午睡的习惯，到了时辰不歇一会儿，人就会困乏得很。你喜欢制药？很喜欢，算是我的兴趣爱好吧。比如有人喜欢唱曲，有人喜欢骑马，我喜欢制药。除了制药，平时在家还做些什么？还给人看诊，空闲了陪爷爷去村口找人唠唠嗑，给奶奶打打下手，跟我爹去地头看看秧苗，也帮我娘晾晾衣裳。还说着话呢，就这样睡着了？他就没有一点安危常识？这样的随便都能让人把他给拐去卖了。王叔到底看上他哪一点？转过去，立马转了个身，面对车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昨儿个抄了40几遍的东西，他倒背如流，绝对不会再犯。魏红回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身份尊贵的男子直接靠坐在车甲板上，长臂横于车座，护着睡着的女子，以免她翻身的时候摔落下来。马车起行很稳，车厢里几乎感觉不到震荡。少女没有被惊醒，依旧睡得香甜，直到马车猛地一个晃荡，她在惺忪间滚落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怀抱。耳边有什么东西穿透空气，钉在车厢的声音。咚咚咚！柳玉生乍醒，入眼便是男子紧绷的下颌，继而感觉到他紧紧环住他的有力手臂。怎么回事？魏红，护好他，带着他跟莫风回小院，那里防卫严密，有援手。是。魏红应声的同时，男子飞身离开了马车。马车依旧在疾驰，马车后传来了冷冰相接的声音，然后越来越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刺客袭杀，别怕，我会护好你们。可是，那风清柏呢？回去。魏红惊讶地回头，少女脸色虽然依旧很白，可是眼神里是不容拒绝的坚定。回去，红衣，去帮他，我不会拖后腿的，我有办法。可是，回去，听他的。魏红咬牙，没有多加犹豫，就调转车头往回疾驰。楠楠，有什么办法跟我提前说一声，免得到时候出了纰漏。我有药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别靠太近，到这里停。跪趴在马车门口，柳玉生遥控距离，把手里的药丸递给魏红。红衣，朝他们扔过去，多扔点，我这里有很多。你确定这个有用？你可以怀疑我任何东西，就是别怀疑我的医术。扔。魏红顺手扔，力道控制的刚刚好，药丸飞出去，到达人打斗位置的上空，就哗地散开了。再扔。所有人都躺在地上，他们的眼睛里倒映出魏红的冷脸。原来真有用啊！跪趴在马车门口的柳玉生无力倒下，全趴，歪着脑袋才看清楚自己乘坐的这辆马车，车壁上插着森寒的星状暗器，所以之前那些怪异的声音是暗器偷袭。他真是捡回来一条命啊！柳姨呀，你那个小荷包能不能给我玩玩？战斗圈里倒地的3个男人已经站起来了，魏红在他们鼻子底下抹了不知道什么东西，须臾的功夫，流失的力量就涌了回来。可惜地上那些刺客没一个活着的了。服毒自尽，无一获口，又是死事。魏白留下，把尸体处理了，我们先回去。是。为什么回来？我厉不厉害？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我不是每次都能保证你能逃走，万一……就算有万一，我也不能丢下你不管啊！你能为我们舍命，我为什么不敢助你脱险？柳玉生，你别招我。他的声音很低，低的几乎让人听不见。柳玉生疑惑的皱眉。风清柏，你刚说什么？我说你很厉害。那你干嘛突然这样，吓我一跳。你害怕？当然怕呀，像变了个人似的，眼睛死盯着我，看仇人一样。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以后让你走，不许回头。那不行，
我得看情况，做不到的我不能答应。你放心，我也没那么视死如归，如果帮不上忙，我会走的。我没告诉你，我逃跑很厉害的，不信你问红姨。喂，那些人干嘛刺杀你啊？因为你位高权重？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危险？我送你点药啊。主子有克星，是柳玉生。生生，你早就认出我了，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我原只想远远地护你安好，你为什么非要跳到我的面前来，非要招我抓住你不放呢？若我动了真格，你便再也逃不掉了。我怕你守不住。柳玉生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得还很沉，一点防备都没有。醒来的时候，在自己的客房床上，看窗外已经黄昏，太阳快要落山了，懊恼地拍了下脑袋。他原本还想着等回了小院具体问问风清白刺杀到底是怎么回事，翻了一下自己存放在空间里的药品，疗伤的、止血的、消肿去瘀的、补血培元的，这些都适合他用。等真把药品都翻找出来了，他又纠结了。这些药一传出去，就等于把自己暴露了。不行，他不能这么干，他背后还有整个杏花村呢。可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出现在马车上的一幕。他从沉睡中衰落，他把他稳稳地抱在怀里，转交给红姨说：“魏红，护好他。”及至飞出马车前，深深看他的那一眼，当时他眼中所包含的那些他看不懂的复杂情绪，现在看来像是不舍，又像是诀别。柳玉生豁然张开眼睛，当时他叫红姨，魏红。红姨当时的反应是嫣红，年22，无家可归。红姨当时来到柳家，硬赖着不走，说的话他现在还记得。他甚至猜到是阿修派来保护柳家的人。阿修、红姨、风清白、魏红、魏子、魏白。哼，好啊，风清白，你好样的！你当老娘是傻帽？老娘就看你什么时候掉马甲！把整理出来的药品一股脑又塞回到空间里。他不是能撑吗？撑不死他，伤吧痛吧，呸，忍着吧。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十圈，柳玉生还是忍不了，气冲冲地冲到内院去。凭什么他一直挂着他？他明明在他面前却不认他，还装作素不相识。内院书房，魏白刚打完小报告，说柳姑娘往内院过来了。柳玉生从来没有这么粗鲁过。风清白挥退了魏白，从书桌后面站起来，面色依旧淡淡的看着他。柳姑娘可是有事？有啊，没事过来找你干嘛？对上那双分外熟悉的眼睛，再看他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柳玉生怒火更加高涨，气怒里夹杂了委屈，保持气势走到他面前，比他矮了一个半头。你坐下，今天我救了你，你认吧？认。他点头。救命之恩是不是得报？你想我怎么报？我说要什么你都给。都给。要你的命也给。你要，我给。冷眼瞧着这个男人，柳玉生捏紧拳头，气怒翻涌。他不想哭，可是眼泪却不听话。他不明白，连命都能给他，为什么就是不认他呢？而眼见他落泪，风清白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了一般，砰地站起来，甚至忘了去掩饰眼里的焦急和心疼。柳姑娘，风清白，你混蛋！我要你命干什么？你命那么不值钱，你说给就给。我要天上月亮，你是给我摘呀！你混蛋，你混蛋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天上的月亮我摘不到，给你做一个可好？别哭了，生生。生生什么生生？谁准你叫我生生了？那是我阿修哥哥叫的，不准你叫。那我该叫你什么？柳姑娘，之前你不就是这么叫我的吗？生生，再叫，信不信我给你下药？掏出一颗迷香丸，在男子的面前晃了晃。柳玉生一抹眼泪，转头就走。哼，柳姑娘，让你叫的话，以后别叫我生生。生生，那道声音如影随形。柳玉生转身，气势汹汹地扬了扬拳头，继续走。生生，说不让你叫你还叫，现在叫生生，早干嘛去了？生生，叫不够呢。你不许再跟了，也不许叫我生生，不然以后不理你了。柳玉生几乎是用跑着的回到客院，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心软。
说2句好话就想让他原谅，做梦去吧！他柳玉生也是有脾气的。福囡囡，谁又欺负你了？哪有谁欺负我？是被洋葱熏着眼睛了。你刚回来，会场成果怎么样啊？真不是被人欺负了。钱万金没有跟往常一样顺着他的话题走，紧瞧着他，很是怀疑。这分明就是哭过的样子。熏洋葱得熏多久才能把眼睛熏成核桃？连声音都变了。当他好骗？真没有，我哪有那么好欺负？打不过我还有法宝呢。要是被人欺负了，告诉我，也给你讨回来。哎呀，真没有。对了，红姨呢？哼，心虚躲起来了吧？福囡囡，你今儿奇怪了，是不是有事瞒着我？钱万金脸沉了。就算我不是你亲哥，这些年待你跟亲妹妹也没什么两样。不管你把我看作什么，我总该值得你一些信任吧。福囡囡，是我带你出来的，如果真的让你在我身边受了委屈，不说我没法跟家里交代，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那关。你不想说，我不会逼你，我会问，是因为我关心。我只希望你真受了委屈的时候能告诉我。我没有太大本事，至少够你依靠。小东家，不是我不相信你，也不是我不想说。我不说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说，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若是确定能说出来的事情，我保证一定不会瞒你，好吗？红姨刚才出门去了，说晚上才回来，不用等她吃晚膳。福囡囡，跟爷走，带你去看一看咱一天的成果。走，看看我们钱大爷今儿赚了多少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些都是今儿别人下订单预交的定金，还有这一沓是当天签下的合同契书，抵得上咱3个月的营收了。这才第1天，接下来还有2天呢。接下来的1年，酒坊的运作都不用发愁了。等到年底，还能给干活的人每人发个大红封，美死他们。今天收获这么大，咱晚上吃点好的庆祝庆祝。大黄也辛苦1天了，得犒劳犒劳。那咱去酒楼好好吃一顿，多点几个招牌菜。不，在小院吃。咱去厨房点菜，点满汉全席，再点几坛最贵的酒。囡囡魔怔了，满汉全席是什么鬼？听都没听过，让人厨房怎么做呀？点不点？点。内院魏白又打小报告来了。爷，柳姑娘说要吃满汉全席。满汉全席？让厨房问清楚菜名，她想吃的都做，厨房做不了的，请酒楼大厨外援。柳姑娘还要几坛最贵的酒。最贵的？去城中酒庄寻2坛果酒，要杏花村出的。是。爷，要不卑职去附近请罪？好，先把本王说的事情尽快办好。你的事情，容后。是。虽然是主子让他混进柳家的，但是主子没让他报假名，边绅士骗人呐，所以他还是有错，得请罪。另边厢客院里，看着尽职尽责来问询的福伯，柳玉生有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满汉全席有哪些菜色？他要是记得，他就直接去报菜名了。他还会说满汉全席？他只知道满汉全席有108道菜：燕窝鸡丝汤、鱼肚煨火腿、鸭舌羹、芙蓉蛋。他想不起来了，可是又不甘心太便宜那个过分的家伙。大话说出来了，现在自己报不出菜名，那不是闹笑话吗？总之108道菜，前菜羹汤，大菜小菜，甜点面点水果，最好吃的都整出来。柳姑娘，现在时辰不早，要赶在晚膳前把这些备好，恐怕厨房忙不过来，须得请城中各大酒楼帮忙，还请柳姑娘耐心稍待。那么麻烦啊！算了，让厨房准备几道拿手菜，再来几坛酒吧。好，我这就去吩咐。福囡囡，你是不是生病了？说起胡话来了。很明显吗？非常明显。想吃什么就点，大不了能多付点银子，又不是吃不起。厨房本来就是给人做菜的，咱付钱他们做菜，银货两讫，用不着有负担。那多点几道。多点几道。这晚客房里的晚膳吃得异常的欢乐，除了他们点的拿手菜，厨房送过来的还多了10几道，都是各大酒楼里的招牌。在内院里忙活的魏红听见客院里热闹的声音，闻着隐约的菜香，频频地咽口水。
晚饭吃得太撑了，柳玉生吃了点消食的药膏，又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才沐浴上床。辗转反侧睡不着，阿修就在他不远的地方。想着想着，嘴角不知何时微微翘了起来，迷迷糊糊中耳边隐约听到异响。谁？楠楠，是我。红姨，你在做什么啊？楠楠，得罪了。出手就点在了柳玉生的哑穴。爷，人带来了，这么好看，位置告退，点个订阅吧。我不方便入你睡房，所以才让魏红将你带过来。我没想到他会用那样的方式把他扛过来。柳玉生和风清白都很是无语。风清白伸手解开了他的穴道。你什么意思啊？掳我过来还不让我说话，怕惊动别人，做贼心虚。生生，对不起，生生，你得看着我，才能知道我是不是在说谎。你想说什么？我听。我很想你。怒气被他这一句话拦腰斩断，往后踉跄了一下。生生，我很想你，想柳家，想杏花村，没有一天是不想的。既然想柳家，想杏花村，为何9年来一次也不回去看看？我不信你会忙得连这个时间都没有。你别想着随便说2句动听的话，我就能轻易原谅你。我要的是解释，风清白，我要一个解释。他解释了，他才能相信。这么多年的挂念，不是他一个人在犯傻。如果你没有什么要说的，那就这样吧。我不能回去，生生，我不能回去。我若回去，等于将危险带到杏花村，那里是你生活的地方。若杏花村出事，你会难过，会痛苦，甚至会恨我。我又怎么能，又怎么敢？柳玉生离开的脚步顿住，没有回头，也没有继续往前走。今日凶险你亲眼看到了，权势斗争是你想象不到的残酷。我不能让杏花村成为斗争中的牺牲品。便是如此，难道连捎个信息都不行？让红衣传个话都不行？他不是你的人吗？当初让魏红去杏花村，京城这边就跟他切断了所有联系。我不能留下任何可能会让杏花村暴露的危险。即便是在徐州，我身边也有无数人在暗中盯着。我不是不认你，我害怕你被牵连。那你现在干嘛认我？不怕我被牵连了？我让魏子魏白带人将周围清理了几遍，现在小院里暂时安全。柳玉生沉默片刻，语气开始缓和。真的这么危险？危机四伏，如履薄冰。怎么没骗？在这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骗我了。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你叫风清白。那阿修呢？我没骗过你，最多只是隐瞒。我姓风，名清白，字修远。只是我的表字只有我娘跟父皇知道。现在能不生气了吗？柳玉生转身看向男子，很想继续再坚定一下立场，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好哄。以后再不惹你生气，就原谅我这一次，可好？要是不原谅呢？继续哄，哄到你不生气为止。怎么哄我？说来听听，我考虑考虑。想知道？谁想知道了？爱说不说。生生，闭上眼睛。干嘛？等我一会儿。你快点，要是等太久我可走了。没有回应，身后侧耳倾听，听不到任何动静。喂，风清白，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走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捉弄我，我跟你没完。风清白，你到底在干嘛？好了没有？我睁开眼睛了，我真睁开眼睛了。一直没有回应，柳玉生又气又恼，气他，恼自己。他叫他闭上眼睛，他就真闭上；叫他等他，他就真的等。那么听话，没骨气。生生，风清白，你……内院门口那棵古樟树上挂满了巴掌大的纱罩灯笼。生生，天上的月亮我摘不到，做一个给你，不生气了，好不好？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东西啊？下午你走之后，我一直准备到现在。月亮灯笼是我亲手做的，这样能哄到你吗？看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勉强放过你一次，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好。也不许骗我。好。不许有事瞒着我。好。是，他就愿意宠着他。生生啊，我们去放星星。放星星？
风清白长臂一探，在少女惊呼声中搂住少女纤细的腰肢，纵身往树上飞去。来，拿着，然后放开手试试看。柳玉生捧着灯笼看了男子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松开双手，但见灯笼脱离了束缚力之后，竟然开始冉冉上升。孔明灯？哎，这个不许放，我要留着。为何？这是你亲手做来哄我的，我当然要留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这个王八蛋，卑鄙小人，是这种阴招？我回去告诉爷爷奶奶去。风清白嘴角笑意一僵，很是无语。你给爷等着！哼！扬着下巴跟风清白擦肩而过，钱万金这才舒坦了一丢丢。输人不输阵，在王爷面前，他钱万金也不能输了气势。柳姨，你起来没有？你怎么过来了？这家伙难道知道了？风清白告诉他了。柳姨，你听的故事也还没讲完呢，我来听故事的，你继续给我讲呀。不行，我今天还要去商会，没时间给你讲。不用去了，你同伴已经走了，说让你多睡一会儿，听听他们自己去就行。再说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都快晌午了。柳玉生抬头看天，脸红。他第一次起床这么迟，也是第一次睡得那么晚。柳姨，你怎么了？脸好红啊！你很热吗？我先洗漱吃点东西，你待会儿再过来吧。我在这里等你，反正我也没事，小叔忙着呢，没人理我。眼睛就像放射 X 光一样，一直在他的身上打转，让柳玉生分外不自在。要不你跟我说说你跟你小叔的事吧。你们平时都忙些什么啊？切，想知道皇叔的事情，直接问呗，还拐着弯的问。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吧。我的事情就不说了，反正你也不想知道。至于我小叔，他就忙了，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从早忙到晚，每天能睡2-3个时辰都是多的了。不过小叔很厉害，只要是他定下来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总之他什么都好，就是性子不太好，对我老凶了，经常动不动就罚我。刘姨啊，以后你过了门，帮我对小叔说说好话，让他对我好点儿。有了柳姨，以后我就用不着找正义帮忙求情了。柳姨你说的话比正义管用多了。正义？她是什么人？哦，忘了说，正义是小叔的侍女，叫傅玉州，她对我还挺照顾的。以前我被小叔罚的时候，她经常会帮我求情。10次里倒也有1-2次求情能够成功。侍女？哎呀，柳姨你可别误会，小叔跟正义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只是因为正义小时候救过小叔，小叔感激他救命之恩，所以他被送到府上来的时候，小叔才会把他留下来，让他做了一个侍女，给他一个安身之地。小叔从来没有跟他亲近过，真的。他救过你小叔，这又是怎么回事？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小叔小时候曾流落民间，在徐州待过好几年，便是那时候跟正义认识的，2个人相处过一段时间。我又没说什么，看你急的。不就是个侍女吗？只是照顾你们日常生活罢了。你小叔平时那么忙，就算有心，也没有时间亲自操心这种琐事。对，就是这样。走吧，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再好好给你讲故事。好。王叔，那个人还能找到吗？本王会尽力，找不到再寻其他办法。若所有办法都不行，那你便做好心理准备，生死有命。王叔，如果我真的死了，能不能不要把我单独葬在一个墓，让我跟我爹娘埋在一处吧？好。谢谢皇叔。晌午后，福伯过来禀报，居住在客院的姑娘已经用过午膳歇下了。之后是卫子前来汇报百草谷门的人失踪的进展。趁着无人注意，少年悄悄溜出了房门。早上那一幕他看到了，当时他就站在花厅的窗户旁，正好将那一幕看在眼底。他想去看看那个女子究竟是什么人。爷，皇上悄悄溜去客院了。少年不知道，他前脚刚走，后脚就被人打了小报告。不用拦着，
一路蹑手蹑脚钻进客院，沿着廊檐走，从各个客房打开的窗户往里看去，很快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少女睡着了，睡颜安安静静，看起来很乖巧，也没多漂亮啊，比起宫里千娇百媚的美人儿差远了，怎么就偏偏能让皇叔另眼相待呢？肯定有他没发现的地方吸引人，否则单凭这张脸，他敢打赌皇叔看都不会多看他一眼。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亮点是那双眼睛。还看？你不知道这样盯着姑娘家看是不礼貌的吗？那你怎么不生气啊？因为你眼神很磊落啊。点个订阅吧。你怎么在这里？柳玉生脱口而出，随即反应过来，转身朝少年狠狠地瞪了一眼。狼狈为奸呐！明明男子就在门口等着，刚才少年还骗他说小叔忙着。少年呷醋一笑，做了个鬼脸，转身跑了。开玩笑，好看吗？好看。不是说你在忙吗？过来干嘛？想你，睡到现在该饿了吧？带你去吃东西，想吃什么？听说你在徐州待过好几年，想来定是对这里颇为熟悉的。要不你给我介绍介绍，有什么好吃的？突然之间就想起了少年说的争议，是不是那小子跟你说什么了？亏得他跟我说了，不然我都不知道王爷身边还有一个过往甚密的侍女。听说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们还在徐州一起待过好几年，青梅竹马。哎呦，这可真是奇怪了。你当初走的时候12岁，即使后来13岁成为摄政大臣，中间也不过1年的时间，是怎么跟你的青梅竹马在徐州待过好几年的？难道成为摄政大臣之后，你那么倒霉催的，又被害得流落民间了？生生，你吃醋？谁说我吃醋了？我才没吃醋呢。没吃醋，为何介意一个小小的侍女？生生，怎么了？生生，不管你在想什么，在怀疑什么，有一点你必须要确认，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境地，我都绝对不会伤害你。之前你还没有认出我来，你潜意识里就对我是信任的，为何现在不可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如果对我有任何的怀疑和不确定，亲口问我，也给我一个亲口回答的机会。我不希望你我之间因为猜忌，因为赌一口气，引起任何不必要的误会。我在意你，非常在意。那我问你，你要认真回答，你以后会不会有3妻4妾？听说皇室重子嗣，讲究开枝散叶，皇室子弟都会娶很多很多妻妾，以求多子多福。你担心我以后会3妻4妾？若我3妻4妾，你待如何？柳玉生表情一空，转身便走。傻瓜，你到底在想什么？从我识得情字开始，我心里想的、念的、要的，都只有你一个，除了你没有别人。别的男子是如何过，会娶多少妻妾，那是他们的事，我不是他们。生生，我很少发誓，因为誓言太虚妄，比起说，我更习惯去做，做到了才是真正的承诺。我只要你一个，这句话我会用一辈子去证明，你愿意用一辈子去见证吗？我愿意。风清白整个人融化在他的笑容里，融化在他每一句我愿意里。松开紧抱女子的双手，手臂下滑，将她的小手轻轻握住，手指嵌入她的指缝，十指紧扣。生生，你想嫁给我了？我们刚重逢3天，刚情定1夜，你便想嫁给我了？如果你真的很急切，我可以配合。风清白，他没有告诉他，当初地位本是他的，他拒绝了，为了他，也才有了现在的风墨寒。他没有办法去抵抗皇室的阻滞，但是他只想给他一个人的后宫，所以他选择退下地位。星月湖算的是徐州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担心柳玉生一早上没吃东西会饿着，风清白点了精致的膳食，都是他喜欢的菜色，他喜欢吃的，他到现在都还记得。你怎么不吃啊？看着我干嘛？又不饿吗？昨天去吃馄饨也是，光看着我吃，自己不吃，难道你是在减肥啊？你用不着减肥，增之1分则胖，减之1分则瘦，身材刚刚好。身材好不好？你昨晚不是抱过了吗？
风清白，你跟我说说郑姨的事情吧。当初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真的在徐州待过好几年？当初我从杏花村离开，回到京城之后，有一次被人算计，发了高烧，昏迷的时候说胡话，念过你的名字，被有些人知道了。我担心他们会从你的名字调查，最后查到杏花村，给你们带来危险。所以之后设计了一场火灾，假装再次犯病高烧昏迷。为了迷惑政敌，我故意在昏迷中念了铮铮2个字，借此混淆敌人的视线，并且着人放出消息，假传我曾在徐州待过几年，被一个叫铮铮的小姑娘救过。后来与其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给了他们一种我记挂并且在意那个小姑娘的假象，引导对手往错误的方向去做调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刘姨啊，你昨晚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颓废？少年，你可以不说话的。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眼大无神，毫无光彩，本来就不漂亮，一点精神都没有，看起来更丑了。你要是不注意点，小心遭了我小叔嫌弃。我告诉你啊，你不能仗着我小叔现在喜欢你，就不注意自己形象了，这样你以后要吃亏的。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狐妹子每天绞尽了脑汁的往我小叔跟前凑？别真等被人跳了墙角才后悔，到时候你可没地儿哭去。我是不会帮你的，我得跟我小叔一股。那你眼里怎么样才算漂亮？当然是狐妹子了，不然怎么能叫狐妹？当着这个称呼的都是美人。感情你喜欢的是狐狸精类型的，就来听我讲故事。你每天没事可以干嘛？谁说我没事可干了？我的课业都完成了，我才溜出来的。溜？少年微僵，皇叔是不让他老来打扰柳姨的，可是他没忍住，悄悄就跑过来了。柳姨会不会去告状啊？我来找你有正事，我不是过来玩的。合适。你那个荷包能不能给我玩玩？那想玩就玩吧，这就是个普通的荷包，没什么特别的。怎么不特别了？明明看到你从里面拿出好多药丸来。你眼花了，我那天是从荷包里拿出了一些药，其他的是从衣锦里面掏出来的。接过精致小巧的荷包检查，从里到外翻了个个，也就是巴掌那么大，里面什么都没有。少年不死心的连针脚的缝隙都研究了，依旧没看出什么特别来。柳姨，你不会是拿了假的来糊弄我吧？哎呀，好烦呐！谁来把他领走啊？到底咋回事？难道真是柳姨拿了个假的哄我？哎，你过来，过来！小少爷，你有没有荷包？就是那种小小的，外面绣着花的，巴掌大那种。小少爷说的可是这种？对对，就是这种，拿来给我瞧瞧。从外到里翻看，里面就装了一小块碎银子，几个铜板，还有一对珍珠耳环，除此没有其他。咦，真是我眼花了。用过午膳之后，小院来了客人，而且是直奔客院而来。钱老爷，您怎么到这里来了？柳姑娘，叨扰了。我听下人说犬子在这儿参加商会，正好途经此地，就过来看看。哦，是小东家白日在会场，看天色应该结束了，估摸着现在在回来的路上。那小子还知道认真做生意，我道他只会整日里瞎跑，这么大还没个正形，不肯定性。正说着，门外就传来了钱万金的嚷嚷：“福丹娜，小爷回来了，快出来迎驾，顺便上杯茶，有好东西给你看。”人未到雨先至，等到钱万金快要跨进客厅，看到里面坐着的人时，一僵，转身就跑。臭小子，还想跑？把人给我押进来！放开！放开！放开老子！你是谁老子呢？跑路还跑上瘾了是吧？点个订阅吧。要是不逼我能跑吗？老头子，让他们给爷撒手！撒手！撒手，好让你继续跑。让柳姑娘见笑了，犬子顽劣，迫不得已才使用这样的方式带他回家。柳玉生有点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应答。老头子，我说你这样有意思吗？钱家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男孙，传宗接代还非我不可了。钱家不止你一个男孙，可你是唯一能接掌钱家的嫡长孙，那你让别人接掌去，我不要了行不行？混账！我钱家没有兄友弟恭那一套，该是你的谁也拿不走。
把他押上马车，立即回京。福囡囡，你明儿就直接回杏花村，别在外面多待，外面坏人多。我回京一趟，很快就回来。恰逢风清白从外面走进来，一看见风清白，钱万金如临大敌，再次冲着院子里吼道：“红爷，红爷，记得明早把福囡囡带回去，别让她被坏人给骗了，尤其是某些人面兽心的家伙。”小东家，你托付错人了。钱百豪落在后头，经过风清白的时候，眼下眼底的诧异，微微朝他点了点头，神情间只见恭谨。南陵王，他参加应酬的时候曾有幸得见过一面，没想到这么一位大人物居然会屈居在这个小院里。摸不清此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不敢明着打招呼，以免坏了人家的事儿，只能隐晦地见个礼。柳玉生琢磨着，听父子俩的对话，钱万金这家伙应该是被带回去相亲去了，说不定下次再回来，他身边就多了一位钱少夫人。怎么这个时候过来？过来找你用膳。你是知道钱万金会被带走？钱家嫡子屡屡逃婚，这事情在京中已经无人不晓，累得整个钱家招人笑柄。钱家长辈已经下了死命令，务必要把人给带回去成亲。钱百豪会出现在这里，就不会轻易放过钱万金。那院已经备好膳了，过去吧。老头子，你给我透个底儿，这次回去我得吃几趟相亲宴？还几趟？就你这几年跑了180回的，你以为还有那么多姑娘任你挑？人不想丢脸，一听到你钱万金的名字，直接就把媒婆挡在门外边了。你还以为自己多有行情啊？这次就一位，没得给你挑，是京中10将军加2000金。将军1000金，2000金，不是他知道的那一位吧？10加2000金，10仙柔。钱万金眼前一黑，只觉得人生无望。爹，您真要这样对你亲儿子？你知不知道10仙柔是什么人？那是个下身能揍人，上身能打虎的主。您让我跟他相亲，您是把您儿子亲手推进火坑里啊！您这不正好？以后你再敢乱跑，不用我们多操心，10家丫头就能先打断你的腿。停车，停车！我要下去，我要回仓务。徐州别院内院，晚膳已经摆上桌，柳玉生、风清白、风墨寒三人围桌而坐。风墨寒显得特别兴奋，刚刚窃笑完，胸口陡然一阵滞闷，风墨寒眼前眩晕，整个人愣愣地往后栽去。莫风，这是怎么回事？他身体有疾？他的情况很复杂，一时解释不清，我日后再跟你说。生生，你不用跟过去，留下用膳。不行，我跟去看看，不然不放心。风清白眉头拧得更紧，他从来就拗不过生生，可是这件事情他真的不想让他牵扯进来。厢房里，卫子已经准备好了应急的药，待少年被平放在床上，当即接手喂药。魏白，去查今日他接触过谁，碰过什么东西。是。风清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没事，别担心。风清白，皇上发病的时候，只要及时喂下药，就能够将病情压制住，歇息一晚便会好转。可是现在分明是病情加剧的样子。速去回春阁请张老，务必让他前来医治。风清白，我也是大夫，我想给他探探脉，至少在那位张老到达之前，我能帮着照顾他。生生，这件事情你别插手，好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风清白，那是你侄子。生生，你若插手进来，日后便再难脱身。你知不知道，到时候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不需要知道那些，我有你。去吧，生生。他说的对，无论前方是瀚海还是悬崖，他身前都有他。他的脉象很古怪，时有时无，忽强忽弱。想要得出更详细的结果，还需用金针探测。打开小药箱，取出金针，将一枚枚金针探入少年身上的各处穴道。他中的什么毒？不知，只知道是一种慢性毒。每次毒发过后，他体内五脏六腑都会衰弱许多。迄今为止已经发作过6次，这么多年一直没人能研究出个具体来。即便是和整个太医院之力，也只勉强研制出了能暂时压制毒素，
不让他毒发的应急药。所以你才来了徐州，想着寻百草谷门人。取回金针之后，小皇帝身上的毒他未曾见过。从荷包里取出药瓶，将装在里面的灵泉水慢慢的给小皇帝喂了下去。虽然人仍然在昏迷，但是气色已经好了很多。今天暂时先这样，看他明天能不能醒过来。醒过来之后会出现什么症状，到时候再继续找办法治疗。辛苦了，生生。不辛苦，你比我辛苦。魏子最后将张老请了过来，只不过这位张老只稍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之前留下了一句话：后生可畏，算是间接的承认了柳玉生的医术。柳姨醒了？你怎么不叫我？他已经醒了，暂无大碍，便想着让你多睡一会儿，睡醒了再给他探诊也是一样的。对，柳姨，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真的。如何？体内损伤及以往留下的后创有所恢复，但是毒素还在体内集聚。柳姨，没关系，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中的这种毒可厉害了，整个太医院都治不好，所以你不用多想。不是你医术不够好，只是我这种毒太难查。点个订阅吧。你放心，柳毅一定会尽力把你治好。就算这个毒一时无法解决，我也能保持你的身体不被毒素拖垮。你信我吗？我信。主子，查出来了。说，小少爷昨日在内院接触过一个丫鬟，翻了那个丫鬟的荷包，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只是那个丫鬟金晨已经死了。哼，原来是这个小丫鬟搞的鬼，我就说嘛，我这毒没有诱发，是不会随便发作的，怎么会那么倒霉？第一次跟柳姨吃饭就丢脸。莫风说的诱发是怎么回事？这事情也是在3年前才发现的。莫风体内虽然有毒素盘踞，但是轻易不会发作，每次发作之前都是因为他接触了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在这方面我们就特别注意，至今3年未曾发作过。那个荷包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咦，还有一对珍珠耳环的，怎么不见了？珍珠耳环？那丫鬟死的时候耳朵上可带有耳环。哎呦，是一对银边镶翡翠的耳钉，不是珍珠耳环。可现在荷包里的耳环不翼而飞了。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把东西重新给它装进去的时候，手指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当时我以为是不小心蹭到耳环的耳钉，就没在意。那对耳环肯定有问题。生生，你可是发现了什么问题？莫风中的毒很奇怪，昨晚我给他喂下药之后，至半夜的时候再检查，他体内的毒素就已经有所减轻，照那个速度，今天早上就算不能完全解毒，余毒液也不会太多了。可是刚才探脉，我发现毒素又开始浓郁起来了。又浓郁起来？既然已经减轻了，怎么会又加重？难道我睡着的时候又有人给我投毒了？不可能啊！我猜测不是有人给你投毒，而是你体内有毒源，它在你身体里寄居，循环排出毒素。我有个大胆的猜测，莫风身体里或许被人中了蛊，倘若能找出这个毒源，把它清除掉，莫风身上的毒或能真正解除。我想试试，如果莫风愿意的话。我愿意，我愿意。柳姨，你尽管试，我信你。可是需要多长时间我无法确定，或许几天，也或许几个月。你们总不能离京太久，我也不能一直在这里逗留，家里人会担心的。那怎么办？京东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小叔确实不能离开太久。要不柳姨，你跟我们去京城啊？要不柳姑娘您就暂时跟着一道去京城，杏花村那边着人去说一声，免得您家里人担心，如何？要不干脆把你家里人一块带上，这样我们能治病，他们也能放心。魏白，放出消息，皇上喜欢杏花村果酒，要去杏花村酒坊参观巡视。是。你要回杏花村？好不好？他要跟他一起回家了，回杏花村。他欢喜的像是长了翅膀，走路的脚步都轻快的像在飞一样。不矜持，太不矜持了。名门闺秀、闺阁女子面对这种情况，哪个不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他倒好，只差脸上写着我好高兴了。还有，以给我解毒要很长时间为借口，耍小心思试探皇叔，勾搭皇叔去杏花村，以为我不知道吗？柳姨，你小看我了。心里吐槽，看着少女满屋子满院子的走来走去，跟快乐的蝴蝶一样，少年的嘴角都跟着不自觉的翘起。杏花村他其实也很想去看看，通知魏玄加大打击京城柳家所属营生的力度，
下次甄选，把对方拉下马。是，主子。既要拉下京都柳家，须得甄选出其对手。不知主子可有主意？风清白食指敲了敲桌子，长矛一眯：“钱家。”是。主子这是打算把钱家供上皇上的位置，用来压制柳家。对钱万金来说，也不知道是福是祸。还有柳家在宫中的那位，怕是得气得发疯。风清白，你回来啦？我回来了。生生，我们去逛街吧。逛街？离家那么久，总要带点东西回去收买人心，不然我担心爷奶不让我进门。原来你还有自知之明。走吧，上街，我给你长长眼，带些家里人的心头好回去，给你减轻点罪行。小叔，柳姨，我也要去。在床上待着休养。柳姨，我从来没逛过街。小叔靠不住，他不求。那就一起去吧，他现在没什么大碍，逛个街还是可以的。风清白，莫风，走啦，出发。这么好看，好，点个订阅吧。三人进了别院，外面拐角处现出一个人影来，歪歪地倚靠在墙角，双手抱臂。原来住这里啊！那他只能在这里蹲点找机会喽。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好玩的东西，实在是不舍得放过。书房中，主子，外面那个人要不要解决掉？不用。万一是刺客？你见过这么蠢的刺客？从徐州回杏花村，最快也需要10来天的路程。马车途经云州城时，正值晌午。柳玉生去了一趟云州书院，探望大哥柳之夏。楠楠，他是谁？看，我就说大哥认不出你。楠楠，之夏，红头绳。你，阿修，怎么回事？你真是阿修？我跟楠楠回杏花村，你怕是没有时间回去，不如跟我去喝一杯，叙叙旧。柳之夏好容易收起了惊愕，深深地看着风清白，点头说道：“是该叙叙。当初他不告而别，还楠楠暗地里伤神了多久？如今说回来就回来，他可没那么容易跟他不计前嫌。挑了一家看起来较为干净的小酒肆。说吧，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遇上的？你现在又是什么身份？回杏花村探望一下就走，跟我们家保持旧时关系，还是有其他打算？我回来看看就要离开，待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呢？我有个侄子身患重疾，想让生生代为照看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会来接他回去。就这样？不然你以为我还要怎样？希望真是如此。至于你那个侄子，楠楠医术虽然不错，但是不是神仙，不是任何人他都能治得好的，所以你心里得有个计较。赶紧着回去吧。哥，那我下次再过来看你。不用，下个月我有2天木休，到时候我会回家看看你跟爷奶爹娘。走吧。马车上路，渐行渐远。柳之夏在后面看了很久，才反身往回走。越近杏花村，柳玉生这心里就越紧张，不知道家里人看到风清白会是什么反应。生生，等家里人谅解我之后，找时机把我们的事情坦白，好不好？要是家里人不同意怎么办？若是他们不同意，那必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我会继续努力。好，你好好努力。马车已经进入了苍梧镇，魏红往外看了一眼，烧饼摊位前一个小摊贩漫不经心地往车里扫了一眼，下一瞬浑身一僵。魏子，他看见魏子了，是主子来了，肯定就在前面那辆马车。主子，爷，我是魏兰呢，我在这里啊，看看我，看看我，让我回去啊！哎，阿兰，你这是要跑去哪儿？摊子不要了吗？前面那车里有人欠我烧饼钱，我找他要账去。出了镇子无人的地方，魏兰几下飞纵，半路跳上了后面的马车。老大，你终于来了。下去。魏红冷声说道：我不下，我卖了9年烧饼了，你跟主子喜相逢，把我落一边，不让我回去，真打算把我落烧饼摊上了？凭什么？我不干。你一卖烧饼的突然跟我们一道出现，待会儿柳家怎么想？村子里人可都吃过你的饼，让楠楠知道还有个卧底猫在镇上，到时候主子不好过，我们不好过，你会更惨。魏子这才开口：事情还不明朗，
你继续在暗处留作底牌，下去。魏兰被赶下马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哎呀，慢点慢点，小心别给我洒了，这可是楠楠专门给我泡着喝的。哎，是，我扶着您呐，走慢点儿，慢慢走。哎，马蹄声，你们听到了没有？是马蹄声，肯定是楠楠回来了。风清白，我们到家了。我们到家了。楠楠，是不是楠楠回来了？快下车呀！哎，怎么是2辆马车？还有什么人来我们家呀？这不是小金子的马车，是谁啊？爷爷奶奶、爹娘、二叔二婶、二哥，是我回来了。哎呀，真的是楠楠，我就说嘛，肯定是楠楠回来了。啊，刚才我就说我们吃了饭的时候，可能楠楠就回来了，是不是？我没说错吧？什么你说的？这话是我说的。我一早就想着，待会儿楠楠可能就会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哎呦，多大人了，还喜欢抱着奶奶撒娇呢？啊？多大也是奶奶的小孙女，也要跟奶奶撒娇呀。回来就挂着奶奶，倒把爷爷撂一边了。哎呀，人老了，没人喜欢喽。爷爷，楠楠在外面可想您了，最想爷爷跟奶奶。爹娘，我回来了。好，回来就好，平平安安回来就好。回来就行。饿了吧？我们回家吃饭。小金子呢？叫他下车吧，在车里面待那么久做什么呢？嘿，这家伙不知道要玩什么把戏，我去把他拉下来。柳玉生看得心里面一悬，没等柳知秋靠近，颀长高大的身影步出马车，在柳家人惊愕的眼神中稳步走到他们的面前。